这场舞会可不简单，到处都是名流政要。伊丽娜跟着父亲刚露面，就成了全场的焦点。父亲一边走一边叮嘱伊丽娜：“你要清楚，今晚对你来说非常重要。你的未婚夫汉斯也会来，待会儿表现得体一点，别丢了家族的面子。”伊丽娜乖巧地应了一声，但这心里在想什么，恐怕只有她自己知道了。父亲指着不远处的一群人，那是莱顿家族的人，他们家标志性的金发，在人群里特别扎眼。走在最前面的就是莱顿公爵，而他身边那位就是公爵夫人威尔赫米娜。伊丽娜顺着父亲指的方向看过去，原来那个女人就是传闻中的莱顿遗孀公爵夫人。说起这位威尔赫米娜，身世也是够坎坷的。她本是没落贵族的女儿，被家里像商品一样卖给了莱顿家族。可谁能想到，她刚进门没多久，老公爵就撒手人寰了。她摇身一变成了遗孀公爵夫人。更离谱的是，作为继母，她竟然比现在的公爵还要年轻，难怪全城的人都在议论她。伊丽娜正看得出神，父亲已经带着她走到了跟前，恭敬地向对方行礼。伊丽娜这才反应过来，赶紧跟着打招呼。可话还没说完，她整个人突然晃了一下，这一下可坏了，在这种场合要是摔了，那可就丢大脸了。伊丽娜这下真的撑不住了，胃里一阵翻江倒海。这几天为了这场舞会，她压力大到根本没吃过饭，结果现在报应来了。当爹的不仅没看出来，反而还在那儿大呼小叫。伊丽娜赶紧给公爵夫人行礼，你这副样子像什么话？就在这尴尬的时候，威尔赫米娜动了，她直接挡在了伊丽娜面前，一把将人扶住。威尔赫米娜语气很不满，现在的年轻人怎么都这么虚？看看这胳膊，瘦的就剩骨头了。他转头看向伊丽娜的父亲，这穿的是什么衣服？一点都不保暖，还有这束腰，是想把人勒死吗？这下轮到在场的人傻眼了，谁能想到这位传闻中冷酷的公爵夫人，竟然会为了个小姑娘，当众让伊丽娜的父亲下不来台。威尔赫米娜不仅没撒手，反而直接捧住了伊丽娜的脸，这一下可把伊丽娜吓得不轻。威尔赫米娜皱着眉头问：“你平时到底有没有好好照顾自己？赶紧去吃点东西，看你这脸白得一点血色都没有。”伊丽娜整个人都傻了，甚至还紧张地打了个嗝，看着眼前这张近在咫尺的脸，她突然觉得有点恍惚。这语气，这关心的眼神，怎么跟记忆里的奶奶一模一样？伊丽娜忍不住小声嘟囔了一句：“奶奶。”可谁能想到，这位看起来高不可攀的公爵夫人，其实也有着不为人知的过去。就在威尔赫米娜结婚之前，她根本不是什么风光的贵族小姐，而是一个背了一屁股债，快要被生活压垮的穷光蛋。那时候的威尔赫米娜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找份工作，好让自己能在这个世界活下去。可这种累到虚脱的感觉，怎么越想越觉得熟悉？难道上辈子自己也是个操碎了心的长女吗？就在这个念头冒出来的一下子，那些被封存的记忆唰的一下全涌出来了。原来她根本不是这个世界的人，上辈子的她叫金哈娜，是个30多岁的学院讲师，天天在讲台上跟学生斗智斗勇。虽然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穿越过来的，但既然有了现代人的脑子，这辈子总该能过上好日子了吧。结果还没等她高兴太久，家里就出大事了。亲戚偷走了家里的印章，把家产全输在了赌桌上，家产被败光也就算了，威尔赫米娜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竟然会被当成抵债的商品，直接给卖了。在这个鬼地方，根本没有什么人权可言，甚至连放弃继承权的程序都没有，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被推向火坑。就在他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大门被推开了，几个男人像挑牲口一样对着他指手画脚。领头的男人语气冷淡，看着还行，就选这个吧。就这样，威尔赫米娜被强行嫁给了一个老贵族。听说那老头子命硬得很，之前已经克死了4个老婆。马车摇摇晃晃地走在路上，威尔赫米娜看着手里的资料，从今天起，他就要改姓莱顿了。这可是西方最显赫的家族，但一想到那个克妻的传闻，他心里就直打鼓。既然已经死过4个老婆了，那说明这个家里肯定藏着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威尔赫米娜坐在马车里，已经开始脑补未来的悲惨生活了，被婆婆刁难，被下人看不起，这种日子光是想想都觉得窒息。她甚至动过逃跑的念头，可转念一想，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跑了又能去哪呢？结果等他到了公爵府门口，管家的一句话直接把他给听傻了。管家一脸沉痛地说：“公爵大人昨天心脏病发作，已经去世了。”这下可好，婚礼还没办呢，威尔赫米娜就要先去参加葬礼。这反转来得太快，他整个人都懵了。上辈子连婚都没结过，这辈子刚嫁过来就成了寡妇。妈，我真的结婚了。虽然直接跳到了最后一步，现在的莱顿家族乱成一团，根本没人顾得上这位新夫人。威尔赫米娜就这样被晾在了一边，连个正式的介绍都没有，他就被直接送进了别馆。这公爵夫人的日子看来跟他想的完全不一样，日子过得飞快，转眼2个月就过去了。威尔赫米娜在别馆住的倒也清静，女仆安娜在一旁劝着：“夫人，您还是去主堡跟大伙一起吃吧，老是一个人待着多冷清。”威尔赫米娜倒是想得开，在这儿挺好的，不用看那些人的脸色，还能跟你们聊聊天。这话一出，把小女仆感动得够呛，估计还没见过这么没架子的主子。威尔赫米娜顺口问了一句：“今天有什么安排吗？”安娜摇了摇头，新公爵上周刚办完继位手续，现在正忙得脚不沾的呢。不过马上就要办年终舞会了，听说皇室那边还会派大人物过来，皇室的贵客。威尔赫米娜心里打起了鼓，老公爵走得那么突然，这家里肯定还有不少烂摊子，看来这场舞会绝对没那么简单。其实威尔赫米娜是真心觉得现在的日子挺滋润，比起以前天天被债主堵门，现在
这种衣食无忧的生活简直就是天堂。要是能一直这么过下去，他做梦都能笑醒。可现实哪有那么简单？等家里的事情都安顿好了，他这个便宜继母估计也就该卷铺盖走人了。毕竟谁家两口子愿意守着一个比自己还年轻，而且从来没说过话的婆婆过日子？安娜打了个招呼就先退下了。威尔赫米娜已经开始盘算后路，等被赶出去之后，是去京城做点小生意呢，还是干脆到处旅游散散心？不过最让他担心的还是钱的问题，这家人总不至于让他净身出户吧？就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门外突然响起了敲门声。威尔赫米娜还以为是安娜回来了，随口应了一声，结果推门进来的那个人让他直接愣住了。进来的不是安娜，而是公爵府的侍从。他这一开口，直接把威尔赫米娜给整紧张了，说是公爵夫人要见他。威尔赫米娜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人家说的是现任公爵的那位正妻。这位正牌女主人找自己这个便宜婆婆干嘛？侍从也没绕弯子，直说是为了谈谈她以后的打算。这下威尔赫米娜心里有数了，该来的总会来，这不就是要把她扫地出门的前奏吗？既然躲不过去，那就只能硬着头皮跟着走了。一路上他这心里七上八下的，还没等他想好对策，主堡的大厅已经到了。临近门前，侍从还特意交代了一句，待会儿说话一定要注意分寸，必须严格遵守所有的礼仪。侍从这一番话听得威尔赫米娜心里直犯嘀咕，什么叫注意礼仪？这不明摆着是给他下马威，让他认清自己的身份吗？侍从接着解释，虽然现在家里情况复杂，但您名义上还是地位最高的长辈，可咱们这位新夫人偏偏是个最讲究尊卑等级的人，他特意交代了，让您待会儿就把她当成普通的儿媳妇看，千万别客气。威尔赫米娜嘴上答应着，心里却更虚了，这哪是让她别客气，这分明是提醒她别真把自己当成什么了不起的长辈。毕竟谁能轻易接受一个比自己老公还年轻，而且完全没见过面的陌生婆婆？说话间，两人已经走到了门口，侍从轻轻推开大门，示意威尔赫米娜可以进去了。这扇门一开，那位传说中的新夫人终于露面了，她就是被称为西方社交界最完美最无瑕的明珠海伦。威尔赫米娜刚迈进屋子，这气氛就让他心里咯噔一下。眼前这位伊丽娜果然名不虚传，对他这种人来说，规矩永远是摆在第一位的。伊丽娜转过身，语气听不出一点温度，欢迎您，母亲大人。既然戏台子打好了，那就看谁能演到最后。难道他叫出这个词，心里一点都不别扭吗？真是个奇怪的人，不过这种感觉倒也不坏。海伦先开了口，说这么久才联系上，实在是有些失礼。场面话点到为止，他请威尔赫米娜入座，转头就吩咐下人备茶。这戏演的还挺像回事，真没想到现在居然要摆出婆婆的架势。不过这些都不重要，关键在于眼前这个人，海伦·菲翁·莱顿，他到底在打什么主意？皇室血脉的后裔，莱顿家族的公爵夫人，这些头衔压下来，一般人还真接不住。海伦吩咐女仆先给威尔赫米娜上茶，这礼数周全的让人挑不出错。在所有人眼里，海伦就是完美的代名词。只要提到名门淑女，大家第一个想到的绝对是她。这位社交界的璀璨明星，一直是贵族女性效仿的对象。她就是海伦，一个举手投足间都写满了规矩和地位的女人。海伦主动问候，想看看这位母亲最近过得怎么样。威尔赫米娜倒也淡定，随口就把话头又抛了回去。海伦紧接着补了一句，说自己这段时间忙得脚不沾地。这话听着像是在客气，其实更像是在给之前没露面找补。这下威尔赫米娜全听明白了，合着绕了这么大一圈，就是想说因为太忙才没法过去看他是吧？这借口找的还真是滴水不漏。正戏总算要开场了，海伦直接摊牌说接下来的安排得先通个气，该来的总算来了。威尔赫米娜已经做好了听坏消息的准备，结果海伦一开口，竟然说要正式接纳他，让他成为莱顿家族的一员。这下威尔赫米娜彻底懵了，甚至没忍住直接叫出了声，这剧本完全不对劲啊！原本以为是要被扫地出门，结果对方竟然要留人，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海伦紧接着又抛出一个重磅炸弹，既然要正式入籍，那接下来的跨年舞会，威尔赫米娜就必须得跟着一起出席，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就算没见过大世面，也该知道这种级别的舞会就是贵族圈子里的顶级战场。要是他真的在这种场合露面，莱顿家绝对会成为众矢之的，那些等着看笑话的人恐怕早就把嘴磨利索了。更要命的是，听说这次还有位惹不起的大人物要来，这哪是去参加宴会，这分明是去火山口上走钢丝。这下威尔赫米娜彻底坐不住了，这家人是不是彻底疯了？明知道自己现在就是个麻烦，还要把自己往最显眼的地方推，这背后要是没藏着什么猫腻，那才真是见鬼了。威尔赫米娜心里门儿清，这家人可不是在做慈善，更不可能因为同情就平白无故给他分权，这背后肯定有猫腻，甚至可能这根本就不是海伦的本意。谁都知道海伦这人最看重的就是规矩和等级，既然他这么在乎尊卑，又怎么可能心甘情愿让一个外人爬到自己头上去？要知道，整个帝国就2个公爵，莱顿家就是其中之一，能给这种顶级豪门施压的，全天下恐怕也就那个人了。威尔赫米娜直接把话挑明了，难道这是陛下的意思？这话一出口，海伦手里的茶杯直接停住了，看来这回是真戳到痛处了。看这反应，威尔赫米娜心里就有数了，果然被他猜中了。海伦半天没吭声，这默认的态度已经说明了一切，看来这事儿还真是那位陛下的手笔。算算日子，他去年才刚上位，这屁股还没坐热呢，就开始琢磨怎么对付老臣了。听说这位陛下一直跟东部那帮人走得很近，当初能顺利登基，东部派系可是出了大力的。
可海伦背后的莱顿家族偏偏是西部派系的领头羊，这两边那可是出了名的死对头。更要命的是，海伦的身份可不一般，她是先皇后的亲生女儿，上头还有一个当大皇子的亲哥哥，这层关系摆在这儿，陛下想动西部派系，海伦就是他绕不开的第一道坎。现在的皇帝是二皇后的儿子，当初他可是费了不少劲才把大皇子挤下去坐上皇位的，所以威尔赫米娜心里很清楚，皇帝早就把莱顿家族还有他那个同父异母的姐姐海伦当成了眼中钉、肉中刺。可问题是，莱顿家族家大业大，不仅有钱，手里还握着大片的领地，在社交界那更是说一不二的存在。皇帝现在根基还不稳，要是没有个万全的计划，他根本不敢随随便便动这家人。毕竟这种豪门大户，一旦处理不好，不仅会坏了自己的名声，政治上的反扑他也未必受得了。威尔赫米娜越想越觉得这事儿没那么简单，皇帝肯定在憋什么大招。原本莱顿家族稳如泰山，可谁能想到老公爵竟然在这个节骨眼上突然撒手人寰了。这一死，原本密不透风的防线一下子就露出了破绽。威尔赫米娜现在敢肯定，这背后绝对是那位陛下的手笔。说起这位老公爵，那可是个狠角色，前前后后害死了4任妻子，结果到头来自己也没落个好下场。他这一走，倒把威尔赫米娜给剩下了。毕竟他可是老公爵亲手买回来的第5任妻子。对莱顿家族来说，他现在就是个没用的累赘，按理说该直接扫地出门，可真要这么干了，那名声可就彻底臭了。皇帝手里攥着贵族名册，只要他想插手，随时都能找个名头。除了这位陛下，谁还敢在这个时候提议让落魄贵族的女人进门当婆婆？威尔赫米娜现在的处境其实挺尴尬的，海伦心里很清楚，现在的莱顿家族已经经不起任何折腾了，与其把威尔赫米娜赶走，惹得皇帝大发雷霆，倒不如把这个麻烦留下来，哪怕心里再不痛快，也能堵住外人的嘴，把自家的破绽给藏好。就算皇帝一句话都不说，这种无形的压力也足够让莱顿家族低头了。说到底，他们这就是在向恐惧妥协，这说明莱顿家族现在对帝国的风吹草动简直敏感到了极点。威尔赫米娜心里跟明镜似的，这家人现在是进退两难，既没胆子把他赶出门，更不敢让他就这么跑了。威尔赫米娜感叹，真是有趣。海伦在旁边一言不发，这气氛显然是已经落了下风。威尔赫米娜这杯茶一喝，心里就有数了，原来这就是所谓的明争暗斗。坐在对面的海伦显然没这么淡定，两边这就算是正式对上了。不过威尔赫米娜倒是挺满意，觉得住在这儿也挺舒服，以后应该出不了什么岔子。他放下茶杯，直接给出了答复，既然你都开口了，那我就答应你的要求。既然答应了要去参加舞会，威尔赫米娜可不打算吃亏，他先给海伦戴了个高帽子，说自己以后还得靠对方多指教。紧接着话锋一转，说自己现在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总不能穿着睡衣去丢人吧？这明摆着是要海伦大出血。威尔赫米娜这要求提得理直气壮，想要我露面，那就要先给我买一身行头。海伦倒也干脆，直接一口答应了下来，还主动问他还有什么想要的。看来为了让威尔赫米娜出门，海伦这次是真设得下血本啊。威尔赫米娜接着提要求，说听说西边的冬天特别冷，他还想要几件厚实的外套。海伦这会儿倒是挺大方，二话不说就要去叫裁缝，觉得买几件衣服根本不算事儿。可威尔赫米娜却摇了摇头，说这些衣服不是给自己穿的，而是要给别馆里所有的佣人。他在那儿仔细算了一下，直接报了个数字，说大概需要30件。这下海伦彻底没话说了，估计他怎么也没想到威尔赫米娜会拿他的钱去做好人。威尔赫米娜给出的理由也很简单，就是觉得佣人们的制服太薄了。海伦这下是真被问住了，谁都能看出来，让女仆们穿这种又紧又不保暖的制服，肯定是海伦故意刁难人的主意。威尔赫米娜可没忘，之前女仆安娜进屋的时候，总会念叨屋里真暖和，说明外面那是真冷啊。提这些要求对威尔赫米娜来说已经足够了，她就这么气定神闲地坐着，等着对方给个准话。海伦还是有点不敢相信，问他是不是认真的。威尔赫米娜连眼都没眨，直接回了一个字：是。这下好了，海伦和旁边的女仆全傻眼了，谁能想到这位新来的一开口就要替下人讨公道？威尔赫米娜心里很清楚，对方肯定以为他会狮子大开口，要一堆金银财宝，可他明白贪多嚼不烂的道理，毕竟在这个家里，他现在还没站稳脚跟，要是这会儿做得太过火，万一对方翻脸，他这个有名无实的身份，恐怕连现在的安稳日子都保不住。所以他决定见好就收，只要对方愿意给的，他拿够了就行。威尔赫米娜站起身说，今天早上还有别的安排，就不在这儿多待了。他心里惦记着那几个在洗衣房干活的孩子，算算时间，他们这会儿也该到了。威尔赫米娜也是纳闷，在这个到处都是魔法的世界，怎么就没人能发明个带热水功能的洗衣机呢？就在他准备出门的时候，突然又停下了脚步。海伦还没从刚才的震惊中缓过来，只能愣愣地看着他。威尔赫米娜回头补了一句，说海伦真是个称职的儿媳妇。这话听着像是在夸人，可海伦心里却咯噔一下，这女人到底在打什么算盘？海伦这下彻底懵了，她完全没听懂威尔赫米娜这话到底什么意思。威尔赫米娜倒是淡定得很，她说自己可不是随口客气，这绝对是发自内心的赞美，毕竟明明心里恨得要死，面上还得恭恭敬敬叫一声婆婆，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威尔赫米娜算是看明白了，海伦为了撑起这个家，每天戴着面具演戏，这心理素质确实够硬。随着房门关上的声音，屋里只剩下海伦一个人，她就这么僵坐在位子上，半天都没回过神来。这新来的婆婆看来比她预想的
要难对付得多。最近府里的风向全变了，下人们私下里都在转。威尔赫米娜其实是个大好人，说他虽然看着不好惹，但对底下人是真上心，甚至才来了2天，就把所有人的名字都记住了。这种事儿在公爵府以前那是想都不敢想，大家都觉得他那点脾气其实都是为了大家好。刚才那些话还在耳边绕，海伦一个人站在窗前，这事儿越琢磨越不对劲。这下海伦彻底没住，如果这些传闻是真的，那他之前的防备岂不是全搞错了对象？海伦越想越觉得不对劲，这世上哪有平白无故的好人？他根本不相信威尔赫米娜真的像传闻中那么简单。就刚才那一会儿功夫，威尔赫米娜就把家里的局势摸得一清二楚，这份眼力劲儿可不是一般人能有的。听说他以前在学院里还专门钻研过政治，这下海伦更坐不住了。懂政治的人心眼儿能少到哪去？海伦断定这一切都是演戏，为了看清对方的真面目，他决定派个心腹过去盯着。这人可是从皇宫里带出来的，绝对靠得住。海伦现在是真发愁，连自家公爵大人都指望不上。这种关键时刻，男人果然只会掉链子。本来定好半小时后见孩子，结果满脑子都是威尔赫米娜，正事儿全给耽误了。往窗外一扫，2个孩子竟然提前到了。保姆这活儿干的也太没规矩，孩子们还在那儿商量呢，说是要摘点花让妈妈开心。可海伦现在哪有这份闲情逸致？唰的一下，他直接把窗帘给扯死了。这一挡是把孩子隔在了外面，也是把自己关进了死痛。他刚要走，却又猛地停下了脚步，这心里的一道坎，怕是没那么容易过去。威尔赫米娜突然开口：“海伦，我觉得你是个很优秀的儿媳妇。”这话听着像是在夸奖，可海伦心里却直打鼓。优秀？咱们才见了几面，他凭什么就敢下这种结论？明明威尔赫米娜年纪更小，可被他这么盯着，海伦总觉得心里毛毛的，就像整个人都被看穿了一样。这种感觉真是糟糕透了。看来这新来的婆婆比想象中还要难对付。公爵府的大戏还没开演，咱们先来看看这现代职场到底在搞什么名堂。老师问金小姐：“你听明白了吗？”现在最火的就是这3个词：穿越、附身，还有转生。这可是网文圈的财富密码，必须得刻在脑子里。看着桌上那本转生成公主婆婆的小说，金哈娜只能尴尬的应了一声。毕竟这种设定对普通人来说确实有点超前。老师还在那滔滔不绝，说这些都是网文的基本功，不管哪种套路，主角肯定都带着前世的记忆，要么是回到过去重新开始，要么就是直接钻进别人的身体里。学生这通长篇大论倒是歪打正着，让金哈娜在变成威尔赫米内后没那么手忙脚乱。可光懂套路有什么用？这地方的现实情况比小说里写的还要离谱。在这个人权还没起步的世界，到处都是被压榨的劳动力，连孩子都得没日没夜的干活。威尔赫米娜虽然想改变现状，但在这种等级森严的地方，每一步都走得很艰难。他打算先从身边的小事抓起，打破这种衣来伸手的规矩。谁能想到这第一步就让周围的人全看傻了。威尔赫米娜摆摆手，说以后只要帮他准备早餐就行。这话一出，旁边的女仆直接听傻了。威尔赫米娜越想越气，难道非要趁他睡觉的时候大清早爬起来打扫吗？想什么时候干就什么时候干，别再搞这种折磨人的规矩了。看着屋里这些干活的孩子，威尔赫米娜心里真不是滋味。他们这么小就要出来挣钱，就为了混口饭吃。虽然在贵族家里干活已经算是不幸中的万幸，起码不用去干那些更要命的脏活累活。听说这家的主人对下人还算过得去，可即便如此，这些孩子依然过得像个工具。如果连这里都让人看不下去，那外面的世界到底得有多糟糕？威尔赫米娜心里清楚，现在让他们丢了这份差事，反而是断了这些孩子的活路。在这个世道，没活干就意味着没饭吃，这已经不是换个老板能解决的事了，而是整个社会都在生病。他一个人想改，真的太难了。就在他发愁的时候，旁边的米莉内突然开口了，说他现在的样子就像是刚吃了个大酸柠檬。威尔赫米娜这下有点慌，难道自己刚才的样子把这孩子给吓着了？他赶紧收起心思，问米莉内土豆吃完没？毕竟眼下能做的也就是让他先填饱肚子了。威尔赫米娜看他吃的差不多，顺口问了一句还要不要？结果米莉内摇了摇头，说不用了。可看他这副扭捏的样子，威尔赫米娜一下就反应过来了，这小家伙估计是想起刚才做大腿的事了。既然看穿了，那干脆就再宠他一回。威尔赫米娜笑着问他要不要再做上来，刚才还不好意思呢。这下立马就乐开了花，问真的可以吗？那当然没问题。威尔赫米娜这温柔的一摸，算是彻底把这孩子的心给收服了。可他还没意识到，这种不合规矩的温柔迟早会传到公爵的耳朵里。米莉内缩在威尔赫米娜怀里，突然小声问了一句：“您以后还会一直留在这儿吗？”威尔赫米娜给了肯定的回答。这下小家伙总算把心放回了肚子里。看来府里的那些闲话，连这些孩子都听进去了。大家都以为他会被赶出别馆，毕竟这地方的规矩大得很。威尔赫米娜抱紧了怀里的孩子，心里反倒有点感谢那位陛下，要不是这阴差阳错的安排，他也没法像现在这样安稳。他顺口问了一句：“那你今天都要干点啥？”米莉内立马来了精神，说：“今天得去花园拔草，那些秋天长出来的杂草特别硬，不使劲根本拔不动。拔草这活儿虽然累，但只要有约翰在就没问题。”约翰？威尔赫米娜愣了一下，这名字听着实在生疏，府里这些孩子的名字，他明早就记全了，难道还有自己没见过的？米莉内解释说，约翰其实就是个跑腿的，干的是那种按天结账的零活，还是园丁大叔给介绍进来的。这孩子
也是个苦命人，春夏两季活儿多还能凑合，一到秋冬就彻底没劲象了。大家看他可怜，想拉他一把，结果他倒好，直接给拒绝了。威尔赫米娜觉得奇怪，有口饭吃为什么不要？米莉内这下支支吾吾的，原来这约翰是怕了那些贵族，在他眼里，只要做错一点事，就会被那些大人物抽鞭子。虽然大家都劝他说现在的夫人绝对不会那样，可约翰以前见过老公爵，那种阴影哪是三言两语能抹掉的？再加上这种跑腿的活儿，本来就没个准信。大冬天的，要是没草拔，他连1分钱都拿不到，更何况他还是个没爹没娘的锅。听到这儿，威尔赫米娜心里大概有数了。要是见识过老公爵的手段，这孩子害怕也是正常的。他接着问了一句：“那约翰是一个人住吗？”米莉内摇了摇头，说他还有个年幼的妹妹，全家就指望他一个人挣钱，最近实在没吃的，听说他们只能剥树皮煮粥喝。威尔赫米娜看着这群孩子，问他们是不是跟约翰关系都挺好。大家伙儿齐刷刷地点头，看来这约翰在孩子们心里分量还真不轻。既然知道了这事儿，以威尔赫米内的性子，肯定不能坐视不管。孩子们提起这个约翰，那是赞不绝口，说他不仅力气大，脑子还灵光，就算不是自己的活儿，也会主动搭把手。威尔赫米娜听出来了，这孩子在大家心里评价还真不是一般的高。他又特意确认了一遍，这孩子办事真的靠谱吗？孩子们异口同声的打了包票，这下他心里总算有底了。既然这样，那还真得见上一面。正好他身边也缺个信得过的跑腿，要是能把这孩子招过来，也算是一举两得。画面一转，到了花园里，有人正猫着腰在那儿使劲，看来这就是那个传闻中的约翰了。可这第一面恐怕没那么好见。瞧着干活的劲头，一看就是个实诚孩子。为了家里那个等米下锅的妹妹，他这手是一刻都不敢停。这就是大家口中那个约翰，虽然年纪不大，但这肩膀上扛着的可是全家人的生计，好不容易能喘口云气，他这心里估计还在盘算，今天干完这些，能不能给妹妹换回2块黑面包。可他哪能想到，就在这不远处的树荫后面，已经有人盯上他了。在他心里，贵族这2个字就跟噩梦没区别，就因为漏拔了几棵杂草，弄脏了那人的鞋，换来的就是一顿毒打。在那帮大人物眼里，他的命还没一双鞋值钱，这种日子他过怕了。虽然知道正式当差能吃饱饭，可万一命丢了呢？他要是倒下了，家里那个年幼的妹妹又该怎么活下去？钱再重要也没命重要，要是自己出了事，妹妹丽丽就没人管了。只要还有活干，哪怕再累也得咬牙撑着。就在他埋头苦干的时候，余光里好像多了个人影。这一抬头，眼前的景象让他整个人都愣住了。在这一片绿油油的花园里，竟然坐着一位蓝头发的贵族小姐。威尔赫米娜就这么静静地待在那儿，这可把约翰给整不会了。这大白天的，花园里居然来了个不速之客。威尔赫米娜这身打扮，在这个季节显得格格不入，怎么看都不像是个正常路过的。这可把干活的约翰愁坏了。他正打算清理杂草呢，结果这位倒好，偏偏站着最碍事的地方。约翰一边走一边琢磨，看他身边一个随从都没有，穿的又这么奇怪，估计也就是个普通人吧。约翰硬着头皮凑过去，不好意思，我必须清理一下那边的杂草。威尔赫米娜回过头，是吗？挡着你的路了？那真是不好意思。这态度倒是挺客气。约翰赶紧低头行礼，虽然看他不像什么大贵族，但总觉得这女人身上有种说不出来的劲儿。还没等他琢磨明白，威尔赫米娜突然开口问了一句：“你是约翰吗？”约翰整个人都僵住了，这女人到底是谁？怎么会知道他的名字？威尔赫米娜直接摊牌了：“是米莉内跟我提过你。”这名字一出来，约翰心里更没底了。这位大小姐到底是哪路神仙？威尔赫米娜接着说：“听说你除草特别厉害，而且人聪明又善良。”这一通夸奖下来，把约翰整不会了。还没等他琢磨明白，他这屈尊降贵的一蹲，两人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这距离一拉近，约翰立马发现不对劲了。这位大小姐身上居然一点那种刺鼻的香水味都没有，反而全是黄油和草药的清香。这味道他总觉得在哪儿闻过。威尔赫米娜突然问了一句：“你喜欢吃土豆吗？”约翰这下是真懵了，这话题转的也太离谱了吧。结果人家还真掏出了2个热乎乎的土豆，说是现在的土豆虽然没春天的好吃，但味道也还凑合。看着这冒热气的土豆，约翰一下子全明白了，难怪这味道这么熟悉，这就是以前妈妈和奶奶还在的时候，家里煮草药和烤面包的味道。这种久违的感觉让他一下子放下了所有戒备，这味道确实让人没法拒绝。威尔赫米娜还特别贴心，说要是土豆皮不好剥，尽管找他帮忙，甚至连热腾腾的肉桂茶都备好了。这哪像是高高在上的大小姐，简直就是邻家大姐姐在嘘寒问暖。两人就这么坐在长椅上聊了半天，虽然气氛看着还挺融洽，但威尔赫米娜心里很清楚，这约翰防备心重着呢，哪怕是拿出了杀手锏，也没能让他彻底交心。这下可把他给郁闷坏了。想当年自己也是个金牌导师，结果现在连个年轻人都搞不定，这职业生涯怕是要遇上滑铁卢了。威尔赫米娜试探着问：“以后还能再来找你吗？”没想到这招还真管用，约翰答应的挺干脆，说每个周3早上都会在这儿。威尔赫米娜赶紧趁热打铁，说下次还给他带土豆。别看他表面上只是送土豆，其实心里早就有打算了。这孩子聪明伶俐，绝对是个可造之才。身为莱顿公爵领的遗孀公爵夫人，他现在急需一个信得过的人，帮他盯着城堡外面的动静。毕竟刚接手这么大个摊子，总得找个帮手把局势摸清楚，顺便还能给这孩子找份正经差事，真是一举两得。刚跟约翰告别，威尔赫米娜还没走2步，就瞧见个熟面孔。主堡的管家怎么突然跑到别馆来了？
管家恭恭敬敬行了个礼，说是奉了海伦夫人的命，特意来传个话。威尔赫米娜心里门儿清，这位海伦怕是忙得连见他一面的功夫都没有。管家倒也实诚，说希望他能体谅体谅。其实说白了，除非真出了什么大事，那位夫人压根就不想跟他打照面。这大老远派人过来，到底带了什么消息？这位海伦夫人虽然表面客气，但心里压根没把威尔赫米娜当自己人。这不，派管家送来的消息果然没那么简单。管家说，下周有个小型舞会，是为了庆祝边境伯爵的功绩。本来这种场合该海伦夫人出席，可她偏偏说自己抽不开身。威尔赫米娜一听就明白了，这是要让她顶包去参加啊。管家还说的特别好听，说是为了让她早点适应西部的社交圈，这理由找得真是滴水不漏。说的倒好听，其实就是把我当成个替补队员，哪儿需要往哪儿搬。不过这次舞会规模虽然不大，但请的都是领地的重臣和亲信，这出戏看来是非演不可了。管家还在那儿画大饼，说这是融入上流社会的好机会。威尔赫米娜心里清楚，这哪是商量，根本就是通知。既然躲不过去，他干脆一口答应了下来。反正作为替补出场，到时候只要不出大错就行。可管家接下来的话，让他觉得这事儿没那么简单。除了裁缝，还要请个懂行的夫人过来，美其名曰是帮他熟悉西部的规矩。说白了，不就是嫌他不够体面，怕他这个公爵夫人丢了领地的脸吗？虽然这听着有点扎心，但威尔赫米娜倒也想得开。既然有人愿意叫，那就趁这个机会好好学学，看看这西部的社交圈到底藏着什么名堂。威尔赫米娜答应是答应了，但他特意交代了一句，让那位夫人下午再过来。管家这就纳闷了，多嘴问了一句为什么。威尔赫米娜倒也直白，说自己早上根本起不来，只想补个觉。其实他心里想的是，上辈子在韩国读书的时候，早起还没起够吗？这辈子好不容易当了贵族，谁也别想剥夺他赖床的权利。管家虽然觉得这理由有点离谱，但也没敢多说什么，行了个礼就赶紧去办了。没过多久，别馆的大门缓缓打开，一辆华丽的马车停在了门口。看来那位被请来叫规矩的夫人已经准时上门了。威尔赫米娜已经准时在门口候着了。这马车刚一停稳，正主就该登场了。瞧这下车的架势，来头绝对不简单。这位就是罗兰夫人，她可是西部最厉害的礼仪导，经她手调教出来的贵女，那是一个赛一个的体面。看来海伦夫人这次是真请了个狠角色过来。威尔赫米娜心里明白，这真正的考验总算开始了，能不能在西部站稳脚跟，全看接下来的表现。罗兰夫人这尊大佛一露面，气场立马就不一样了。这可是威尔赫米娜接手的第一个硬骨头。这位罗兰子爵夫人可不简单，她是京城最有名的礼仪专家，那本畅销全城的礼仪书就是她写的。丈夫去世后，她没去争家产，反而成了无数名媛的噩梦，专门调教那些不懂规矩的豪门千金。接下来的整整3天都要在这位严师手底下讨生活，这日子恐怕不好过。训练才刚开始，罗兰手里的戒尺就没停过，他冷冷地吐出2个字：重来。他盯着威尔赫米内的一举一动，下巴要收好，看人的时候头绝对不能抬。这种高强度的训练，一般人还真扛不住。罗兰这要求简直细到了骨子里，下巴的角度差一点都不行，肩膀还得拼命往后收，连呼吸都要按规矩来，背部必须挺得像块钢板。这哪是学礼仪，简直是在受刑。到了餐桌上，规矩就更多了，勺子得往外推，还得保证一点声音都没有。罗兰就在旁边死死盯着，每一块肉的大小都得切得一模一样，连敬酒的高度都有讲究，杯子必须起眼高。这3天的特训才刚刚开了个头，这一整天的特训下来，威尔赫米娜整个人都快散架了。想当好这个公爵夫人，真不是一般的难。虽然累得够呛，但好在今天挨骂的次数变少了，只要再坚持一下，明天一定能做得更完美。转眼到了第2天，新一轮的考验准时开始。不过这次的气氛明显变了。罗兰看着眼前的学生，语气终于缓和了不少。他说，威尔赫米娜表现得很稳重，连最细小的错误都没犯，看来这几天的苦没白受，最难的一关总算是挺过来了。罗兰这关总算试过了。威尔赫米娜赶紧道谢，说这全靠夫人的教导。罗兰交代说，虽然还有不少要学的，但好在这次舞会不用跳舞，只要不出大差错，应付接下来的场面绝对没问题。这下威尔赫米娜心里更有底了，既然没有舞伴，就省去了最麻烦的跳舞环节，只要做好基本的社交，这趟任务就算完成了一大半。可就在这时候，罗兰的语气又变了，看这架势，最后还有一件最关键的事要交代。罗兰接着交代，接下来要教教你怎么应付那些刚进社交圈的小姑娘。可话还没说2句，罗兰的状态就不太对劲了，这明显是累过头了。威尔赫米娜反应很快，赶紧喊了一声，罗兰夫人。既然接下来的课全靠嘴说，威尔赫米娜提议，咱们还是坐下聊吧。罗兰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点头答应了。看来这位严师身体确实到了极限。威尔赫米娜赶紧过去扶住他。威尔赫米娜扶着罗兰坐下，顺手递过去一个小布包，让他先拿在手里。罗兰这下有点懵了，赶紧问这是什么东西。威尔赫米娜解释说，里面是一块暖石，要是觉得烫，就用手帕包着拿。罗兰完全没反应过来，这位公爵夫人怎么突然对自己这么关心？结果威尔赫米娜一句话直接说到了罗兰心坎里。夫人的手实在是太冰了，谁能想到这个平时看着大大咧咧的学生，心思竟然这么细。其实威尔赫米娜
早就发现了。之前上课的时候，罗兰总会不自觉地揉搓双手，这明显是手脚发凉的老毛病了。按理说摘掉手套会舒服点，但罗兰这种把礼仪看得比命还重的人，绝对不会允许自己失了体面，所以这块小小的暖石简直送到了他的心缝里，既全了面子，又暖了身子。罗兰这下是真的被触动了，他盯着手里的东西看了半天，最后轻声说了句：“谢谢你。”谁能想到，这对一直较劲的师生关系竟然因为一块石头开始破冰了。罗兰捧着这块暖石，感叹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暖和的东西。威尔赫米娜倒是一点没鞠躬，直说石头是随从找来的，自己也就顺手拿帕子包了一下。罗兰看着那块帕子，随口问了一句：“这布料是打哪儿买的？”结果威尔赫米娜的回答让罗兰直接愣住了。他说：“这帕子是他亲手做的。”罗兰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堂堂公爵夫人竟然会亲自动手给随从做东西。威尔赫米娜笑着点点头，觉得这根本就不算什么难事。谁能想到，这位看似娇贵的夫人，私底下竟然这么接地气。其实早在当今哈内的时候，为了照顾学院里的孩子，他就练出了一手好针线活，不管是缝补衣服还是绣名字，全都不在话下。威尔赫米娜解释说，那是看孩子们冬天洗衣服太动手，他这一心软，干脆一口气做了20个，就为了让大家都能暖和点。罗兰听完忍不住感叹，夫人的手艺确实是好，但在这种身份的人身上确实太少见了。威尔赫米娜反而觉得奇怪，这难道不是谁都会的吗？罗兰无奈地摇了摇头，虽说名门闺秀都要学刺绣，但谁会自降身份去给下人缝东西呢？罗兰低头看了看茶杯，一眼就认出了里面的生姜和干果。他有些意外地问：“这茶是你自己挑的？”威尔赫米娜一边倒茶，一边大大方方地承认了，还贴心地提醒罗兰：“趁热喝才最管用。”罗兰心里其实挺感触的，毕竟生姜这东西在当时可是贵得吓人的稀罕货。威尔赫米娜却笑了笑，反问了一句：“罗兰女士，您不是最怕冷了吗？”这话一出口，罗兰整个人都愣住了。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位夫人不仅看出了他的老毛病，还为了让他暖和点，连这么贵的东西都舍得拿出来。威尔赫米娜接着说：“这西边可比京城冷多了，还没入冬呢，这天儿就跟冰窖似的。”他看着罗兰这一身厚实的打扮，心里早就明白了，这种天寒地冻的日子，对怕冷的人来说简直是遭罪。威尔赫米娜笑了笑，说自己其实也特别怕冷，手脚冰凉那种滋味，她比谁都清楚。虽然她没法对罗兰失去丈夫的痛苦做到完全的感同身受，但在怕冷这件事上，两人倒是出奇的一致。看着这杯冒热气的姜茶，罗兰一直紧绷着的那根弦好像一下子就松动了。罗兰端起茶杯抿了一口，这杯热腾腾的姜茶下肚，不仅身子暖了，连带着看人的眼光都变了。他放下茶杯，这清脆的一声响也代表着考核正式结束。罗兰看向威尔赫米娜，语气比之前客气了不少：“夫人，关于这段时间的观察，我想跟您聊聊结果。”罗兰坐在这儿就开始摆起老资格了。他说自己教了几10年的礼仪，不管是拿扇子的姿势，还是跟绅士散步该空出哪只手，甚至连吃什么不该吃什么，全都是他教出来的。威尔赫米娜听得有点纳闷，不是说要公布考核结果吗？怎么突然一往西了？罗兰接着感叹，教了这么多年才明白，真正的教育光靠嘴说可没用。威尔赫米娜听着听着，心里大概就有数了。以前金哈娜在现代生活的时候，天天操心的都是些鸡毛蒜皮，叮嘱孩子把鞋穿好别崴了脚，还得盯着学生别把手机藏文具盒里，甚至连用头发遮耳机这种小动作都得挨个去抓。现在回想起来，以前那些烦恼简直太小儿科了，跟现在的处境比起来，根本就不算个事儿。罗兰接着感叹，大家都以为他只是教名媛怎么走路，其实他真正想教的是身为贵族该有的道德和担当，得让这些姑娘们明白站在高处的人到底该怎么想问题。这番话刚说完，罗兰直接站了起来，威尔赫米娜也赶紧想跟着起身，结果罗兰摆了摆手，让他先在位子上坐好。紧接着，罗兰主动拉住了他的手，这一下直接把威尔赫米娜给整不会了。罗兰笑着叹了口气，他说自己已经没什么能教的了，因为威尔赫米娜身上那种东西是再厉害的老师也教不出来的。这3天的一举一动，罗兰其实全看在眼里，那种发自内心的善良才是最难得的考核答案。既然老师都这么说了，那这次考核的结果是不是已经板上钉钉了？威尔赫米娜听得一头雾水，自己平时也就随手帮个忙，怎么就成善良的典范了？罗兰笑着解释，其实答案就在那些下属脸上，女仆们干活时的那份自在，还有罗兰训话时躲在门缝后面担心的那群孩子，这些细节骗不了人。这说明威尔赫米娜是真心把身边的人当人看，而不是高高在上的主子。这种体恤下属的格局，才是当家主母最硬的底气。罗兰这番话算是给这3天的考核画了句号，他觉得威尔赫米娜已经出师了，只要守住这份初心，以后不管遇到多大的坎儿，估计都难不倒他。这下考核总算是有惊无险。考核刚结束，边境伯爵的舞会邀请函就送到了。奇怪的是，这次舞会竟然只请了40个贵族。按理说，边境伯爵家在西部的根基那可是深得吓人，甚至能跟莱顿家族平起平坐，而且他们家世世代代都是顶尖剑客，在骑士圈子里地位极高。威尔赫米娜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心里直犯嘀咕：这么有头有脸的人家办舞会怎么会这么寒碜？罗兰在一旁道出了实情，原来西部名义上还在哀悼期，所以场面上必须得收敛点。威尔赫米娜一听这话，立马就抓住了重点，既然只是名义上的哀悼，那背地里恐怕早就没人把这规矩当回事了。这小小的舞会背后到底藏着什么猫腻？
老公爵去世还没到2个月，这西部的人就坐不住了。看来这位老人家生前人缘确实不咋地。威尔赫米娜回想了一下，自己当初也就穿了1周丧服，可有的夫人甚至要穿上1、2年，这规矩可真够磨人的。这么一比，海伦确实是个狠人，毕竟他那个公公可是前后娶了5个老婆，在那样的环境里熬出头，真不是一般人能办到的。威尔赫米娜琢磨着，自己以后也得给海伦当个榜样，做个模范婆婆。可这模范婆婆到底该怎么当？想来想去，她总算悟出了真谛，那就是啥也别管，反正管了也是添乱，老老实实待着，就是对儿媳妇最大的支持。反正电视里演的那种恶婆婆，我是绝对不会当的，毕竟那种狗血剧情看多了都觉得累。正琢磨着呢，女仆就过来请人了。威尔赫米娜这才回过神，舞会马上就要开始了，既然准备好了，那就出发吧。看看这西部的贵族圈子到底是个什么成色。等他真正踏进这间华丽的宴会厅，气氛一下子就变了。虽然说是为了哀悼要收敛，但这满屋子的金碧辉煌，可一点都没看出来哪里低调。这40个人的小圈子，每个人心里都揣着小算盘。威尔赫米娜这一露面，接下来的戏码恐怕比电视里演的还要精彩。威尔赫米娜一眼就锁定了目标，那个人肯定就是公爵了，也就是米哈伊尔。说实话，他比想象中要年轻得多，这气质乃像个守城的老牌贵族，倒更像是个白手起家的开拓者。传闻莱顿家族流着皇室的血，现在看他那一头金发，这事儿准没跑了。谁能想到呢？这竟然是2人的第一次正式碰面，在别人的地盘见自己的继子，这场面确实有点尴尬。不过换位思考一下，要让米哈伊尔管一个比自己还小的女人叫妈，换谁也受不了。这第一面他会是什么态度？威尔赫米娜心里直打鼓，毕竟自己这个继母身份尴尬，米哈伊尔见到他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好脸色。可谁能想到，米哈伊尔一转头，竟然笑得比谁都灿烂，还亲亲热热地喊了一声母亲。这一下直接把威尔赫米娜给整不会了，这剧本不对啊！说好的豪门恩怨呢？米哈伊尔主动走上前，大大方方地自我介绍，说能在这儿见到他，自己真的特别高兴。威尔赫米娜还没缓过劲儿，只能顺着话茬报出了自己的名字。结果米哈伊尔笑得更欢了，直接把姓氏也给补全了。这热乎劲儿到底是真的还是装的？威尔赫米娜这下彻底懵了，只能尴尬地回了一句幸会。这剧本跟他想的完全不一样啊！这乃像是豪门继子见继母，简直就像是热情的班长在欢迎刚转学过来的新生。米哈伊尔这态度简直没话说，还专门为了没早点去打招呼道歉，说是因为最近实在太忙了。威尔赫米娜赶紧客气了几句，这种扑面而来的热情真是让他有点招架不住。结果米哈伊尔话锋一转，提到了他那位还没露面的夫人，说是夫人觉得他需要时间适应，才没让大家伙过去打扰。威尔赫米娜表面上在微笑，心里却在疯狂吐槽，这种话还不如不说呢。这要是传出去，听着就像米哈伊尔在背后说自己老婆坏话一样。他忍不住怀疑米哈伊尔到底有没有听懂他夫人真正想表达的意思。这种时候看一眼管家的表情，心里就有数了。果然不出所料，管家在旁边急得满头大汗。这公爵大人真是个铁憨憨，什么需要时间适应，全是场面话。人家夫人明明是想避嫌，不想惹出什么乱子。毕竟新任家主要是对新继母表现得太卑微，在外人眼里那可就太不像话了。按理说当上一家之主就要拿出该有的威严，哪怕冒着惹恼皇帝的风险，也得把架子端住了。可这位倒好，米哈伊尔完全没这觉悟，还笑呵呵的嘘寒问暖，问他在别馆住的习不习惯。威尔赫米娜看着这张笑脸，心里忍不住犯嘀咕，这家伙脑子里该不会装的全是空气吧？米哈伊尔语气听着还挺温柔，看你过得还不错，在别馆住的还习惯吗？威尔赫米娜笑着回答，挺好的，没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可他心里清楚得很，绝对不能被这家伙的表象给骗了，得时刻保持警惕才行。米哈伊尔接着又说，但我还是担心你住得太远，离母亲太远了。他甚至还提议，要是你愿意的话，可以搬回主城来住。这听着像是关心，其实就是想把人放在眼皮子底下盯着。这招可真够狠的。威尔赫米娜想都没想，直接就把话给堵死了。不用了，没那个必要。这2人表面上客客气气，实际上已经开始过招了，谁也不肯让步。搬回去住，那简直就是噩梦，不仅要天天提心吊胆，还得随时防着那个海。这要是真住在一起，妥妥的一出婆媳大战，到时候自己肯定会变成人人喊打的那个。米哈伊尔刚想再劝2句，结果管家突然过来了，说活动马上就要开始。这下可把威尔赫米娜救了，他在心里给管家点了1万个赞，这时机抓的也太准了。米哈伊尔也没办法，只能先带他去会场。这尴尬的对话总算是结束了。米哈伊尔把手伸了过来，这戏既然已经开场了，威尔赫米娜就没法再拒绝，只能硬着头皮接招。既然今天是替海伦出席，那就要拿出该有的样子来，要做就要做到最好，绝不能让人看扁了。2人就这样并排走进了会场，这公爵府未来的风向恐怕从这一刻起就要彻底变了。随着管家的一声吆喝，切尔希尔伯爵正式登场了。他对着米哈伊尔和威尔赫米娜恭恭敬敬地行了个礼。米哈伊尔客套的不行，笑着问人家这一路上还顺利吧？伯爵赶紧接话说，今晚来这儿心情特别好，比前几个月轻松多了。威尔赫米娜站在旁边，一句话也不想多说，只想赶紧把这流程走完。他觉得自己现在就像个漂亮的木头人，只要在这儿站着就行。虽然没人敢上来搭话，但周围那些打量的目光可是一点都没少。
这帮贵族心里都在盘算，他跟米哈伊尔到底什么关系？要是跟他说话，会不会惹得公爵大人不高兴？最关键的是，大家都在猜这个女人到底是何方神圣。管家还在那儿一个接一个地念着宾客的名字。威尔赫米娜看透了，这帮所谓的贵族其实跟普通人也没啥区别，全都是来看热闹的。他现在唯一的念头就是等这波人见完，赶紧拿点吃的躲进休息室。这地方他是一秒都不想多待。终于等到最后一位客人了，米利泽子爵带着女儿伊丽娜，总算是露了面。威尔赫米娜本来想松口气，结果盯着这姑娘看了一眼，整个人都不好了。这哪是来参加宴会的，简直是来受刑的。看那鞋跟，比威尔赫米内的高出一大截。这年纪轻轻的，脊椎怕是要废了。还没完，那束腰勒得也太狠了，连肩膀都露在外面。这姑娘现在的状态，看着可不太妙啊。威尔赫米娜越看越觉得离谱，这孩子才多大啊，就被打扮成这样，看他那样子，明显是快撑不住了。结果当爹的不仅不心疼，还在那儿催让他走稳点。伊丽娜只能小声答应着，这哪是来参加宴会，简直是来受罪的。威尔赫米娜这下是真的火了，这当家长的到底在想什么？子爵带着女儿过来打招呼，威尔赫米娜心里直犯嘀咕，乐成这样，他还能弯得下腰行礼吗？果然，威尔赫米娜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伊丽娜这口气还没喘匀，整个人就开始晃悠，这一晃，全场都乱了套。伊丽娜睁开眼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躺在休息室里了，这下可真是丢人丢到家了。她现在满脑子都是完了，在公爵府的宴会上当众出丑，这要是传出去，以后还怎么在圈子里混？结果一抬头，威尔赫米娜正坐在旁边盯着她。伊丽娜这下更慌了，这位可是传闻中不好惹的大人物。威尔赫米娜倒是没废话，直接告诉她刚才吐了好一阵子，顺便问她现在好点没。伊丽娜整个人都懵了，这种最狼狈的样子，怎么偏偏被公爵夫人看了个正着？威尔赫米娜没打算就这么算了，直接让人端来了南瓜浓汤，问伊丽娜能不能喝得下去。伊丽娜现在整个人都是懵的，只能小声答应着。这剧情走向跟她想的完全不一样。看着眼前的热汤，伊丽娜心里直犯嘀咕，刚才这位夫人还气场全开，怎么现在突然变得这么体贴？威尔赫米娜盯着她问，平时到底有没有好好照顾自己？伊丽娜还没反应过来，整个人就被威尔赫米内扶住了。这位公爵夫人当众宣布，这孩子现在头晕的厉害，接下来的事由他来负责。当爹的子爵还想过来搭话，结果被威尔赫米内一个眼神瞪了回去。这下当爹的彻底没话说了。外面那些宾客已经开始嚼舌根了，威尔赫米娜直接发话，让大家该玩玩该喝喝，别在这儿凑热闹。米哈伊尔这时候赶了过来，看这架势，他赶紧吩咐下人去请医生。威尔赫米娜说不用请医生，只要准备点温蜂蜜水就行，毕竟这儿的医生也都是贵族。伊丽娜现在这副样子，见了他们只会更压力山大。威尔赫米娜轻轻搂着伊丽娜，安慰她说现在可以放松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谁能想到，这位传闻中高冷的公爵夫人，竟然成了这孩子最后的避风港。伊丽娜这下是真的被暖到了，她怎么也没想到，这位看起来冷冰冰的夫人，竟然会为了她做到这一步。威尔赫米娜先是客气的跟宾客道个歉，说自己要先是陪一下，但紧接着话锋一转，这眼神一下子就变了。他直接把丑话说在前面，谁要是敢在背后嚼伊丽娜的舌根，那就是不给她面子。这番话一出，刚才那些想看笑话的人全闭嘴了。毕竟今天这宴会是为了庆祝功勋，谁也不敢在这时候触眉头。等威尔赫米娜带着他离开，伊丽娜整个人都要烧起来了。这哪里是传闻中的高冷贵妇，这简直就是她的救命恩人。以前总觉得威尔赫米娜高不可攀，像块冰一样，可现在离近了一看，这哪是什么冷酷公爵夫人，分明是个温柔的大姐姐。威尔赫米娜亲手给她倒了杯热汤，来趁热喝点。伊丽娜受宠若惊的接过来，伊丽娜小声说谢谢您。这一口下去，整个人都活过来了。威尔赫米娜笑着问，味道不错吧？这里的蜂蜜可是极品，南瓜的浓郁加上蜂蜜的清甜，这味道简直绝了。刚才那些委屈和紧张全都被这口热汤冲散了。这种待遇，伊丽娜以前做梦都不敢想。虽然这汤好喝的要命，但伊丽娜心里还是直打鼓，总觉得一直吃甜的实在有点不合规矩。她刚想把杯子放下，打算就此打住，威尔赫米娜一眼就看穿了，怎么不喝了？是不合胃口吗？伊丽娜吓得赶紧摆手，不，味道特别好，能得到您的款待，简直是我的荣幸。她正拼命客气呢，结果肚子却在这时候不争气的叫了一声，这下气氛可就尴尬了。威尔赫米娜笑着调侃，看来光喝汤还是填不饱肚子啊。夜深了，公爵府里的这顿饭吃得并不太平。威尔赫米娜劝对面的伊丽娜，让她再多吃一点，可伊丽娜只是沉默着，显然她现在根本没有胃口。威尔赫米娜叹了口气，突然站起身，直接走到了伊丽娜面前。这下伊丽娜坐不住了，公爵夫人。威尔赫米娜只说了一句别乱动，这语气根本不容商量。谁能想到他竟然直接动手去解伊丽娜背后的礼服，这下伊丽娜彻底乱了阵脚。不行，您不能这么做。威尔赫米娜根本没理会，这到底是要干什么？难道这位公爵夫人还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这事儿可就复杂了，这顿饭吃的怎么越来越不对劲了？威尔赫米娜嘀咕了一句，真奇怪，这扣子竟然是在前面的。这下伊丽娜彻底慌了，一边躲一边喊，不行，我不能把束腰脱掉。可威尔赫米娜根本不听，手上的动作快得吓人，还淡定地说，要是觉得紧，后面也可以帮你松一松。伊丽娜吓得魂都飞了，这还没结婚呢，怎么能露这么多？就在伊丽娜快崩溃的时候，威尔赫米娜随手扔过来一件衣服，直接说，行了，把这个穿上。
威尔赫米娜坐回原位，直接给伊丽娜吃了颗定心丸。他说这地方没别人，让伊丽娜踏实把饭吃完。没了束腰的折磨，伊丽娜这下总算好受了。以前为了那点体面，连睡觉都得受这份罪，现在这种轻松的感觉，她以前想都不敢想。可舒服归舒服，她心里还是过不去那道坎。伊丽娜小声说：“这规矩不能坏，没结婚就松了束腰，这哪像个贵族小姐的样子？这就是她一直以来的枷锁，哪怕身体再难受，也得死守着那点体面。”威尔赫米娜倒是淡定的很，喝着茶说：“松开这一会儿出不了大事。”这公爵夫人的气场真是把伊丽娜压得死死的。伊丽娜还在那儿纠结，怕喝了汤肚子会胀，结果威尔赫米娜根本不给她拒绝的机会，直接一句话给顶了回去，说绝对不会。虽然嘴上还想守着那点规矩，可身体骗不了人，没了束腰的折磨，伊丽娜发现自己确实舒服多了。这口汤一喝下去，伊丽娜整个人都放松了，什么礼仪规矩，现在全被抛到了脑后。这顿饭总算是吃出了滋味。看着伊丽娜这副开心的样子，威尔赫米娜放下茶杯，突然冒出一句：“你该换个束腰了。”伊丽娜听得一愣一愣的，赶紧解释说：“这可是现在名媛圈里最流行的款式。”威尔赫米娜可不吃这一套，直接把话挑明了：大家都穿的不一定就是美的，身体要是垮了，穿什么都白搭。他盯着伊丽娜问：“你知不知道你现在看起来像什么样？”伊丽娜这下彻底慌了，低头看了看自己，这身打扮可是费了不少心思，难道在公爵夫人眼里就这么不堪入目吗？伊丽娜低头一看，发现胸口的粉都蹭掉了，这下她彻底坐不住了，赶紧道歉说想去补个妆。威尔赫米娜根本没看她，淡淡的说：“这根本不是妆的问题，虽然现在大家都追求皮肤无瑕，可你这样真的不难受吗？”伊丽娜还在那儿硬撑，小声嘟囔着说不难受，结果威尔赫米娜直接拆穿她，说她是在撒谎，天天乐着这种束腰，怕是连肠胃都要出大问题了。这话一出，伊丽娜整个人都傻了，这种私密的事儿怎么能就这么摆在明面上说？威尔赫米娜可没打算收手，反问道：“说这个你就觉得丢人了？那刚才当众差点吐出来的时候，你怎么不觉得难看？”伊丽娜被对得哑口无言，这公爵夫人说话真是一点面子都不给啊。威尔赫米娜叹了口气，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这不能成为糟蹋身体的理由。”伊丽娜委屈巴巴地回了一句，说：“这都是父亲交代的，必须时刻注意形象。”威尔赫米娜听完冷笑一声，直接反问道：“怎么，你是要嫁给你父亲吗？”伊丽娜赶紧摆手说：“当然不是，是为了未婚夫汉斯。”威尔赫米娜接着追问：“那你的未婚夫难道说过想娶别人吗？”伊丽娜这下急了，大声反驳说：“汉斯绝对不会说这种话。”威尔赫米娜这才点了点头，说：“既然他是个明事理的人，那你更没必要把自己逼成这样，毕竟以后要过一辈子的人是他，只要他不在意，这些虚头巴脑的规矩根本就不重要。”威尔赫米娜话锋一转，提到了那家著名的精品店。提到那家精品店，伊丽娜的情绪一下子就崩了。她说那是她唯一能穿上的礼服，当时所有人都去那儿定制，可轮到她的时候，就只剩下这一件了。更让她难受的是，那天晚上她没忍住吃了块蛋糕，结果就成了所有人的笑柄。威尔赫米娜一眼就看穿了，问她是不是有人说了什么难听的话。伊丽娜点了点头，那些人背地里笑话她，说她一个乡下来的小贵族，一点廉耻心都没有，竟然敢在那种场合大吃大喝。从那以后，她就开始拼命折磨自己，哪怕脚后跟磨烂了，哪怕勒得喘不过气，她也得咬牙撑着，就为了不让别人再看不起她这个乡下丫头。伊丽娜越说越委屈，她说自己拼了命地折腾，就是想把那晚丢人的记忆彻底从脑子里抠出去。虽然听起来挺幼稚的，但就因为别人那几句闲话，她现在觉得自己简直像个彻头彻尾的傻瓜。威尔赫米娜听完，语气终于软了下来，那种感觉一定很难受吧。接着他又问了一句：“所以你刚才连汤都不敢多喝，也是因为这个？”伊丽娜低着头小声回道：“是啊，毕竟饿了就大吃大喝，在别人眼里实在太难看了。”结果威尔赫米娜直接打断他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他一边说着，一边拎起茶壶，又给伊丽娜倒了一杯。威尔赫米娜直接把话挑明了，他说想吃东西是人的本能，这既不奇怪，更谈不上什么丢人。伊丽娜还是有点犹豫，小声嘀咕着：“可别人要是看见了怎么办？”威尔赫米娜根本不吃这一套，他提醒伊丽娜：“现在这屋里就咱们两个，哪来的什么别人？”他把茶杯稳稳地递过去，语气特别坚定，说：“在这里，没人有资格对你指手画脚。”看着伊丽娜那副小心翼翼的样子，威尔赫米娜补了句真心话：“看着你开开心心的吃东西，我觉得挺好，一点都不丑。所以以后千万别再为了那些外人的眼光，把自己贬低到尘埃里了。”这番话一出口，伊丽娜整个人都愣住了，估计她这辈子都没听过这么暖心的话。威尔赫米娜再次强：“没关系，放心吃吧，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在这里没人会笑话你。”伊丽娜这下终于放开了，顾不上什么淑女形象，大口大口的喝了起来。这大概是她这段时间以来吃的最舒心的一顿饭了。她一边吃一边感叹：“真的太好吃了，压抑了这么久的委屈，好像全都被这口热汤给化开了。”看着伊丽娜满足的样子，威尔赫米娜总算松了口气，看来这第一步算是走对了。谁能想到重活一世，竟然还得干回老师的老本行。在这个年纪，要处理好同龄人之间的关系，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毕竟对小孩子来说，朋友的影响力往往比父母还要大。那些莫名其妙的恶意和流言蜚语，哪怕只是小小的摩擦，都能变成一辈子的噩梦。威尔和米娜很清楚，这时候如果强行去打破孩子自我保护的那道墙，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作为大人，
能帮他的地方其实很有限，因为受了伤的孩子需要的从来不是什么老师的教导，而是一个能让他依靠的盟友。结果还没温馨多久，伊丽娜这边就遇上麻烦了，这衣服死活就是扣不上，还没等她弄好，外头的钟声就响了，已经到了半夜，舞会那边估计也快散场了。威尔赫米娜知道这地方不能久留，伊丽娜也明白是时候该回去了。虽说答应了要回舞会，但这下肯定是赶不回去了，回去少不了要被海伦念叨一顿。临走前，威尔赫米娜还不忘塞给他一些蜂蜜和草药，说是能帮着消化，让他带在路上。伊丽娜道了声谢，但这还没完，她突然开口问能不能再见面。这可不是在舞会上客套，她是想私下里正儿八经的去登门拜访。威尔赫米娜一下子没接话，倒不是不想见，而是觉得自己现在的名声怕是会连累到这姑娘，毕竟那些贵族背地里的闲话可不是闹着玩的，万一把伊丽娜也卷进来，那可就麻烦了。不过换个角度想想，这事儿好像也没那么简单。转眼间，地方就换到了外头的庭院里。罗兰语重心长的提醒，在上流社会混，手里没点社交圈子可不行，最好是自己能牵头搞个聚会，比如办个读书会或者下午茶什么的，这都是最稳妥的选择。威尔赫米娜倒也实在，直接说自己对文学没兴趣，这书他是真读不下去。罗兰赶紧点醒他，谁真让你去读书啊？重点是借着这个名头把人脉给拢过来。威尔赫米娜还没转过弯来，问是不是让他去交朋友。罗兰这下严肃了，纠正道，不是让你去交朋友，而是要给自己找盟友，这性质可就完全变了。罗兰刚才那番话确实让威尔赫米娜听进去了，这上流社会说白了就是人堆，大家互相拉扯，谁都想把对方拽进泥潭里，既然躲不掉，那就干脆别想那么多，直接按罗兰说的办。威尔赫米娜转头对伊丽娜说，虽然还没定日子，但她打算办个读书会。这话一出口，伊丽娜整个人都亮了，赶紧问能不能带她一个。能当第一个受邀的成员，对伊丽娜来说简直是天大的喜事，她这股子高兴劲儿拦都拦不住。威尔赫米娜也没想到这第一步迈出去竟然这么顺利。威尔赫米娜赶紧劝她快消停会儿吧，再这么折腾下去，待会儿又要头晕了。威尔赫米娜还帮他想好了借口，说要是家里人问起没去舞会的事，就直接推到他身上，说是被他给强行留下的。这主意其实挺精明，毕竟能跟莱顿家搭上关系，他爹高兴还来不及呢。可伊丽娜这姑娘实在的很，她摇了摇头说，您帮了我这么多，我怎么能撒谎呢？她坚持要实话实说。威尔赫米娜反而有点想不通，不过是照顾了一下生病的她，这孩子怎么就能开心成这样？就在这时，伊丽娜的父亲急匆匆的赶来了，看他那副担心的样子，威尔赫米娜心里也有了底，看来这个当爹的倒也没传闻中那么糟糕，就算现在表现的再心疼，之前不还是把亲闺女晾在一边，甚至病成那样都没管，这当爹的到底怎么想的？这种所谓的亲情真是让人看不透。威尔赫米娜索性不再多看，直接转身离开了。回到住处，走在空荡荡的大厅里，每一步都显得格外冷清。原本以为今天能清静会儿，结果还没等他进屋，身后突然传来了声音。威尔赫米娜随手拦住个侍从，开口就问莱顿公爵现在人在哪？侍从赶紧站定回话，说公爵大人已经移步花园了，正陪着几位贵客在那边喝酒。这帮人倒是挺会找地方，大晚上的跑去花园赏月小酌，确实是挺有情调。不过威尔赫米娜可不是去凑热闹的，算算时间，那位边境伯爵也该到了。既然人都来了，这面子上的招呼总得去打一个。他直接转身往外走，可谁能想到这晚风一吹，接下来的气氛可就全变了。威尔赫米那个人往花园深处走，早知道就该带个随从在身边。这地方他还没混熟，绕来绕去，总觉得在原地打转。走着走着，前面居然出现了一片湖。既然都到这儿了，那就过去瞧瞧。结果还没等他靠近，就发现湖边已经站着人了。这一眼看过去，这男人的个头可真不小，哪怕穿着一身正装，也能看出是个常年待在战场的练家子。瞧这岁数，少说也有60来岁了。之前在宴会上压根没见过这号人，那他的身份也就呼之欲出了。既然伊丽娜和他父亲是最后到的，那这位肯定就是那位边境伯爵了。威尔赫米娜心里有了底，这下面子上的社交是躲不掉了。既然正主就在眼前，那肯定的过去打个招呼，总不能一直在这儿猫着。他理了理裙摆，直接走了过去。可还没等他走近，就发现情况有点不对。这大晚上的湖边，居然不止他一个人，这人到底是从哪冒出来的？刚才树后明明没人，简直就像凭空变出来的一样。威尔赫米娜盯着对方的背影，越看越觉得不对劲。这身打扮实在太少见了，无论是布料的颜色还是花纹，都透着一股子异域风情。这种风格难道是来自遥远的东方？威尔赫米娜停下脚步，没敢再贸然靠近。毕竟这大半夜的，一个打扮如此古怪的男人，居然能和边境伯爵私下见面，这人的身份肯定不简单。他到底是谁？大半夜的，伊索农竟然躲在花园里，跟一个骑士偷偷碰头。伊索农问他：“你确定不去见他吗？这可是你一直等的机会。”骑士却拒绝了，说现在还不是时候。谁能想到威尔赫米娜就在旁边，把这些话全听进去了。这下走也不是，留也不是。伊索农接着追问：“到底什么时候才算合适？难道又是为了那本奇怪的诗集？”骑士一口否认，但这事儿显然没那么简单。伊索农都忍不住吐槽：执着于一件事的人真可怕。那本破诗集到底有什么魔力，非要把它当成行动指南吗？伊索农还在那儿吐槽，说那本诗集里的诗读起来就像个没谈过恋爱的人写的。躲在暗处的威尔赫米娜听得一头雾水，这两个大男人半夜躲在这儿，
难道是在聊什么感情建议？虽然这对话挺有意思，但他现在进退两难，毕竟他还得去见边境伯爵，总不能一直在这儿偷听。骑士却非常坚持，他说自己已经说过了，绝对不想用那种方式去接近他。看来这两人一时半会儿聊不完。威尔赫米娜决定先撤，等他们说完了再露面。可就在他准备偷偷溜走的时候，意外发生了。坏了，这一脚下去，动静可不小。威尔赫米娜这下彻底僵住了，偷听被当场抓包，这运气也是没谁了。既然躲不掉，只能硬着头皮站出来。他尴尬的笑了笑，想缓解一下这要命的气氛。伊索农转过头，就这么盯着他看，半天没说话。就在威尔赫米娜以为要完蛋的时候，伊索农竟然主动行了个礼：“公爵夫人，很高兴见到您。”这反应倒让威尔赫米娜有点看不懂了，他到底在打什么主意？威尔赫米娜倒也干脆，既然把人家话头给打断了，那就大大方方打个招呼，正式介绍了一下自己。这下总算对上号了，这位可是镇守西方的传奇人物，多少见识心里的偶像啊！难怪这气场这么强，跟以前见过的那些贵族完全不是一个档次。不过比起这位大名鼎鼎的边境伯爵，威尔赫米娜更在意的是旁边那个一直没露脸的家伙，他到底是什么来头？刚才还挺能聊的，现在却跟个石像一样，连动都不动一下。威尔赫米娜赶紧打个圆场，说今晚实在是有急事，没能好好招待大家。伊索农倒是挺通情达理，他说当主人的肯定忙，这点小事他根本没往心里去。既然对方这么给面子，威尔赫米娜也顺势道了个谢。紧接着他话锋一转，直接问到了重点：这位一直站在旁边的人到底是什么身份？伊索农随口应了一句，说这只是个熟人，可这人偏偏往中间一站，摆明了是不想让威尔赫米娜看清。既然对方存心想藏，那还是别瞎打听了，省得给自己找麻烦。威尔赫米娜赶紧换了个话题，听说不少人都出来喝酒了。伊索农倒是挺实在，他说自己平时滴酒不沾，但这回是公爵大人亲自开口，他也就顺便过来看看。结果话还没说完，这位边境伯爵竟然有点不好意思了，他说其实是家里夫人的意思。这下威尔赫米娜全明白了，谁能想到威震一方的边境伯爵竟然还是个怕老婆的痴情种。一提到家里的夫人，伊索农整个人都变了，刚才那股威严竟然全没了，看来这铁汉柔情真不是吹的。伊索农顺口问了一句，威尔赫米娜要不要一起过去？威尔赫米娜笑着摇了摇头，他说自己特意跑这一趟就是为了见见这位边境伯爵，既然招呼已经打过了，那他也该回去了。伊索农倒是挺热心，说刚才公爵大人还在到处找他呢。可威尔赫米娜心里清楚，那种场合根本不属于他，那是米哈伊尔最亲近的人聚会的地方，真正该出现在那里的是这宅子未来的女主人海伦，而不是他这个外人。伊索农听完这话也没再多说什么，只是轻轻应了一声。看他这副欲言又止的样子，难道他也看出了威尔赫米娜在这家里的处境？这气氛一下子就变了，旁边这人虽然没露脸，但那股劲儿根本藏不住，这绝对不是什么普通随从。伊索农客气的打了个招呼，说没法亲自送他回去。威尔赫米娜也没多想，他说自己找个随从就行，让伊索农赶紧去忙。就在威尔赫米娜准备离开的时候，伊索农却突然把他叫住了，说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问，这老狐狸到底想打听什么？威尔赫米娜停下脚步，回头问他还有什么事。结果伊索农憋了半天，竟然问他以前是不是跟哪个男人好过。这话问得太突然了，威尔赫米娜整个人都懵了，这老头到底在想什么？刚才还夸他是个顾家的好男人，怎么一转脸就开始打听这种私密话题了？难道他这是想老牛吃嫩草，在这儿跟自己搭讪呢？威尔赫米娜可不惯着他，直接把话给堵死了。他说自己对有妇之夫没兴趣。伊索农这下彻底懵了，赶紧扯着嗓子自证清白，说他这辈子最爱的就是自家夫人，绝对没有半点歪心思。这一嗓子把威尔赫米娜吓得够呛，伊索农也意识到自己反应太大了，赶紧往后退了2步，连声说着不好意思。他偷偷瞄了一眼旁边的随从，嘴里还小声嘀咕着，早就听说这位大小姐性格古怪，今天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威尔赫米娜没听清，皱着眉头问他刚才嘟囔什么呢？伊索农赶紧打个哈哈，说自己只是在自言自语，让他别往心里去。可他这副心虚的样子，反倒让人觉得这老头肯定还有事瞒着没说。伊索农突然换了个话题，问他是不是在学院待过。威尔赫米娜也没多想，直接说是啊。结果伊索农接下来的话让气氛彻底变了，他说在那儿认识的人其实一直在等他。威尔赫米娜这下真糊涂了，学院里认识的人到底是谁能让他记这么久？就在他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旁边那个一直没吭声的守卫，那股劲儿一下子就变了。难道伊索农说的就是这个戴着头盔的家伙？伊索农突然神神秘秘地问，如果说在那地方遇到的人一直在等着你会信吗？看他这副信誓旦旦的样子，甚至还保证能帮人找回过去失去的旧事。威尔赫米娜一听就明白了，这套路怎么听着这么耳熟？他直接把话挑明了，这不就是拉人入伙的邪教话术吗？威尔赫米娜笑着回绝，伊索农边境伯爵，我对这些新兴宗教可真没什么兴趣。伊索农被这话噎得够呛，赶紧求饶说，公爵夫人您就别拿我寻开心了。威尔赫米娜看他这反应，知道自己是猜中了，这老先生确实有点尴尬。他笑着解释，自己在学院那会儿根本没谈过什么恋爱，也就2、3个走得近的朋友，毕业后大家各奔东西，慢慢也就断了联系。毕竟他一毕业就要忙着找生计，不像那些贵族子弟能回领的享清福。伊索农听完这话，反倒觉得更奇怪了，他忍不住追问，难道就没谁跟你表白过吗？这事儿越听越不对劲，伊索农到底在怀疑什么？
威尔赫米娜觉得这老头肯定是认错人了，结果伊索农倒好，直接回了一句：像您这么古怪的人，全天下绝对找不出第二个。这话听得威尔赫米娜当场就想翻脸，这老头是在变着法损他呢？可伊索农心里也纳闷，明明那个人说的有鼻子有眼的，说自己被拒绝的很惨，难道那人说的全是瞎编的？威尔赫米娜再次把话挑明，自己在学院那几年真没遇到过什么追求者。伊索农还是觉得这事儿不合理，像公爵夫人这样的人，怎么可能连个爱慕者都没有？威尔赫米娜无奈地叹了口气，其实他自己也挺纳闷，本来以为会挺受欢迎的，结果现实跟想的完全不一样。其实威尔赫米娜以前对自己还是挺有自信的，结果伊索农听完这一脸懵，这老头明显是不信啊。话说到这份上也没法聊了，这下后悔也晚了，早知道后来会变成这样，当初真该把心思全花在学习上。刚才确实有个怪人，就是那个总是戴着头盔的男人，不管什么时候，他的注意力始终都在他身上。威尔赫米娜越想越觉得离谱，换成谁估计都会觉得这事儿新鲜，毕竟哪有婆婆比儿媳妇还年轻呢？也难怪别人看他的眼神都不太对劲。刚走到门口，就看见两个身影蹲在台阶上，这大半夜的，谁还在外面待着？威尔赫米娜刚开口问了一句，安娜就像见到了救星，直接扑了上来。公爵夫人，您可算回来了。安娜这一脸担心的样子，生怕她一个人回来出了什么意外。威尔赫米娜倒是挺淡定，这都在自家地盘上了，还能遇上什么危险不成？威尔赫米娜看着眼前的两人，这大半夜的还不去休息？安娜早就过了下班时间了，怎么还在这儿守着？安娜赶紧解释，这不是担心公爵夫人一直没回来睡不着吗？结果米莉内直接把实话给抖了出来，安娜是怕您在外面被那些贵族给欺负了。这话刚说一半，安娜吓得赶紧捂住米莉内的嘴，这种大实话哪能随便乱说？威尔赫米娜倒是一下子听明白了，原来他们是怕自己在外面受委屈，这孩子真是实诚的可爱。安娜还在那儿拼命狡辩，可威尔赫米娜心里清楚，这府里也就他们几个是真心实意替自己着想。她笑着安慰两人，放心吧，刚才什么都没发生，不用替我担心。不过既然他们提到了贵族，接下来的社交场合恐怕真的没那么好应付了。安娜听完这话，总算把心放回了肚子里，只要殿下平安回来，她就彻底踏实了。威尔赫米娜看着旁边的米莉内，你也是跟着安娜在这儿守了一整晚吗？米莉内认真地点了点头，还不忘夸上一句，殿下，您今天这身衣服实在是太漂亮了，这身礼服确实大有来头，是专门从主城送过来的，不管是颜色还是质感，都跟她的蓝头发绝配。最离谱的是，这上面随便抠下来一颗宝石，恐怕都够普通人不吃不喝攒上一整年了。看来海伦这次为了让她惊艳全场，背地里真是下了血本了。不过穿得这么招摇，接下来的麻烦事儿恐怕也要跟着来了。虽然那位儿媳打心底里不待见自己，但为了莱顿家族的面子，这身行头准备的确实没话说。威尔赫米娜看着这一身，也不得不承认，这衣服确实漂亮的过分了。结果旁边的小家伙嘴甜的跟妈了蜜一样，说这哪是衣服好看啊，分明是殿下您比星星还亮。这话一出，威尔赫米娜听得心里暖洋洋的，看他们在外面守了这么久，干脆提议大家先喝杯热牛奶暖暖身子。他叫住安娜，别光顾着忙活了，直接准备3份，咱们坐下来一起喝。这公爵夫人是一点架子都没有，能跟佣人坐在一起喝东西，这在别的贵族家里恐怕是想都不敢想的事儿。安娜一听有热牛奶喝，高兴得赶紧答应下来，毕竟在这大冷天守了一夜，谁能拒绝这一口热乎的？虽然外面的舞会再华丽，城堡修得再气派，但对威尔赫米娜来说，还是回家的感觉最踏实。夜深了，城堡外的花园里却传来了沉稳的脚步声。伊索农正独自走在小径上，看这架势，刚才那场社交博弈对他来说也不轻松。他突然停下脚步，问身后的骑士：“刚才是不是有点紧张？”骑士倒是挺实在，直接承认了。毕竟面对那种场面，谁心里都没底。伊索农笑了笑，看来今晚不淡定的可不止他一个人。伊索农看着眼前的骑士，忍不住叹了口气。这小子以前在战场上面对千军万马都不带虚的，可谁能想到刚才仅仅是见了一个女人，他居然连气都喘不匀了。伊索农忍不住吐槽：“你刚才哪怕是摘下头盔，大大方方打个招呼也好啊。”骑士闷声闷气的回了一句：“我只是不想在这种场合跟他见面。”伊索农听完也是没辙，真不知道该说这小子是太固执还是太痴情。不过话说回来，不管这小子心里怎么想，刚才看到的那个身影，威尔赫米娜看起来过得确实还不错，这下某些人总该放心了吧？原本还担心威尔赫米娜会被家族斗争压得喘不过气来，可现在看来，她不仅没被那些破事儿难住，反而表现得相当自信，这倒是让人刮目相看了。伊索农走在前面，语气缓和了不少。他说：“既然欠了你的人情，我肯定会站在你这边。不过凡事都有个度，别把自己逼得太紧了，毕竟那个位置可不能空得太久。”身后的骑士听完这话，终于肯把那门人的头盔给摘下来了。原来这盔甲下面藏着的竟然是这么一张脸。男人看着远方，低声回了一句：“谢谢您的忠告。”伊索农看着眼前这个不速之客，语气里透着一股子无奈。伊索农说：“你现在这副样子，要是让杰克看见了，肯定的失望透顶。”男人倒是挺会找借口，笑着回了一句：“这也是没办法的事，要是不乔装打扮一下，根本没法悄悄溜进来。”伊索农接着问：“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男人心里早就盘算好了，既然是受邀过来的，待会儿就去见莱顿公爵，见完我就直接离开。他
他特意强调这次来只是为了庆祝，可不想在这个节骨眼上闹出什么家庭矛盾。看来这人的身份远比想象中要敏感得多。可伊索农心里清楚，公爵大人要是知道了，绝对不会是这个反应。正事儿刚办完，男人就打算直接走人了，还特意交代伊索农不用费心送他。伊索农虽然觉得有点可惜，本来还想找机会喝2杯，但眼下这情况，让他赶紧离开才是最稳妥的。伊索农点点头，祝他一路顺风。可就在男人要走的时候，他突然又停下了脚步。男人说：“哦，对了，这最后的一句话，恐怕才是真正的重头戏。”男人临走前还是没忍住，他特意叮嘱伊索农去查查那女人现在落脚的地方，一有消息马上回来报告。伊索农这下心里有数了，这事儿肯定没完。画面一转到了第二天，威尔赫米娜正躲在花园里跟约翰打听行情呢。威尔赫米娜问：“照你这么说，现在外头最牛的商会就是那个金轨贸易公司了？”约翰连连点头，说：“那地方简直神了，要什么有什么。”威尔赫米娜若有所思，这个叫金轨的商会是新兴贵族搞起来的，生意做得特别大，不管是平民用的日用品，还是贵族稀罕的香料食材，他们全都能搞定。这年头只要手里有钱，就算天塌下来那都不是事儿。威尔赫米娜虽然觉得有道理，但心里还是有点犯嘀咕。虽说现在靠着莱顿家日子过得还算安稳，可谁能保证以后不出意外？想靠着现代知识发大财，这事儿说起来容易，真要做起来恐怕没那么简单。威尔赫米娜这会儿正发愁呢，想靠现代知识发财，可偏偏自己以前也不是搞科研的那块料。既然硬核技术行不通，那就要从情报下手了。他接着打听关于那个金轨贸易公司还有没有什么新鲜事。约翰咬了一口面包，突然想起个关键人物。他说城里有个卖面粉的女人，名字好像叫简。卖面粉有什么稀奇的？可听完约翰接下来的话，威尔赫米娜发现这女人绝对不简单。原来她是金轨家族的小女儿，野心大得很，不仅会打广告卖货，还搞起了白糖式吃会。这套路听着怎么这么耳熟？看来在这个世界里，想当商业大佬的可不止她一个。约翰接着说，白糖这玩意儿贵得离谱，按理说根本不可能拿出来白送，结果总公司的人跑来砸场子，反倒被这女人骂了个狗血淋头。听完这些，威尔赫米娜心里已经有数了，这个叫简的女人不仅有股子不服输的劲头，背景还特别硬，这不就是现成的合伙人吗？威尔赫米娜正愁没帮手呢，没想到这么快就让他碰到了这么个狠角，看来找这小子打听消息真是找对人了。威尔赫米娜对他这番表现那是相当满意，既然自己搞不出什么黑科技，那就换个思路，把这个世界的现有技术加上现代人的生活点子，这买卖绝对有搞头。威尔赫米娜这回是动真格的了，不管用什么手段，他都要把那个较简的女人拉拢过来。他刷刷几笔写好了信，直接递给了身边的约翰，让他赶紧把这封信送到简的手里。约翰这下也看出来了，问他是不是打算跟人家谈生意。威尔赫米娜笑了笑，生意归生意，得先从交朋友开始，只要能达成目的，怎么这都行。交代完正事，他还不忘摸摸这小子的头，这第一步棋算是落下了，接下来的戏才叫精彩。约翰正事办完了，还得赶紧回花园干活去。威尔赫米娜倒是一点架子没有，打算顺路送着孩子。约翰随口问了一句：“您这是要去哪儿啊？”威尔赫米娜也没瞒着，说自己约了莱顿公爵夫人见面。这一听公爵夫人的名号，可把这孩子吓得够呛，毕竟那可是顶层的大人物。威尔赫米娜倒是淡定得很，让他放宽心。转眼到了第二天早上，威尔赫米娜换了身行头，准时去赴约了。既然是公爵夫人主动请他，那肯定是有要紧事。至于对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威尔赫米娜心里早就跟明镜似的。这回见面，估计又是场硬仗。威尔赫米娜心里很清楚，这次见面，公爵夫人肯定要拿舞会的事儿撒气。毕竟作为当家人，他那天为了照顾生病的小姐，大半时间都没露面，这在贵族圈子里可是大忌。不过威尔赫米娜倒是一点不慌，甚至觉得挨顿骂也挺好，只要能把大家的注意力从那个可怜的女孩身上引开就行。流言蜚语这东西最喜欢盯着一个人死磕，要是没点背景和人脉，这辈子可能就毁在这些闲话里了。但如果换成他这个比儿媳妇还年轻的公爵遗孀成了话题中心，那情况可就完全不一样了。只要能保护那个孩子不受伤，被推到风口浪尖又算得了什么？威尔赫米娜打定主意，待会儿要是对方真发火了，自己干脆利落地道个歉，这事儿也就翻篇了。就在这时，大门缓缓推开，真正的考验来了。威尔赫米娜刚迈进屋子，这气氛就有点出人意料。米哈伊尔一看见他，唰的一下就站了起来，那股热情劲儿简直像是见到了大救星。他赶紧招呼威尔赫米娜坐下，还不忘转头劝旁边的海伦，让他把火气收一收，说大家今天聚在一起可不是为了吵架的。海伦虽然没反驳，但显然还没消气。米哈伊尔倒是挺会找补，感慨说这一家人总算是整整齐齐聚在一块了。更让人没想到的还在后头，米哈伊尔居然主动问母亲大人想喝什么茶，甚至还要亲自动手去泡。这下连威尔赫米娜都懵了，堂堂一个公爵，居然要给一个冒牌继母泡茶，这待遇给的实在太高，高到让人心里直发毛。看来今天这顿茶怕是没那么好喝呀。米哈伊尔还在那儿献殷勤，完全没发现他老婆的眼神都要把威尔赫米娜给瞪穿了。威尔赫米娜心里直犯嘀咕，这男人脑子里是不是空心的？在这种故事里，最难对付的其实不是大反派，而是那种完全不看眼色的顶级笨蛋。结果米哈伊尔还嫌火不够大，笑嘻嘻的发出邀请，既然都来了，要不干脆留下来吃个午饭。他是一点没察觉，背后的气氛已经彻底炸了。威尔赫米娜现在是真头大，这种没心没肺的对手，简直比阴谋诡计还让人心累。
当初在舞会上第一次见到米哈伊尔，威尔赫米娜还以为他在装傻，觉得这男人肯定憋着什么坏主意。结果现在一看，米哈伊尔是真的一点心机都没有，这副样子简直让人没法评价。米哈伊尔笑着说：“母亲大人请用茶。”他这态度热情的简直过了头。威尔赫米娜这下算是看明白了，这男人不是在演戏，他是真的缺根筋。当着自己妻子的面，米哈伊尔居然一门心思向着继母，这下家里的日子怕是没法太平了。米哈伊尔这番操作真是把威尔赫米娜架在火上烤，他只能强撑着问：“听说你找我有事？”结果米哈伊尔直接凑了上来，说：“咱们一家三口的好好聚聚。”威尔赫米娜心里都要抓狂了，谁要跟你聚啊？我找的明明是别人。这男人还没完没了，居然还提议要去别馆。威尔赫米娜在心里疯狂呐喊：“求你快闭嘴吧，别再到处点火了！”为了不让事情闹大，他赶紧把话头给截住，说这种场合还是得讲规矩，毕竟到处都是盯着他们的眼睛。可米哈伊尔倒好，一脸无辜的反问：“是这样吗？”威尔赫米娜现在满脑子都是问号，这男人是认真的吗？他偷偷瞄了一眼对面的海伦，发现对方的脸色稍微缓和了点，看来现在不用表现得那么死板。威尔赫米娜赶紧找个台阶下，他说：“要是没什么急事，以后写信联系就行，毕竟大家平时都挺忙的。”谁知道米哈伊尔根本不接这茬，他笑着说：“大家都是一家人，怎么能这么生分呢？”甚至还提议每周都要聚在一起喝茶。威尔赫米娜这下是真的要崩溃了，他刚想开口拒绝，米哈伊尔又凑了过来，说关于上次舞会的事，他还有不少话想跟母亲大人聊聊。这男人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威尔赫米娜在心里疯狂吐槽，这日子真是没法过了。就在米哈伊尔说个没完的时候，海伦终于忍不住开口了，他说自己有话要说。米哈伊尔倒也识趣，笑着说：“那看来是让他闭嘴的意思。”这男人总算有点自知之明了。紧接着海伦就把下人都打发走了，看这架势，接下来的话肯定不简单。果然，海伦直接切入正题，提到了米利泽子爵女儿的事。威尔赫米娜心里咯噔一下，该来的总算还是来。海伦接着说：“舞会上出了点小意外，而且当时你正好不在场。”威尔赫米娜听完，心里已经有数了。她解释说自己打完招呼就走了，所以确实没看到后面发生了什么。海伦没再多说什么，直接从怀里掏出一封信，顺着桌面推到了威尔赫米娜面前。看着这封突然出现的信，威尔赫米娜心里咯噔一下，这信里写的东西恐怕就是今天这场局的关键了。这封信上的火漆还没动过，是那位小姐寄来的感谢信，看来家里人根本没查过她的信件，这倒是让人挺意外的。海伦接着说：“你这次处理的确实不错，毕竟那是人家姑娘头一回正式露面，要是真在那样的场合出了丑，这辈子的名声可就全毁了。”不过话锋一转，海伦的语气冷了下来，他说：“最遗憾的一点就是当时身为女主人的你竟然不在现场。”米哈伊尔刚想开口替他辩解，威尔赫米娜赶紧拦住了他，先别急着反驳，听听对方到底想说什么。海伦话锋一转说：“既然上次你不在场，那接下来的庆功宴就全权交给你来负责了。”威尔赫米娜愣了一下，还有下一次？海伦接着解释，这次舞会是给边境伯爵办的，而下一次是专门为了犒劳那些守卫边境的将士。这任务可比想象中重得多，毕竟这关乎到军队的脸面，要是再出什么岔子，那可就不是丢面子那么简单了。威尔赫米娜心里很清楚，上次缺席边境伯爵的舞会，确实会被看作是对军方的不尊重，所以海伦这次把差事交过来，其实是给了他一个补救的机会，顺便也能压一压社交界那些风言风语。虽然不知道最后能不能成，但这件事对自己确实有好处，威尔赫米娜根本没法拒绝。他笑着答应下来，说：“既然之前给您添了麻烦，那这次我肯定会全力以赴。”海伦点了点头，说：“地点和预算都已经定好了，剩下的就看你怎么安排了。”海伦把该交代的都说完了，这事儿就算正式落到了威尔赫米娜头上。米哈伊尔看气氛有点严肃，赶紧笑着凑过来打圆场，提议说：“咱们要不先喝点茶？”威尔赫米娜现在满脑子都是庆功宴，哪有心思休息，想都没想就给拒绝了。可米哈伊尔根本不看眼色，转头就吩咐下人去准备点心，完全没打算听他的。海伦倒是挺体贴，说特意准备了预防感冒的草药茶，让大家都跟着喝点。米哈伊尔这下更来劲了，直接按住威尔赫米娜，说这种小事交给他来办就行。看着他这副忙前忙后的样子，威尔赫米娜心里直犯嘀咕，就他这种性格，以后真能指望他撑起整个家吗？点心端上来了，可威尔赫米娜根本没心思吃，他看着眼前的米哈伊尔，心里全是担忧。不管别人多有本事，米哈伊尔才是未来的家主，看他那副没心没肺的样子，这家族的以后真让人捏一把汗。不过换个角度想，这种单纯的人就像那种温顺的大金毛，虽然看着不太靠谱，但起码不会主动害人，而且府里的下人们对他评价竟然还挺高，这跟他那个严肃的老爹完全不是一个路子，没准这副样子也是为了生存。就在几个人喝茶的时候，门外突然传来了敲门声，米哈伊尔随口应了一声，让人直接进来。这大白天的，谁会这时候跑来打扰？进来的原来是管家，说是有急事得让米哈伊尔去处理一下。这下好了，刚还在这儿忙前忙后的米哈伊尔只能先跟威尔赫米娜打个招呼，让他跟海伦先聊着，临走前还不忘交代一句，说等忙完了再回来找他。既然茶也喝得差不多了，威尔赫米娜其实也想回别馆休息，结果海伦突然开了口，说罗兰子爵夫人对他的印象特别好，看来这次的表现确实让不少人刮目相看。威尔赫米娜听完松了口气，原来那位夫人对自己评价这么高，
海伦笑着补充道：“虽然你在礼仪上确实不太熟练，但人家看中的是你那份真心，这可比死板的规矩值钱多了。看来这生姜茶效果确实不错。”威尔赫米娜甚至在想，是不是该去多买点回来备着。可就在这时候，屋里的气氛唰的一下就变了。海伦收起了刚才的笑脸，冷冷地交代了一句：“既然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以后就要一直这么谦虚下去，可千万别动什么歪心思。”这话听着更像是一种警告。威尔赫米娜盯着眼前的女人，这下全明白了，刚才那些夸奖的话压根就不是在夸人，全是在阴阳怪气呢。这明摆着就是在阴阳怪气，换做别人早变脸了。可威尔赫米娜根本没往心里去，毕竟那个男人不在，对方也没必要再装什么礼貌，这种直来直去的性子反而显得挺成熟。海伦在那儿紧绷着脸，估计正等着威尔赫米娜发火呢。结果呢，威尔赫米娜居然笑出了声，还觉得简这样子挺可爱的，心里想什么全写在脸上，明明讨厌的要死，还得硬撑着装出一副大度的样子。海伦这下彻底懵了，完全看不懂这路数。其实这点小手段在威尔赫米娜眼里根本不算什么，虽然现在换了身份，但在来到这个世界之前，他什么样的人没见过。说到底，在金哈娜生活的那个现代世界，身份和地位从来都不是绝对的，所以海伦这点小脾气在他眼里根本不算个事儿。比起那些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他反而更欣赏海伦那种把喜都写在脸上的性格。威尔赫米娜直接把话挑明了，既然成了这家的婆婆，那她肯定会尽到公爵夫人的本分，绝对不会摆什么长辈的架子。毕竟婆媳关系要是搞僵了，整个家都别想安生。他笑着问海伦：“你觉得呢？”这话听着是在商量，实际上已经把路给堵死了。在年底舞会开始之前，威尔赫米娜手里攒着2件必须搞定的大事。第一件就是的跟金鬼商会的简正式搭上线，第二件呢，还得给那帮士兵和骑士们办一场像样的宴会。说实话，这2件事他心里都没底，但眼下也没时间纠结了，只能先顾好眼前这一摊。简这会儿倒是挺客气，规规矩矩的行了个礼，自我介绍说是金鬼商会的简。威尔赫米娜也没端着架子，笑着让他直接叫名字就行，还特意准备了热茶，毕竟这天儿确实有点冷。这第一步算是迈出去了，可接下来的生意经真的能这么顺利谈成吗？既然要谈正事，闲杂人等肯定得先退场。威尔赫米娜摆摆手，让安娜先下去。结果安娜刚出门就撞上了一个硬茬，这人个头真不是一般的高，简直像堵墙一样挡在门口。威尔赫米娜也注意到了，这身打扮应该是府里的护卫，但这气场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就在刚才，2人的视线好像对上了，是错觉吗？这男人的眼神可不像是个普通的守卫，刚才门口那个大高个确实把威尔赫米娜吓了一跳。简赶紧开口解释，说那是他的助手，他一脸抱歉的表示，应该让他去别处等着，不该在这儿碍眼。威尔赫米娜倒是没往心里去，摆摆手说没关系，毕竟正事要紧。简端起茶杯抿了一口，这茶刚一入口，他整个人就愣住了。这味道不对劲，完全不是普通的红茶。威尔赫米娜笑着解释，这是用木瓜做的，对预防感冒特别有效。简点点头，说这香气确实挺特别。可谁能想到，威尔赫米娜接下来的话让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他说这茶是从储藏室里翻出来的。这话听着普通，但简的脸色一下子就变了。这储藏室里的东西，难道还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威尔赫米娜随口提了一句，生姜太贵了，不能随便请客。这其实是在试探对方的底线。简放下茶杯，直接把话挑明了。他说金鬼商会虽然开门做生意，但他只是个打工的，恐怕接不住公爵小姐的大单子。这话听着客气，实际上就是在委婉拒绝。他根本不想跟贵族扯上关系，毕竟这刑水太深，一不小心就容易陷进去。威尔赫米娜一眼就看穿了，他笑了笑说，你可能误会了，我今天找你来压根就不是为了谈什么合作。这话一出，简彻底没转过弯来，不是为了做生意，那大费周章把人请来，到底是想干什么？威尔赫米娜直接摊牌了，他说自己今天过来是想给简的生意投上一笔，在他看来，自己创业就像买彩票，风险实在太大，还不如当个投资人坐等收钱。简听完这话，整个人都懵了，忍不住反问了一句，您真的知道我是做什么买卖的吗？威尔赫米娜笑了笑，说你卖的不就是粮食和香料吗？虽然这行赚不了大钱，顶多算个稳当生意，但简的手段可不一般，又是搞试吃活动，又是请大厨做糖雕，这些营销套路在这个时代简直就是降维打击。威尔赫米娜心里清楚，简绝对是个被低估的商业天才，这笔买卖他投定了。威尔赫米娜心里很清楚，简的眼光确实太超前了，但在消费力有限的平民身上，花再多心思也很难赚到大钱。他放下茶杯，提起了简最近在做的好事，听说简一直在给孤儿院低价供应面粉。威尔赫米娜直言不讳，说自己是被这份善良打动了，才决定出这笔钱。但他也给简提了个醒，投资和捐赠是两码事。虽然他带着诚意来，但这终究是一场商业博弈。简听完这话，心里总算有了底。既然规则已经定好，那就没什么好犹豫的了。简当场表态，绝对不会让这笔投资打水漂。这生意谈成了，可接下来的路真的会像预想中那么顺吗？简心里很清楚，这种只给钱不插手的投资人，全天下哪个商人能拒绝？威尔赫米内的要求也很简单，他说一开始不指望赚大钱，只要别把本金亏掉就行。结果简听完这话，反而觉得不可思议，保住本金难道不是底线吗？如果不这么做，那在法律上可就是犯罪了。这下轮到威尔赫米娜没反应过来，他压根没听说过这世上竟然还有这么保护投资人的法律。原来按照这里的规矩，商人只要拿了贵族的钱，
就必须签一份保本协议。要是真把本金亏了，那可就不是赔钱能了事的。看来这贵族的钱虽然拿得爽，但背后的法律风险可比想象中要大得多。这种法律简直就是索命符，一旦生意亏了本，不光是倾家荡产，全家人都得背上还不完的债，没钱还债就要去坐牢，这辈子就算彻底毁了。威尔赫米娜听完直接无语了，这哪是搞什么浪漫创意，这分明是在刀尖上跳舞。简无奈的解释，所以那些敢拿投资的公司，其实每一天都是在拿命在赌。威尔赫米娜越听越觉得不对劲，既然保本的要求这么严，难道平时都不仔细查账吗？这要是有人在账本上动点手脚，那不是想坑谁就坑谁。简被问的愣了一下，显然他还没意识到这个制度背后的漏洞到底有多大。威尔赫米娜随口举了个例子，比如利用公司的名义偷偷把钱揣进自己兜里，换个好听的说法，你应该很清楚这叫什么吧？这话一出，简整个人都愣住了，他显然没料到对方能把话挑得这么明。简心里很清楚，眼前这个女人绝对不是那种只会喝茶聊天的普通贵族。威尔赫米娜这姑娘看着确实挺有魅力的，但在简眼里，她也就是个普通的贵族小姐。本来简压根不想跟这些贵族扯上关系，打算今天随便应付一下，这事儿就算翻篇了。简心里的小算盘打得啪嗒响，拿了投资以后把本金还回去就行。可谁能想到这姑娘根本没那么简单。威尔赫米娜一开口，直接聊到了财务造假，说这就是贸易公司为了赚钱搞的小动作。还没等简反应过来，威尔赫米娜接着又抛出一个词：应计分录冲回。这下简彻底坐不住了，简这下是真被问住了。应计分录冲回，难道是为了不让别人投资，故意把业绩往低了报吗？威尔赫米娜摇了摇头，没那么简单，这样做是为了让公司看起来一直在稳步增长。他随手拿起了桌上的方糖，咱们打个比方，这一块糖就是利润，一层代表1年的数额，两家公司4年都赚了10块糖，但摆出来的样子可不一样。威尔赫米娜直接把问题抛给了简，换作是你会把钱投给哪一家？简想都没想，指向了那个阶梯式增长的，那肯定是选这个，每年都在翻倍增长的公司啊。要是个正常投资者都会做出这个选择，可这正是陷阱的开始。简觉得那种业绩忽高忽低的公司看着就不靠谱，肯定的选这个年年增长的。威尔赫米娜笑了笑，说这就是最绝的地方，如果这两家公司赚的钱其实一模一样呢，只要把账目稍微动动手脚，故意把利润分摊开，就能造出一个完美的增长曲线，专门用来钓那些看重潜力的投资人。简这下全明白了，难怪那些大贸易公司每次都能拿到巨额投资，原来完美的业绩全是这么演出来的。但这事儿风险太大了，简忍不住问了一句，万一搞砸了，那不就成诈骗犯了吗？威尔赫米娜倒是一点不避讳，这本来就是一场拿命在赌的博弈。威尔赫米娜一边递茶，一边随口提到了空壳公司，说只要有了这玩意儿，连假账都能做得天衣无缝。简接过茶杯，心里却泛起了嘀咕，这所谓的空壳公司到底是个什么名堂？威尔赫米娜反问了一句，难道你没听说过吗？这就是个挂名公司，表面上装作没关系，实际上根本不存在。简这下彻底服了，看来之前是自己太狂了，眼前这个女人那是真有2把刷子啊。简这回是彻底被折服了，临走前还特意问了一句，以后能不能经常来请教？威尔赫米娜答应得很干脆，毕竟这种送上门的帮手谁会往外推呢？简根本没意识到，在这场交易里真正赚翻了的人是谁。送走了简，接下来的事儿才是重头戏。威尔赫米娜可没打算闲着，虽然外面天寒地冻的，她真是一步都不想挪窝，但为了筹备那场庆功舞会，她必须得亲自出马了。刚要出门，就听见外面吵翻了天，有人扯着嗓子在喊，凭什么一直说不行？威尔赫米娜停下脚步，发现安娜正跟人争执不下。原来安娜想借马出个门，结果被拦得死死的。这马可不是随便能骑的，管事的说的清清楚楚，这些全是老公爵留下的宝贝，随便拉出一匹来，身价都能抵得上一整座庄园。规矩就摆在这儿，没拿到主人的准许，谁也别想动这些马。威尔赫米娜算是看明白了，这哪是在管马呀，分明是在给他下马威呢。当妈的想出个门，还得求着儿子点头借马，这事儿传出去，简直就是个笑话。说白了，这帮人压根没把他当成正牌的公爵夫人看。既然家里的马不给用，威尔赫米娜干脆放话，那我就走着就好了。这话可把旁边的安娜吓坏了。堂堂公爵夫人要是靠腿走，那这公爵府的脸面可就彻底丢光了。不过他可没打算真受这份罪，转头就问管事的能不能从外面叫辆马车。管事的答应得倒是挺快，立马就要去安排最好的车。可安娜心里却更慌了，放着自家的豪车不坐，非要去外面打车，这要是传开了，名声可就全毁了。威尔赫米娜倒是一点不在乎，他觉得这就像打出租车，反正自己也没车，只要动作快点，谁能看见他坐外面的马车？在他看来，活人总比那点虚名重要。这话一出，旁边的管事直接听愣了。既然这些马在别馆里只能看不能骑，那留着还有什么意义？威尔赫米娜干脆放了大招，他说回头就找人商量，把这马就直接给撤了。这下管事的彻底坐不住了，马要是全挪到主城去，他这个差事恐怕也就到头了。威尔赫米娜笑得特别灿烂，既然你这么爱护这些马，那就干脆连人带马一起送走，给你换个地方待着。威尔赫米娜平时待人不薄，但这可不是为了让人把他的好心当成软柿子捏。眼看饭碗要保不住，管事的赶紧指着角落里的一匹白马，小心翼翼地问这匹行不行？威尔赫米娜随口问了一句，这马的主人是谁？管事的赶紧回答说是公爵名下的，但他特意强调这是这儿最老最不值钱的一匹。威尔赫米娜这下
全看透了，这家伙是既想保住差事，又不想给他这个夫人面子。说白了，他就是怕那些名贵的马掉一根毛，自己就要跟着掉脑袋。可他还没意识到，这回他是真的踢到硬板了。威尔赫米娜笑了，他说：“既然你这么尽职尽责，那肯定得给你换个更能发挥才干的地方。”这话听着像是在夸人，实际上是要把他扫地出门。管事的这下彻底听懂了，整个人僵在原地。威尔赫米娜还挺纳闷，说：“我又没打算把你关起来，你在这儿激动个什么劲？”管事的刚想开口求饶，威尔赫米内的眼神就冷了下来，让他把嗓门放低点，在这儿顶撞雇主，可比没牵出马来后果要严重的多。这下管事的最后一点心理防线也彻底崩了，直接瘫在地上动弹不得。威尔赫米娜看得很透，那家伙就是平时没人管，懒散惯了，才敢在主子面前耍心眼。安娜在旁边小声念叨：“这要是回了主城，那里的规矩可比这儿严多了，他这好日子算是彻底到头了。”威尔赫米娜突然问了一句：“我是不是对他太凶了？”安娜赶紧摆手说：“您这简直是仁至义尽，没直接把他扫地出门，已经是给了天大的面子。”威尔赫米娜听完笑了笑，这小丫头还挺会说话，不过她心里最清楚，身上这件外套为什么这么暖和，那是安娜特意在火炉旁帮她烘了半天的结果。这种不声不响的体贴，才是她最看重的东西。安娜这小嘴是越来越甜了，直接对着威尔赫米娜一顿猛夸，说：“夫人，您简直就是全天下最好的主子。”威尔赫米娜听了心里也美滋滋的，是吗？能听到你这么夸我，我这心里可踏实多了。听听这动静，全场都沸腾了。威尔赫米娜就在这儿看着，看来今天这场戏比预想的还要精彩。胜负就在这一下，红头发的直接倒地，金发男人成了全场的焦点，大家都在喊他做到了。这下他可出尽了风头，成了所有人眼里的英雄。谁能想到这比赛刚打完，场面就变得这么刺激了？旁边的安娜吓得够呛，赶紧伸手想把威尔赫米内的眼睛捂住，直呼这画面太不像话了，让小姐赶紧转过头去。可威尔赫米娜压根没往那儿看，他反倒注意到了安娜粗糙的手，心里还琢磨着得给这丫头配点护手霜了。面对安娜的惊慌失措，威尔赫米娜表现得特别淡定，训练的时候脱个上衣，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安娜还想再劝两句，结果威尔赫米娜一句话就把她堵回去了。咱们既没闯禁地，这儿也没关门，人家练武的都没觉得尴尬，咱们看两眼怎么了？最绝的是，他最后还大大方方承认了，反正这些身材好的帅哥看着确实挺赏心悦目的。旁边的安娜已经没眼看了，威尔赫米娜倒是在认真琢磨，这些骑士的身材各不相同，看来在真正的战斗中，体型和技巧的关系比想象中要复杂得多，正看得入神。身后突然有人叫他，伊索农显然被吓了一跳，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位大小姐会跑到训练场来。威尔赫米娜倒是很淡定，笑着跟对方打招呼：“伊索农阁下，咱们又见面了。”伊索农这下反应过来了，赶紧回头冲着那帮手下大喊：“都别光着膀子了，赶紧把衣服穿好，没看到有贵客在这儿吗？”伊索农这会儿有点不爽，啧了一声。威尔赫米娜倒是一脸淡定，两人大眼瞪小眼的，谁也没摸透对方的心思。画面一转，咱们来到了热闹的酒馆，刚才那场比试赢了，这帮大老爷们儿正聚在一起庆祝，好酒好菜都备齐了，全场都在起哄。就在这一片嘈杂声中，伊索农却在琢磨别的事。庆祝舞会，伊索农试探着问：“您是想找个懂行的人来操办这场活动？”威尔赫米内点点头，没错，要是你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尽管提出来，我会把这些都加进计划里。伊索农倒是挺好说话，只要有吃有喝，那帮小子肯定就高兴了。不过，要是搞什么话剧或者传统的舞会，估计不太行，那帮粗人肯定欣赏不来这种斯文的东西。威尔赫米娜接着问：“那菜色方面呢？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吃的？”伊索农想了想，一时半会儿还真说不上来，在这儿待惯了，比起那种讲究的牛排和礼节，大家伙儿更喜欢大口吃烤肉，再加上我不喝酒，酒水这块儿我也给不了什么建议。威尔赫米内这下犯难了，看来想办好这场聚会，比想象中要麻烦得多。就在这时候，伊索农话锋一转：“不过我倒是知道有个人绝对能帮上您的忙。”伊索农这话说的干脆，既然有合适的人选，他打算亲自去请。他叮嘱威尔赫米娜先在这儿坐会儿，自己去就回。旁边的安娜都看呆了，这种跑腿的小事，他竟然不找各下人代劳，非要自己跑一趟。威尔赫米娜倒是看透了，这位老将就是这种性格，凡事喜欢亲力亲为，这样的人办事才让人放心。没过多久，门外就传来了脚步声，看来正主到了。一个声音从门口传来：“听说您在找我。”谁能想到伊索农请来的帮手竟然是一位英姿飒爽的女骑士。那塔索农这礼数给的足，他解释说长官被及时缠住了，只能由他先过来复命。威尔赫米娜赶紧让人家起来，反倒是替安娜刚才的失礼道了个歉。安娜这会儿还没缓过劲儿，只夸对方长得太好看，刚才差点没认出身份来。那塔索农倒是一点没生气，反而觉得是自己没打理好头发，才让大家伙儿误会了。这性格确实是个干实事的人。威尔赫米娜客气地请他入座，那塔索农刚坐下，就抛出了一个重磅炸弹。他说自己其实并不是男人，但准确来说，他根本就没有性别。这话把威尔赫米娜听懵了，到底什么意思？那塔索农也没打算隐瞒，直接亮出了真实身份。原来他是一只精灵，这下全对上了，难怪他长得这么出众。精灵这种生物，平时在人堆里根本见不着，他们都是从大自然里生出来的，有的在火山里诞生，有的在千年古树里
扎根。纳塔索农解释说，精灵这种生物生来就和普通人不一样，他们根本不需要性别这种东西。这事儿在学者圈子里早就吵翻天了，有人觉得他们是人类的分支，也有人觉得他们就是纯粹的灵体。但在威尔赫米娜看来，不管是什么身份，只要能沟通，那就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他开门见山地提到，是边境伯爵推荐了奈塔索农，说这位骑士不仅有问必答，而且绝对不会有所隐瞒。纳塔索农愣了一下，重复了一遍，绝对不隐瞒。威尔赫米娜笑着点点头，毕竟在这里，诚实才是最值钱的东西。他这次是真心实意，想把接下来的活动办好，所以必须得找个靠谱的人，把所有细节都打听清楚。威尔赫米娜直接把话挑明了，只要能出好主意，赏赐绝对少不了。纳塔索农倒是一点不客气，他觉得光有吃的喝的还不够，得搞点不一样的花样。与其让大家坐在那看戏，不如办个特别活动，让骑士和士兵们都能动起来。威尔赫米娜有点没转过弯来，特别活动。纳塔索农解释说，与其让大家当个看客，不如让他们亲自参与进去，这样才能真正热闹起来。这话确实说到了点子上。威尔赫米娜开始琢磨了，到底什么样的活动才能让这帮大老爷们都玩得尽兴。纳塔索农觉得，让这帮只会舞刀弄枪的士兵去跳舞，那简直是要了他们的命。威尔赫米娜一听也有道理，既然大家都是练家子，那干脆办个比武大会怎么样？纳塔索农举双手赞成，这帮人平时就爱显摆，要是能当着大伙的面露一手，他们绝对比谁都卖力。威尔赫米娜开始盘算了，既然是莱顿家族主办，光打架肯定不够，得搞得华丽一点，让全城的人都记住这场盛会。可就在这时，纳塔索农却突然表态，这场比武他绝对不能参加。威尔赫米娜有点纳闷，这可是出风头的好机会，纳塔索农为什么要拒绝？纳塔索农倒也直白，他说自己这张脸太麻烦，真要是上了场，对手恐怕根本没法专心打架。威尔赫米娜一下子反应过来了，确实长成这样去比武，那帮士兵哪还顾得上看见啊？而且仔细想想，熟人之间动手确实尴尬，要是对上自己的上司或者哥们，谁能真的下死手？不过这难不倒威尔赫米娜，既然脸是问题，那把他遮住不就行了？威尔赫米娜这脑子转得飞快，既然怕露脸，那就干脆把身份彻底藏起，这就不只是单纯的打架了，而是纯粹实力的较量，谁也别想靠刷脸拿分。到时候全员换上夸张的行头，再戴上奇奇怪怪的面具，谁也认不出谁。光变装还不够，还得起一堆搞笑的绰号，怎么离谱怎么来，绝对能把气氛直接拉满。威尔赫米娜越想越兴奋，干脆咱们就办一场蒙面格斗大赛，怎么样？纳塔索农有点不敢相信，蒙面格斗大赛。威尔赫米娜肯定地点了点头，没错，到时候大家都穿上华丽的衣服，戴上面具，再给自己起个假名去战斗，这样谁也认不出谁，大家只能靠真本事说话，这才是最公平的对决。纳塔索农听得整个人都愣住了，这种比赛简直就是为他量身定做的。他一把抓住威尔赫米娜的手，激动的大喊，我真的太希望这种比赛能办成了，毕竟这种能证明自己实力的机会，他等了实在太久了。奈塔索农这会儿正激动的不行，就在这时，伊索农推门走了进来，他一脸好奇地问，你们在聊什么呢？能让奈塔兴奋成这样，毕竟在他印象里还没见过纳塔索农这么失态的一面。威尔赫米娜赶紧笑着打招呼，伊索农大人，您回来的正是时候，既然长辈回来了，威尔赫米娜干脆直接发出邀请，要不要坐下来听听我们刚商量出来的计划？伊索农也没端架子，听起来挺有意思。伊索农仔细琢磨了一下，觉得这主意还真行，虽然戴面具穿礼服打架有点别扭，但反正就办这一次，又不是天天在泥地里打滚，偶尔讲究一下也没什么。威尔赫米娜趁热打铁，赶紧提了几个要求，想要借点练习用的武器和医疗包，再找几个士兵帮忙搭个台子。伊索农答应得那叫一个痛快，直接让奈塔索农去叫人，把那些闲着没事干的士兵全拉过来干活。纳塔索农二话不说，唰的一下就冲出去准备了。威尔赫米娜自己都没想到，这计划竟然通过的这么顺利。伊索农笑了笑，其实他心里早就有数，一听说要办蒙面大赛，他就知道这简直是给纳塔索农量身定做的。既然能让家里人高兴，那还有什么好犹豫的？伊索农这回是真服了，只夸威尔赫米娜眼光毒辣，能想出这么绝的主意。威尔赫米娜赶紧打哈哈，说这都是借鉴了别人的经验，其实心里虚得很。伊索农接着说出了心里话，纳塔索农因为长相和身份特殊，在骑士团里一直被排挤，这比赛正好能让他出口气。威尔赫米娜听得心里一沉，原来情况已经这么严重了。伊索农无奈地表示，军队这种地方太死板，太出众的人反而没法立足，强行凑在一起只会出问题。紧接着，伊索农抛出一个重磅消息，纳塔索农马上就要退役了，得赶紧找个新主子效忠。威尔赫米娜这下彻底懵了，骑士竟然还能退役，这不应该是干一辈子的职业吗？伊索农接下来的话让气氛变得更微妙了。正常骑士确实是效忠一生，但奈塔索农的情况显然是个例外。伊索农叹了口气，说奈塔索农的情况确实特殊，普通骑士这辈子基本就是领主给什么头衔就接什么，但奈塔索农不一样，他可以通过立功换取荣誉，然后在退役后彻底变成一个自由骑士。听着好像挺风光，但这所谓的自由其实跟流浪汉没啥区别，毕竟骑士要是没了效忠的主子，那头衔也就成了个摆设。威尔赫米娜一下子听明白了，所以您是想在奈塔索农离开之前帮他找个靠谱的新东家？
伊索农点了点头，承认了这就是他的真实目的。威尔赫米娜心里开始盘算，既然要找主子，那实力肯定的过硬。他紧接着问了一句：“那塔索农的本事到底能排到什么水平？”伊索农一脸严肃地说：“那塔索农的本事绝对是顶尖的，放眼整个骑士团，那也是数一数二的高手。要知道，伊索农手里握着西方最强的兵力，可偏偏那塔索农这么厉害的人，到现在都没能得到应有的认可。”威尔赫米娜听得心里挺不是滋味，这种怀才不遇的处境，换做谁心里都不会好受。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伊索农当场拍板，下周末就正式举办这场舞会。正式谈完，伊索农客客气气的起身送客，威尔赫米娜礼貌递到了谢。临走前，他还没忘吩咐安娜再去叫一辆马车过来。伊索农听完愣了一下，堂堂公爵夫人出门，竟然连辆像样的马车都没有。威尔赫米娜赶紧解释，说是家里的车刚好都派出去了，只能临时从外面叫一辆。这话一出口，伊索农的眼神立马就变了，死死盯着旁边的安娜。威尔赫米娜被这眼神吓了一跳，心里直犯嘀咕：这老头怎么突然这么凶？我家侍女又没做错什么。结果伊索农叹了口气，语气突然变得特别客气，非要亲自给威尔赫米娜安排车。他转头就吩咐手下赶紧去准备最体面的马车，送公爵夫人回去。这下威尔赫米娜想拒绝都难了，看来这老头是真把她当成落难的大小姐了。威尔赫米娜本来以为顶多就是辆稍微高级点的车，结果等车一露面，她和安娜都看傻了，这哪是普通的马车啊，光是拉车的马就有6匹，这排场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要去冲锋陷阵呢。再看这车的造型，全身上下没有一点多余的装饰，透着古军旅特有的硬核气息，这要是开到大街上，那回头率绝对是100%。威尔赫米娜心里直犯嘀咕，这车长得也太像前线运兵的了，她是真的一点都不想坐进去，早知道还不如随便叫辆普通的车呢。可伊索农倒是一脸淡定，还特别绅士的做了个请的手势，公爵夫人请上车吧，我保证这车坐起来绝对稳当。既然车都备好了，伊索农干脆也跟了上来。他说正好顺路，想陪公爵夫人走一段。威尔赫米娜哪敢拒绝啊，只能点头答应。坐稳之后，威尔赫米娜心里直犯嘀咕，这老头今天怎么这么热情？换做以前，他根本没机会跟这种大人物说话。看来这身份一变，待遇确实不一样了。走着走着，伊索农突然提起了旧事，他问威尔赫米娜还记不记得上次在花园里聊的话题，这下把他给问住了。花园？哪次啊？伊索农提醒他，就是关于那个男人的事。他压低声音问，你以前是不是跟哪个男人有过一段？伊索农突然压低了声音，说想请公爵夫人帮个忙，把那天晚上他说过的那些胡话全都给忘了。威尔赫米娜听得一头雾水，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伊索农竟然当场道起歉来，说那天晚上全是他在瞎编，请千万别往心里去。既然对方都把这事儿定性成玩笑了，威尔赫米娜也乐得顺水推舟，赶紧点头答应，心想这老头为了圆场也是够拼的。可安娜却听出了不对劲，悄悄凑过来打听，是不是舞会那天出啥大事了。威尔赫米娜嘴上打着哈哈，说真的啥也没发生，可他越是这么遮遮掩掩，安娜心里就越犯嘀咕，这摆明了就是有情况啊。威尔赫米娜也是无奈，刚才伊索农都亲口说了，让把那件事给忘了，他哪还敢乱嚼舌根？可安娜显然没打算放过他，一脸八卦的盯着看，搞得威尔赫米娜心里直发毛，这丫头到底在想什么？就在马车路过台阶的时候，威尔赫米娜不经意往外一瞥，发现远处有2个熟悉的身影，正凑在一起说悄悄话。仔细一看，那不是海伦吗？他怎么会在这儿？安娜也跟着凑了过来，一眼就认出了海伦对面那男的，这不是杰克逊先生吗？威尔赫米娜一头雾水，这名自听者耳熟，可就是想不起来是谁。安娜赶紧提醒，就是马厩里管事的那个，之前还找借口死活不肯借马给咱们。马车还没停稳，海伦就这么直勾勾地盯着车上的几个人，他试探着叫了一声母亲。伊索农倒是淡定，下午好啊，海伦。他解释说，刚才正跟公爵夫人商量庆功宴的事儿呢，看他没带马车，就顺路送他回来。海伦听完客气了一句，说那真是谢谢您的照顾了。伊索农摆摆手，说这都是骑士该做的，总不能让一位女士大老远自己走回来吧。可这话听在海伦耳朵里，怎么琢磨怎么不对劲。这俩人什么时候关系变得这么好了？威尔赫米奈整个人都懵了，这剧情走向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料。看伊索农这严肃的表情，难道他是在替自己打抱不平？可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明明刚才还在撇清关系，现在居然开始当众护短了。海伦在那儿一言不发，气氛一下子变得特别僵。威尔赫米娜心里直犯嘀咕，这老头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威尔赫米娜心里直犯嘀咕，他在莱顿家的处境并不好，伊索农肯定早就看出来了。既然这样，这老头为什么还要出手帮他？伊索农客气的告辞，公爵夫人，那我就先走一步了，咱们后会有期。威尔赫米娜笑着回应，好的，下次见。伊索农边境伯爵看着伊索农离开的背影，威尔赫米娜很清楚，就算他是边境伯爵，公然和莱顿家作对，恐怕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威尔赫米娜看着眼前这一幕，心里已经有了计较。本来以为这人顶多是被训斥几句，结果看他这副样子，简直就像是在等死。这气氛确实不对劲，就算犯了错，也不至于吓成这样吧。海伦倒是淡定得很，他随口吩咐道：“母亲，我会尽快给您安排新的马车，年前的舞会肯定能用上。”威尔赫米娜在一旁听着，忍不住插了一句：“那原来马厩里的那些马，你打算怎么处理？”海伦这话里带刺，说那些马都是公爵的财产，意思很明白，给威尔赫米娜配什么样的马，全看他在这个家到底算老几。
威尔赫米娜根本不想搭理这种小家子气的挑衅，她直接叫上安娜，打算回屋休息。结果对方还没打算放过他，海伦话锋一转，突然提到了那个马夫，说他平时干活不出力，得好好收拾一顿才行。这下马夫彻底绝望了，再来顿家。所谓的管教可没那么简单。海伦故意停下来，盯着威尔赫米娜问：“你觉得该怎么处理？”这分明是把难题直接甩到了他脸上。威尔赫米娜直接反问：“这话到底什么意思？”海伦倒是一点不客气，非要让他给马夫定个罪名，这明摆着是想拉他下水。安娜都看傻了，这两人之间的火药味简直要把屋顶给掀了。威尔赫米娜没被他带节奏，先问清楚这人到底犯了什么错。海伦随口列了2条罪状，说他没照顾好别管的马，还没能及时准备好马车。威尔赫米娜心里跟明镜似的，这哪是在教训下人啊，分明是想逼他亲口承认那些马根本不属于他，还要让他当这个恶人。这一招确实够狠，就看威尔赫米娜怎么接招了。威尔赫米娜本来打算直接把这马夫调走就算了，可现在要是轻易放过他，他这个公爵夫人的名声可就彻底扫地了。虽然他心里也清楚自己现在确实没啥地位，那些马也都是公爵的财产，但为了这点小事，真的有必要在这儿硬碰硬吗？想到这儿，威尔赫米娜直接反客为主，他盯着海伦问：“海伦，我只问你一个问题，这个马夫到底是在为谁办事？”这话问得太突然，海伦一下子没反应过来，他完全没搞懂威尔赫米娜这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威尔赫米娜这招叫以退为进，他当众把话挑明了，想治这个马夫的罪，得先搞清楚他到底是谁的人。要是这人归别管管，那确实是他这个当主人的，没把手下人教好。可要是这人是主城派来的，那这事儿性质就全变了。海伦这下彻底没话说了，他本来想借着马夫的事儿让威尔赫米娜下不来台，结果反倒把自己给绕进去了。如果承认马夫是主城的人，那他刚才对公爵夫人的无礼就要由主城那边来负责。威尔赫米娜心里算得很清楚，与其为了几匹马丢了名声，不如趁这个机会把人心给收回来，这回看对方怎么收场。威尔赫米娜直接把球踢回给了海伦，你会怎么选呢？是打算跟我一样大度，还是老老实实交代真相？这招简直是把对方架在火上烤，要么认怂，要么自爆。日子一天天过去，回想起那天的情况，威尔赫米娜心里其实也捏了一把汗，她当时真怕两边会直接撕破脸打起来。威尔赫米娜在花园里散步，旁边的安娜还在后怕，说从来没见过海伦露出那么吓人的样子。但在威尔赫米娜看来，海伦一直都是那个德行，只不过这次确实把安内给吓得够呛。原本以为要大闹一场，结果这场无声的较量竟然这么快就收场了。海伦最后还是认了怂，说是自己弄错了，只会象征性的给点惩罚，这明摆着就是想赶紧逃跑。可事情哪有那么简单，人是走了，但那几匹马还是被他给带走了。就在威尔赫米娜琢磨这事儿的时候，安娜突然跑来报信，说那个叫杰克逊的马夫竟然被其他马夫给揍了，理由倒是挺冠冕堂皇，说是看他不顺眼，想教训教训这个偷懒的家伙。但这事儿怎么看怎么蹊跷。威尔赫米娜心里清楚，这哪是简单的教训，分明是有人想杀鸡儆猴，或者是想堵住谁的嘴。正说着呢，一个熟悉的声音传了过来，原来是内塔索农到了。这位骑士大人可不是一个人来的，瞧瞧这阵仗，后面跟着一大堆箱子，看样子主城那边这回是动真格的了。威尔赫米娜抱着花客气了一下，说这大花园里连杯茶都没有，真是有点不好意思，但这也就是句场面话，谁也没真打算坐下来喝茶。干活的人倒是挺实在，说咱们就是来出差的，只要活儿干完就行。这阵仗看着可不小，全是主城那边派来的精锐。原来11索农把那塔索农派过来了，这老头的心思简直是司马招之新路人皆知。威尔赫米娜一眼就看穿了，这哪是单纯来帮忙的。别看那塔索农表面上冷冰冰的，其实心里那点小算盘早就被威尔赫米娜摸透了。这姑娘现在就等着看这位大小姐怎么发号施令呢。那塔索农直接开口问了，接下来该怎么办？这球又踢回到了威尔赫米娜手里。威尔赫米娜提议，不如咱们去看看那些衣服，既然正事儿还没开始，先带这位骑士大人转转，这地方可不是随便进的。威尔赫米娜在前面带路，那塔索农紧跟在后面，显然还没搞清楚状况。推开这扇大门，里面的景象让那塔索农有点意外。威尔赫米娜笑着打招呼，大家最近怎么样？屋里这群孩子一看到他，立马兴奋地叫了起来。那塔索农一脸不可思议，这些人全是在为您打工吗？这阵仗看着可不像普通的作坊。威尔赫米娜摇了摇头，他们只是领地里的孩子，聚在这儿图个热闹罢了。可这些孩子手里摆弄的东西似乎没那么简单。那塔索农看着满屋子的孩子，问这些比赛用的衣服全是他们做的吗？威尔赫米娜大大方方承认了，没错，全是他委托给这些孩子的。这么做其实是为了帮这些孩子过冬，在这儿干活不仅暖和，还有热乎饭吃，拿到的工钱比在外面干1周都多，剩下的碎布头还能带回家。那塔索农还是有点担心，问威尔赫米娜，您真觉得这些孩子能把活儿干好吗？威尔赫米娜倒是很看得开，说实话，质量好不好其实没那么重要，就算做的有点滑稽，那不也挺有意思的吗？那塔索农还是觉得不妥，这可是正式场合，万一影响了活动的威严怎么办？威尔赫米娜早就想好了说辞，颜色太花哨或者配饰太夸张都没关系，只要告诉大家这是孩子们亲手做的，大家只会觉得这事儿办得暖心。威尔赫米娜笑着提议，只要把这次活动包装成慈善，骑士团的名声也能跟着水涨船高。他还特意补了一句，别担心，裁缝们会帮孩子们把关的。
娜塔索农听完，这才算松了一口气。威尔赫米娜拉着他往里走，说：“咱们也别站着了，过去帮帮他们吧。”娜塔索农赶紧跟上，这态度转变得够快的。威尔赫米娜直接坐到孩子堆里，问大家都在做什么呢？娜塔索农在旁边都看呆了，这些孩子竟然连尊称都不用，直接就跟他聊上了。小女孩兴奋的显摆，说自己做了一个土豆头盔骑士。威尔赫米娜顺着话茬逗他：“看来你真的很喜欢土豆啊。”小女孩想都没想，大声说：“土豆最好吃了。”威尔赫米娜还在那儿逗孩子，说这土豆骑士看着太香了，大家肯定都想咬一口。这下可把小姑娘吓得够呛。威尔赫米娜转头问娜塔索农：“娜塔，你会缝纫吗？”娜塔索农只能实话实说，这拿惯了大剑的手，哪干过这种细活啊？威尔赫米娜倒是不介意，说：“那你帮我挑布料摆造型吧，剩下的缝补活我来搞定。”娜塔索农还是有点懵，不知道该从哪儿下手。威尔赫米娜指了指旁边的样衣，说：“你就按自己的想法来，想怎么搭就怎么搭。”既然都这么说了，娜塔索农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他拿起布料仔细琢磨，这架势看着还挺像那么回事，就是不知道最后能做出个什么来。娜塔索农正坐着呢，旁边的小男孩突然凑了过来，好奇地问：“漂亮姐姐，你是谁啊？”威尔赫米娜赶紧在旁边介绍，说：“这位可不是普通的淑女，而是一位超级帅气的骑士，待会儿还要穿你们做的衣服去比赛。”这话一出，全场直接炸锅了。孩子们哪见过活的骑士啊，一个个全都围了上来。娜塔索农这下有点受宠若惊，平时大家见他都躲着走，这帮孩子倒是一点都不怕生，看来他们是真懂什么是美。孩子们的问题一个接一个：“你会骑马吗？你会去救公主吗？”娜塔索农哪见过这阵仗，赶紧解释说马是会骑，但救公主这活儿真没干过。结果孩子们根本不听，还在那儿感叹骑士长得真好看。看来这波名声是彻底挽回来了。娜塔索农这下是真招架不住了，这帮孩子的热情比上战场打仗还让人头大，他只能在那儿求饶，说：“咱们能不能一个一个来？”好不容易从孩子堆里脱身，娜塔索农忍不住感叹说：“这些孩子在您的照顾下过得可真不错，您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这话听得威尔赫米娜心里直发虚，她觉得自己哪有那么伟大，这评价给的实在是太高了，高到让她都有点接不住。威尔赫米娜最后还是说了实话：“其实我真没做什么，我只是给了他们一点钱，顺便给他们找了点活干。结果呢，这在那塔索农眼里反而成了更有远见的善举。”威尔赫米娜还在那儿解释说：“这些钱也是我自己赚的，真没必要把我捧得那么高。”娜塔索农笑着应了一声，这一下威尔赫米娜直接没法直视了，长得好看的人连笑起来都自带光芒。两人一边下楼一边聊，娜塔索农突然说：“我已经看透您是个什么样的人了。”威尔赫米娜追问了一句，结果对方回了一句：“就跟您看起来的一模一样。”这话说的简直让人摸不着头脑。威尔赫米娜正打算带他去吃饭，结果楼下突然传来一阵吵闹声，有人在大喊：“团长，我们实在理解不了你的想法，为什么要主动申请跟娜塔骑士合作？这顿饭看来是吃不成了。”两人往楼下一看，正好撞见那位被围攻的团长，这出场时机抓的可真是够准的。楼下这帮见习生正闹得凶呢，他们支着团长的鼻子抱怨，说连新人都瞧不起娜塔索农，凭什么他靠一张脸3年就能当上骑士？我都练了5年了，还没出头。团长叹了口气，说：“你们这就是典型的受害者心态。”结果这话捅了马蜂窝，见习生们更委屈了，说他当了骑士之后根本不露面，凭什么让我们听一个没本事的人指挥？奈塔索农在楼梯上听得清清楚楚，他小声嘀咕了一句：“我只是习惯大清早一个人偷偷练。”威尔赫米娜在旁边全听明白了，原来他是怕给别人添麻烦，才故意避开大家的。团长还在那儿打圆场，说：“我理解你们不服气，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处。娜塔索农长得漂亮，能代表骑士团护送公爵夫人，这不也是一种本事吗？”他这番话听着像是在帮忙，其实是把内塔索农当成了花瓶，说脏活累活你们干，他负责撑场面就行，这分工多公平啊！威尔赫米娜在楼上听得火大，团长这番话简直是杀人诛心，不仅拿性别说事，还撒谎说娜塔索农的任务只是陪跑，顺带着把他这个公爵夫人也贬成了花瓶，这不明摆着说2个女人都没本事吗？底下的见习生还在那儿酸，说要是长得像娜塔索农那么好看，这日子得过多轻松啊！团长还在那儿装好人，说大家各司其职，只要面子上过得去就行。威尔赫米娜这下全看透了，原来内塔索农在团里一直被这么排挤，就是因为这帮人先入为主，把所有的路都给他堵死了。团长看气氛差不多了，大手一挥说：“今天我请客，咱们赶紧去吃饭。听说公爵家的伙食那是相当不错。”见习生们这才勉强消了气，跟着团长准备开溜。威尔赫米娜看着身边的奈塔索农，突然开口叫了他一声，纳塔索农还没反应过来，就听见了一句让他浑身一震的话。威尔赫米娜直视着前方，语气坚定的不行，把头抬起来：“你没什么好丢人的。”纳塔索农回过头，看着眼前这位公爵夫人，他习惯了把所有的委屈都藏在那张没表情的脸后面。威尔赫米娜可不打算绕弯子，直接给他下了死命令：“你必须在比武大会上拿冠军。”纳塔索农愣住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威尔赫米娜接着说：“想要堵住那些烂人的嘴，唯一的办法就是靠实力说话。反正到时候你会隐藏身份，只要一心想者赢就行了。”纳塔索农沉默了半晌，终于问出了心里最没底的那句话：“如果我赢了，一切真的会改变吗？”威尔赫米娜撩了一下头发，语气特别坦荡：“我不知道，这种事不可能一下子就变好，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只要你拿到了结果，就谁也没法再否定你。”
威尔赫米娜拍了拍他的肩膀，告诉他之前的那些汗水绝对不会白费，所以把头抬高，让他们好好看看你的剑到底有多快。要是还有人敢拿别的说事，那就直接用实力让他们闭嘴。既然是骑士，那就用手里的剑证明自己到底是谁。只要你真的下过苦功夫，这一仗你绝对能赢。纳塔索农终于不再犹豫了，他大声回应：“遵命阁下。”大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威尔赫米娜站在高处，问伊索农记不记得今天的安排。伊索农倒是挺淡定，说流程他都清楚，先是致辞和颁奖，最后才是重头戏比武大赛。结果威尔赫米娜话锋一转，直接掏出一件大红色的礼服，说想让他也一起穿上。这下把伊索农给整不会了，他纳闷地问：“这可是比赛的行头，难道连我也要跟着变装吗？”威尔赫米娜不仅让伊索农换装，自己也掏出了猫脸面具和兔耳朵，说是为了增加气氛，他也要跟着一起变装。毕竟伊索农这张脸大家都认识，但他打算躲在暗处当解说员，所以还是把脸遮起来比较稳妥。伊索农听得一愣一愣的，解说员，这又是唱的哪一出？威尔赫米娜倒是想得挺周全，说这种比赛没个现场解说哪来的气氛？伊索农最后还是被说服了，换上那身显眼的红披风，站到了看台上。他看着下面，突然问起纳塔索农的情况怎么样了。结果威尔赫米娜反问了一句：“这话是什么意思？”威尔赫米娜反问完，直接把话挑明了。他说：“你应该很清楚，我到底在问什么。”伊索农看着眼前的威尔赫米娜，虽然带着滑稽的兔耳朵，但这气场真不是盖的，简直就像个天生的统帅。伊索农叹了口气，终于说了实话，他觉得纳塔索农在处理事情上还是太软弱了。虽然现在的局势确实复杂，但如果威尔赫米娜这时候表现出偏袒，反而会害了纳塔索农。说到底，纳塔索农现在还没那个本事，能一个人把这些烂摊子处理好。威尔赫米娜听完没再多说，只是默默戴上了面具。他觉得要是那些人知道背后有自己撑腰，做事肯定会果断得多。伊索农听完，觉得这评价确实够扎心的。在威尔赫米娜看来，纳塔索农之所以会栽跟头，就是因为太天真，总觉得光靠练剑就能解决一切。要是早点找好盟友，事情哪会变得这么麻烦？伊索农却不这么想，他觉得利用内斗来给自己捞好处，这可一点都不符合骑士精神。结果威尔赫米娜直接对了回去：“难道带头欺负人就是骑士精神吗？那些身居高位的人不干人事，反而要求受害者去讲道义，这难道不是最大的虚伪？”这番话一出，伊索农彻底没话说了。威尔赫米娜觉得光靠正直根本解决不了问题，纳塔索农手里明明有大把资源，人脉也好，样貌也罢，只要稍微动点脑筋，哪至于落到今天这步田地？伊索农听完忍不住问了一句：“这些话你当面跟纳塔索农说过吗？”结果威尔赫米娜一口否认，说自己可不是那种会当面教训别人的人，看他这副样子，明显是有点心虚了。伊索农这下算是看明白了，威尔赫米娜嘴上说得狠，其实选了一条最麻烦的路，非要绕这么大个圈子去帮忙。这老头心里估计正偷着乐呢。威尔赫米娜终于交了底，他说自己就是看不惯那些拼命努力的人，最后却落个两手空空，这事儿让他心里特别不痛快。听完这话，伊索农笑得意味深长，他说自己总算看明白了，这位公爵夫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威尔赫米娜还没反应过来，伊索农又补了一句，说这话听着怎么这么耳熟？纳塔索农之前好像也说过一模一样的。这下轮到威尔赫米娜发懵了，还没等他想明白，伊索农已经忍不住笑出了声。看来这两个人骨子里其实是一类人。既然话都说开了，那接下来的行动可就更有意思了。纳塔索农已经到场了，看这架势，今天他是志在必得。威尔赫米娜之前说的那番话，现在还在他耳边回响。既然有人这么看好自己，那还有什么好犹豫的？纳塔索农心里很清楚，这次他绝对不能输，必须得拿个冠军回来。结果刚走没两步，德里克凑了过来，他看着周围这阵仗，忍不住提醒纳塔索农，今天的高手可不少，想赢怕是没那么容易。德里克还在那儿阴阳怪气，问纳塔索农是不是当真了。纳塔索农以前觉得那些没上过战场的见习生对自己有敌意也就算了，结果德里克越说越离谱，劝他放轻松点，说这比赛就是图个乐，赢了也没什么含金量。这话一出，纳塔索农可就不打算惯着他了，他盯着对方说，你明明亲眼见过我的实力，现在却在这儿胡编乱造，甚至还瞧不起这场比赛。纳塔索农最后直接把话挑明了，你这是怕输给我，提前给自己找台阶下吗？这种行为真让人恶心。刚才还不可一世的德里克一下子就被对得没话说了。纳塔索农这番话简直是把对方的遮羞布全给扯了。他说这种话听着就像在找借口，万一输了好给自己留个台阶下。德里克这下有点接不住了，赶紧解释说自己只是想让他别太紧张，没必要发这么大火。纳塔索农冷笑一声，既然你这么淡定，那待会儿比赛的时候可千万别掉链子啊。德里克爵士这话一出，德里克整个人都僵住了，刚才那股嚣张劲儿一下子就没影了。纳塔索农头也不回的往前走，顺便还提醒了他一句，输了的人可是要当众摘下面具的，就算你嘴上说不在乎输赢，但要是输得太难看，这脸恐怕也没地方搁了吧。纳塔索农懒得再跟他纠缠，简单行了个礼，直接转身走人。这下轮到德里克没话说了，只能眼睁睁看着他离开。纳塔索农独自回到房间，看着眼前这个盒子，当初威尔赫米娜把礼物送过来的时候，他还没明白这里面的深意，但现在他心里已经有数了。威尔赫米娜当时特意交代过，这是给你的礼物，要是你觉得自己能赢，就把这个带上，既然要拿冠军，那就要用最惊艳的方式拿给所有人看。
娜塔索农已经做好了觉悟，既然要拿冠军，那就要赢得彻彻底底，才不枉费这份精心准备的礼物。镜头一转，比武大会的现场早就炸开了锅，看台上坐满了观众，大家都在交头接耳，等着看接下来的重头戏。就在这时候，随着一阵清脆的脚步声，全场的注意力都被吸引了过去，气氛一下子被拉到了最高点。主持人高声宣布：“欢迎各位勇士来到莱顿家族的面具比武大会。”谁能想到，威尔赫米娜竟然亲自上阵，还给自己起了个猫兔的艺名。这波操作直接把现场的气氛给点燃了。台下的观众哪见过这阵仗，一个个兴奋的嗓子都要喊哑了。这种热闹劲儿，在领地里可真是不多见。威尔赫米娜大声宣布，为了庆祝之前的胜利，慈善锦标赛现在正式开始。在比赛正式开始之前，他先卖了个关子。他大声宣布，咱们得先给伊索农鼓个掌，多亏了他，这比赛才能顺利办成。台下这气氛唰的一下就点燃了，到处都是欢呼声。威尔赫米娜倒是稳得很，毕竟上辈子当过老师，控场这种事对他来说太简单了。结果意外发生了，伊索农居然对着他鞠了一躬，这下威尔赫米娜彻底急了，你这一拜，我的身份不就全露馅了吗？威尔赫米娜赶紧把话接过来，开始介绍比赛规则。这次是淘汰赛制，赢的人直接晋级下一轮。他还给观众留了个悬念，所有选手都戴着面具，大家可以猜猜看，这些面具后面到底是谁？光猜肯定没意思。威尔赫米娜接着抛出重磅炸弹，这次比赛准备了特别大奖，不仅给最后的冠军，猜对人数最多的观众也有份。这下全场都坐不住了，冠军能拿到一把绝世好剑，那是顶级铁匠亲手打造的，而猜对的观众能得到一副纯白的马镫。威尔赫米娜偷偷笑出了声，这件事他找人要来的，马镫则是趁乱从马厩里顺出来的，反正那些好马都被牵走了，留个马镫当奖品正合适。看着台下这股热乎劲，威尔赫米娜知道这稳了，既然大家兴致这么高，那就让这气氛再火爆一点。威尔赫米娜趁热打铁，大声宣布蒙面格斗大赛第一轮正式开始。这第一场对决名字起得一个比一个离谱，软绵绵史莱姆对阵香喷喷猪蹄。威尔赫米娜也是真敢玩，直接让选手们上台，这画风简直让人没眼看。比赛刚一开始，蓝熊爵士就闹了个大笑话，他一个没站稳，直接在地上打了个滚，这分丢的全场都跟着起哄。台下的观众一眼就认出了他的身份，都在那儿喊着让他赶紧下来，别在这儿丢人现眼了。威尔赫米娜凑到跟前问伊索农阁下，您觉得刚才那场比赛怎么样？伊索农赶紧清了清嗓子，一本正经的评价说，蓝熊爵士确实长得挺壮实，但这身手实在是有待提高啊。他接着补了一刀，看来比赛结束之后得给他安排点特别训练了。这话一出，台下的骑士们全都笑疯了，都在那儿起哄，恭喜维利兹喜提加练大礼包。威尔赫米娜看着这一幕，整个人都愣住了，他是真没想到伊索农居然这么有幽默感，而且还挺享受这种气氛。他心里直犯嘀咕，早知道他这么能接梗，就该多准备一个扩音器，这解说效果绝对能翻倍。第一轮比赛打到现在，终于到了最后一场压轴戏。威尔赫米娜宣布，加上这一场的胜者，总共会有8个人晋级下一轮。这最后一场的选手名字是一个比一个离谱。威尔赫米娜强忍着笑，开始介绍第一位登场的猛男。这位自称是沼泽鸭爵士，瞧瞧这身行头，绿油油的鸭子头套配紧身衣，还在台上疯狂展示肌肉。威尔赫米娜忍不住吐槽，这肌肉线条以前还真没看出来啊。台下的观众早就笑得直不起腰了，但这还没完，威尔赫米娜接着介绍他的对手，这位更是重量级，也是威尔赫米娜最期待的一位。让我们欢迎馅饼头仙女。这名字一出来，全场都安静了，大家都在盯着入口，想看看这馅饼头到底能长成什么样。这位馅饼头仙女终于露面了，好家伙，这造型简直绝了，头上顶个大馅饼，背后还扇着蝴蝶翅膀，谁能想到面具底下的竟然是奈塔索。威尔赫米娜看着都替他累，本来想让他穿的轻便点，好歹是来打架的，结果这身行头全是孩子们亲手做的，这下威尔赫米娜彻底没话说了。娜塔索农也是真的实诚，明知道这衣服又重又不透气，但只要是孩子们的心意，他就绝对不会拒绝，这性格真是让人没法评价。台下观众都笑疯了，都在猜这馅饼头到底是谁，有人还以为是赫尔顿爵士，结果发现根本对不上号。威尔赫米娜在旁边看得清楚，压根没人能想到这面具底下竟然是娜塔索农，毕竟在大家眼里，他这种级别的骑士怎么可能穿成这样来比赛？娜塔索农可不管这些，既然上场了，那就要拿出真本事。他反手抽出了秘密武器，结果全场都看傻了，这哪是来打架的呀？锅铲夹子还有凉勺，这下连伊索农都懵了，这到底是厨艺大赛还是骑士比武？看着对面这一身厨具，沼泽鸭爵士也有点发懵，这到底是来打架的还是来野餐的？沼泽鸭爵士顿时觉得被羞辱了，他指着对面大喊，别以为逗大家笑2声就了不起了，不管你是谁，想赢我简直是做梦。威尔赫米娜在台上也看傻了，本来那些锅铲亮勺只是他拿来开玩笑的玩具，谁能想到娜塔索农竟然真的打算用这些玩意儿赢球。话还没说完，娜塔索农已经动了，这速度快的根本不像顶着个大馅饼的。沼泽鸭爵士还没反应过来，只觉得眼前一花，刚才还在远处的馅饼头仙女已经贴到了跟前，这下沼泽鸭爵士彻底没词了。娜塔索农手里的武器已经稳稳地架在了他的脖子上。娜塔索农语气平淡地开口，想要做出美味的馅饼，第一条规则就是，奈塔索农这一开口
全是做馅饼的歪理，面对食材绝对不能分心，哪怕馅饼再小，也得使出全身力气。话音刚落，他手里的厨具就挥了出去，这动作快得离谱，沼泽鸭爵士还没反应过来，就已经彻底落了下风。台上的威尔赫米娜微微一笑，这正是他想要的效果。娜塔索农往前踏了一大步，当众宣布：“这位仙女现在要开始做馅饼了。”底下的士兵们哪见过这种场面，一个个笑得前仰后合，都在问这到底是比武还是做饭。威尔赫米娜看着台下这股热乎劲，知道这出戏算是演成了，只要大家能笑出来，接下来的计划就好办多了。伊索农和身边的骑士们这下全看呆了，他们终于意识到这场比试根本不是在开玩笑。既然大家都看进去了，那就让这把火烧得更旺一点。威尔赫米娜戴着面具大声起哄，问沼泽鸭爵士敢不敢接下馅饼仙女的挑衅。娜塔索农这下是彻底认真了，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表演，而是一场真正的对决。威尔赫米娜拿着麦克风大声宣布了比赛结果，这场对决的胜者就是连赢好几场的馅饼仙女。娜塔背着那对显眼的翅膀，在全场的欢呼声中站到了台前。虽然大家都知道她有两下子，但想让这群眼高于顶的骑士服气，光靠普通的赢法可不行。娜塔必须得拿出点真本事，来一场让人心服口服的表演，不仅要赢得漂亮，还得让对手输得体面。只有这样，才能彻底堵住那些质疑的嘴，让全场观众都心甘情愿的为这位胜者喝彩。威尔赫米娜心里很清楚，现在全场观众最想知道的就是这个身手不凡的家伙到底是什么来头。随着比赛一场场打下来，大家的情绪都被顶到了最高点，所有人都在给这个神秘人加油，可谁也没见过他的真面目。大伙儿都在底下嘀咕，这馅饼仙女到底是哪路神仙？怎么以前从来没听说过这号厉害人物？威尔赫米娜看准了机，准备把气氛再往上推一把。就在刚才的第3场对决里，娜塔的表现简直绝了，这身手确实没给台下的人留下丁点儿质疑的机会。对手一个不留神，手里的剑竟然直接飞了出去，这要是换了别人，肯定趁机就把比赛拿下了。可奈塔索农却弯下腰，稳稳地接住了那把剑，还亲手递到了对方跟前。这种场面他也是头一回见，既然还没适应，那就拿好剑再来一次。这种不占便宜的做派，简直就是大家心里最完美的骑士样板。对手显然觉得丢了面子，嚷嚷着还没发挥出真本事，根本没法接受这种输法。娜塔倒也大方，既然你想打，那就再陪你过2招。这下台下的观众全炸锅了，谁也没想到这神秘人不仅身手好，连格局都这么大。等比赛真正尘埃落定，娜塔索农还不忘客气一句，真是场精彩的对决。娜塔索农在场上那股从容劲儿，不仅让普通士兵看呆了，就连那些心高气傲的骑士现在也全都心服口服。威尔赫米娜心里清楚，万事俱备，就差最后这临门一脚了。就在这时候，一个神秘男人稳步走上赛场，这种时候只有旗鼓相当的对手才能把气氛推向真正的顶点。威尔赫米娜看准时机，大声宣布，大家期待已久的终极对决现在正式开始。一边是势如破竹的黑马爵士，另一边是连战连捷的内塔。这最后一场到底谁能笑到最后？威尔赫米娜正要宣布开赛，对面的男人却突然抬手打断了节奏。他提了个让全场意外的要求，既然是最后一场，不如大家都把面具摘了。威尔赫米娜一时间没反应过来，这可是决赛现场，怎么突然要玩这一手？男人倒是挺坦诚，说自己的身份其实没啥好藏，但奈塔一直蒙着面，这对他来说可不太公平。他提议大家都把真面目露出来，堂堂正正的打一场。这下台下的观众全坐不住了，大伙儿早就想知道这身手不凡的内塔面具下到底长什么样。威尔赫米娜一眼就看穿了，对方这哪是想看脸，分明是想给奈塔挖坑。要是内塔真摘了面具，万一对方输了，就能拿奈塔身份不明当借口，这算盘打得也太响了。就在大伙儿都等着看戏时，娜塔却一口回绝了，抱歉，这个要求我没法答应。原来这身奇怪的打扮背后还藏着个心酸的故事。这衣服是一个叫提里娜的小姑娘亲手为她缝制的，那孩子家里穷得叮当响，平时只能靠土豆填肚子。她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吃上一口热腾腾的大派。奈塔穿着这身衣服，就是为了带着那孩子的梦想一起站上这个赛场。对她来说，这不只是一件滑稽的演出服，更是那孩子沉甸甸的嘱托。所以无论如何，这身衣服她绝对不会脱。娜塔这番话说的那叫一个大义凛然。她说这毕竟是场慈善活动，自己早就答应了那个小姑娘，一定要拿下这场胜利。紧接着，他当众喊出了那句让全场都怀疑人生的口号：最美味的派才是最强大的。这逻辑虽然听着离谱，但配上他那副认真的样子，对面的男人直接被整不会了，一句话也接不上来。台上的威尔赫米娜也看傻了，他小声问旁边的伊索农：奈塔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能说会道了？伊索农也是一脸纳闷，说这小子平时话挺少的，今天简直像是变了个人。不过话说回来，娜塔这一招确实高明，不仅化解了摘面具的危机，还顺手把气氛给带跑偏了。威尔赫米娜心里清楚，绝不能再给对方反击的机会，必须趁热打铁，把这股势头进行到底。威尔赫米娜看准时机，直接宣布决赛正式开始。这下谁也别想再整什么幺蛾子。话音刚落，娜塔整个人就像离弦的箭一样，唰的一下冲了出去，这速度快得让人根本反应不过来。对面的男人还没站稳，就被这股气势逼得连连后退，刚才那股嚣张劲儿一下子全没了。娜塔根本不打算给对方喘息的机会，步步紧逼，直接把人堵到了死角。看者台上这局势，伊索农和威尔赫米娜都看呆了，谁能想到娜塔动起真格来竟然这么猛？威尔赫米娜一眼
就看出来了，娜塔这次是彻底豁出去了。如果说之前还只是点到为止，那现在他就是奔着灵师误去的。可谁能想到，对面的男人突然像变了个人，这速度快的简直不讲道理，直接一个反冲锋，把刚才的劣势全给扳回来了。这下连伊索农都坐不住了，威尔赫米娜更是没料到，原本娜塔还占着上风，怎么一眨眼局势就反转了？难道说这家伙从一开始就在扮猪吃老虎，故意隐藏了真正的实力？威尔赫米娜怎么也想不通，这家伙之前明明没这么厉害，怎么突然就跟开了挂一样？旁边的伊索农点出了真相，原来那个男人竟然在偷偷动用魔力。威尔赫米娜这下全明白了，难怪对方的出招速度快得根本不合常理。伊索农接着解释道，这种比赛按理说不该用魔法，但对方这人非常狡猾，他只用了极少量的魔力，一般人根本察觉不到。台上的战斗越来越激烈，娜塔被压制得死死的，这不明摆着是作弊吗？可伊索农却摇了摇头，说这事儿还真不好办，因为比赛规则里压根就没写不准用魔法。伊索农叹了口气，说娜塔要是也动用魔力倒也没啥，可问题在于精灵的魔力实在太扎眼了，根本没法像对手那样偷偷摸摸。这样一来，娜塔就陷入了死胡同，不用魔法会被压着打，用了又会被所有人发现，在外人眼里，他现在就像个束手无策的胆小鬼。威尔赫米娜这才意识到，原来在这个世界打个架，竟然还有这么多心机和门道。现在的局面非常死板，除非被直接扔出场外，或者主动开口认输，否则这场折磨就不会停止。场上的火药味越来越浓，这已经不是普通的切磋了。娜塔索农这回是真的遇到了硬茬，台下的观众也不是傻子，风向一下子就变了。这黑马选手的招数怎么看都不像是正经路数，有人当场就认出来了，这不就是德里克吗？这种级别的比赛，他居然敢当众动用魔力。威尔赫米娜在旁边看得真切，作弊的事儿已经瞒不住了，可德里克根本没打算收手，反而打得越来越凶。娜塔索农现在的情况非常不妙，面对这种不讲武德的对手，他到底该怎么翻盘？德里克现在已经彻底豁出去了，比起得罪领主或者丢掉名声，他更想把娜塔索农彻底踩在脚下。在他眼里，娜塔索农根本不配跟他站在同一个高度。威尔赫米娜在台下急得不行，照这么打下去，娜塔索农肯定要输了，到底该怎么办？台上的局势一下子恶化，两边硬碰硬撞在了一起，结果最糟糕的情况还是发生了，娜塔索农的武器竟然直接被打飞了。这下娜塔索农手里没了家伙，面对发了疯的德里克，他还能拿什么去挡？娜塔索农这下是真的被逼到绝路了，手里的武器断得干干净净，连个趁手的家伙都没了。结果他倒好，直接把剩下的半截也给扔了。这动作一出来，全场都看傻了，大家都在底下嘀咕，这难道是要当场认输？毕竟没了武器，谁还敢跟对面那个疯子硬碰硬？威尔赫米娜在台下急得不行，心都提到嗓子眼了，生怕娜塔索农就这么放弃了。可就在下一秒，娜塔索农直接攥紧了拳头，这架势摆明了是要肉搏呀，没开玩笑吧？他居然想靠这双拳头翻盘，威尔赫米娜这下彻底坐不住了。这娜塔索农到底在想什么？居然真的打算赤手空拳去拼命？底下的观众也全炸锅了，拿肉身去撞铁家伙，这在大家眼里不明摆着是送死吗？德里克还没得意完，以为娜塔索农这是准备认输了，结果嘲讽的话还没说完，娜塔索农整个人已经冲到了跟前。接下来的这一幕直接让全场都闭嘴了，娜塔索农竟然徒手把剑给拨开了，这可是实打实的硬碰硬。德里克这下彻底慌了神，原本以为稳操胜券，谁能想到娜塔索农还有这种怪招，这局势怕是要彻底反转了。娜塔索农这一拳那是真的一点没留情面，刚才还嚣张的不行的对手，这下直接被打成了滚地葫芦。全场观众这下彻底燃了，谁能想到娜塔索农赤手空拳也能把局势给强行扳回来？德里克这下是真丢了大人了，他怎么都想不通，自己手里明明拿着家伙，居然会被一个空手的给收拾了。娜塔索农可没打算就这么收手，他这手势一摆，摆明了是在告诉对方别在那儿磨叽了，有本事就再站起来试试。伊索农和威尔赫米娜在台上都看傻了，威尔赫米娜忍不住感叹，这打斗简直太精彩了，虽然已经完全不按套路出牌，但这种变数反而更有意思。他甚至已经在想，下次得把规则定得更细一点才。德里克这下是被打懵了，原本以为稳赢的局，结果被娜塔索农这一通乱拳给搅活了，但他显然还没打算认输，反手又把剑给死死攥住了，这架势是要拼死一搏啊！娜塔索农倒是稳得很，面对这种困兽之斗，他一点没慌，直接就迎着剑锋冲了上去，两边这下是彻底撞到了一起。就在这错身的一下，对手脸上突然笑得特别阴险，他觉得这回总算逮着机会了，这一剑刺过去，娜塔索农还能躲得掉吗？谁能想到这家伙这么硬，身上居然还藏了第二把武器。娜塔索农这下也愣住了，但这把刀竟然不是冲着他来的，而是直奔看台而去。娜塔索农瞬间反应过来，不好，那是威尔赫米娜坐的位置，眼看着暗器已经飞到了跟前，威尔赫米娜根本没地方躲，这下真的麻烦大了。就在这要命的关头，场上局势一下子全乱了，谁也没看清到底发生了什么，只听见耳边一阵风声刮过，这暗器要是真扎实了，后果简直不敢想。可就在这最危险的一刻，竟然有人徒手把他给接住了。伊索农反应最快，直接把威尔赫米娜护在身后，但这代价可一点都不小，鲜血顺着他的手心往下滴，这下事情是真的闹大了。娜塔索农也已经冲到了跟前，看着眼前这一幕，周围的守卫全都被吓懵了，这刺客到底是冲着谁来的？
奈塔索农急得不行，冲过来就问威尔赫米娜有没有事。谁能想到纳塔索农背后竟然长出了一对翅膀，连威尔赫米娜都看呆了。可还没等大家回过神，规矩就摆在那儿了，只要离开了擂台，就算直接出局。纳塔索农为了救人，这下是彻底把比赛给输了。德里克笑得那叫一个得意，还嘲讽奈塔索农是个带翅膀的小仙女。他觉得这回赢定了，这胜负分的也太让人憋屈了。纳塔索农这回是真的被恶心到了，对方心里门儿清，要是真刀真枪的干，他根本就不是奈塔索农的对手，所以才使出这种下三滥的招数，逼着奈塔索农在救人和比赛之间选一个。这种赢法简直把比赛的脸都丢尽了。威尔赫米娜在旁边看得火大，见过不要脸的，没见过这么没底线的，这种人渣根本不配站在这个赛场上。虽然比赛是输了，但这件事绝对没完。这判罚简直离谱，德里克直接宣布纳塔索出局，理由竟然是离开了擂台。纳塔索农一句话没说，但这哑巴亏吃的实在太冤。就在这时候，威尔赫米娜坐不住了，他直接走上前质问德里克，刚才那把剑为什么要往他这边扔？德里克这下彻底懵了，支支吾吾的想道歉。威尔赫米娜可不吃这一套，他看得清清楚楚，德里克就是故意往场外扔剑，逼着对手为了躲闪只能跳出圈外，这明摆着是作弊。现在当众被拆穿，看他接下来怎么收场。德里克还在那儿死鸭子嘴硬，说自己可是堂堂骑士，绝对干不出那种卑鄙的事，甚至还倒打一耙，指着内塔索农说是这家伙自己要躲开的。威尔赫米娜直接让他闭嘴，让他说话放尊重一点。这气场一下子就把对方给镇住了。他转头看向伊索农，难道骑士就不需要讲礼仪了吗？伊索农竟然点头称是，这下周围的人全看傻了，大家都在私下嘀咕，这女人到底什么来头，居然敢用这种口气跟边境伯说话，看来这家伙这次是真的踢到硬骨头了。威尔赫米娜直接点破，德里克早就知道对手是纳塔索，这话一出，全场一下子炸锅了。原来那个戴帽子的就是奈塔索农骑士。德里克还在那儿死撑，说自己根本不认识这女人，为什么要故意往他那扔剑？这简直是胡说八道。威尔赫米娜没废话，直接把面具摘了。你真的不认识我是谁吗？这下性质可就变了，如果不承认是想淘汰对手，那这把剑就是冲着刺杀他来的。德里克整个人都僵住了，这哪是什么普通女人，这可是公爵夫人。威尔赫米娜直接对伊索农发难了，他说自己本来是想犒劳军队，结果却闹出这种丑事，问伊索农打算怎么交代。伊索农这下也只能低头认错，说这全是他的失职，保证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让公爵夫人别再操心。德里克在旁边吓得语无伦次，赶紧解释说自己真不知道，压根没猜到公爵夫人会站在那儿。这话一出口，威尔赫米娜立马抓住了重点，在那儿，原来你早就知道那儿有人，却还是把剑扔了过去。德里克这下彻底慌了，还想把锅甩给纳塔索农，可话都说到了这份上，谁还能信他的鬼话？这个骑士一焦急，嘴里就开始没个把门了，居然还提到了其他人。威尔赫米娜反应多快啊，立马就抓住了话柄，合着这事儿还是你们一群人合伙干的。这话一出，后边那帮骑士全没声了，谁也不敢在这时候接茬。威尔赫米娜转过头问旁边的纳塔索农，你觉得呢？这真的只是个意外吗？就在这时候，纳塔索农把那顶大帽子摘了下来，这真面目一露出来，全场直接看呆了。谁能想到这个一直遮遮掩掩的家伙居然长了这么一张脸？对面的骑士整个人都僵住了，谁都没想到奈塔索农摘下帽子后居然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作为伊索农手下的骑士，他不相信德里克是故意要伤人。威尔赫米娜听完都愣了，既然你这么想，那刚才你救我的时候岂不是明知道会被淘汰也还是冲了过来？这就是他没法不管奈塔索农的原因，这人实在是太正直了。威尔赫米娜叹了口气，转头看向德里克，既然你说这是个意外，那我也得道个歉，是我不该站在那儿挡了你扔剑的路。这话听者是道歉，实际上是在啪啪打脸。既然我挡了你们的比赛，那这场胜利恐怕谁也没法服气吧。威尔赫米娜直接拍板，既然大家都没错，那就只有一个办法了，为了公平起见，这场比赛必须重赛。这话一出，德里克整个人都傻了，好不容易耍手段赢来的局面，这下全泡汤了。纳塔索农这下也愣住了，他可能也没想到这位公爵夫人居然会这么护短。威尔赫米娜直接把话挑明了，既然你们说是巧合，那咱们就按规矩重来一次，不准用魔法，更不准藏什么见不得人的暗器。大家摘下面具，堂堂正正的比一场。要是谁觉得这条件不公平，那也行，咱们就换个法子，直接让伊索农大人立案调查，看看这巧合背后到底藏了什么。伊索农哪还敢说半个不字，只能赶紧低头表态，一切都听公爵夫人的。这下德里克是真的没退路了，原本想靠耍阴招上位，结果现在被逼到了悬崖边上。这重赛要是输了，他这辈子恐怕都别想翻身了。德里克心里清楚，不管是重赛还是被调查，哪条路他都走不通。他把头盔往地上一扔，终于松了口，说我认输。原本想靠歪门邪道拿到的名声，这下全砸在自己手里了。闹剧总算告一段落，一转眼天就黑了。晚宴上的气氛倒是挺热闹，可大家心里都清楚，白天的风波还没那么容易过去。威尔赫米娜独自站在阳台，有人在背后感叹，真没想到公爵夫人处理这种场面竟然能这么滴水不漏。威尔赫米娜正吹着晚风，伊索农就悄悄跟了过来，他笑着问，刚才那顿说教还顺利吗？威尔赫米娜可不觉得那是说教，毕竟有时候一次实实在在的惩罚比说100句废话都管用。
只不过原本好好的授勋仪式被这么一闹，气氛全给毁了，这也是他一开始不想暴露身份的原因。伊索农倒是看得很开，虽然场面是尴尬了点，但效果绝对达到了，起码杀鸡儆猴，让那些动歪心思的人都老实了。更重要的是，纳塔索农身上的担子总算能轻快不少。伊索农感叹，这全都是托了公爵夫人的福。威尔赫米娜也没客气，直接把这功劳给认下了，毕竟没他出手，这局还真破不了。伊索农看着眼前的女人，心里直犯嘀咕，都说这位公爵夫人在结婚前从没接触过社交和政治，可看他今天这手段，谁敢信那是真的？伊索农笑着感叹，公爵夫人真是好手段，这么快就把全场的目光都抓住了。威尔赫米娜可不吃这一套，他反手就把球踢了回去。论起见多识广，谁能比得过您呢？伊索农装傻充愣，问他这话是什么意思。威尔赫米娜心里门儿清，这老狐狸狡猾得很，他直接把话挑明了，今天这出戏能唱下去，全靠您在背后默许，要不是为了达成某种目的，您这位大忙人怎么可能对我言听计从？伊索农听完哈哈大笑，他说身居高位久了，总会学到一些自己原本并不想学的东西。威尔赫米娜发现伊索农的态度变了，以前他看自己的眼神总带着一股审视的味道，可现在他说话的语气导向是个和蔼的长辈。伊索农突然提到，等这次活动一结束，他就要动身回边境了，恐怕赶不上年底的舞会。威尔赫米娜应了一声，看来这老狐狸是打算功成身退了。伊索农补了一句，说会争取赶上明年的新年舞会。威尔赫米娜越听越觉得不对劲，这老狐狸说话的架势怎么看都像是在跟上司汇报工作。还没等他想明白，伊索农突然往前迈了一步，紧接着这位高权重的边境伯爵竟然直接在他面前单膝跪下了。这一跪，威尔赫米娜彻底愣住了，这种大礼可不是随便能行的。只见伊索农从怀里掏出一件东西，递到了他面前，那是伊索农家族的家徽。这种东西一旦交出来，意义可就完全变了。这乃是送礼啊！这分明是把整个家族的命脉全都交到了威尔赫米娜手里。看来这老狐狸是看准了，打算彻底倒向公爵夫人这一边。伊索农当场立下了重誓，他承诺会倾尽所有全力支持威尔赫米娜。这番话的分量可太重了，他不仅是在表忠心，更是当众承认了威尔赫米娜作为公爵夫人的正统地位。有了这位边境伯爵的效忠，领地里那些反对的声音恐怕再也翻不起什么浪花了。自从和罗兰子爵夫人的课程结束，威尔赫米娜就开始和他书信往来，两人这关系进展得挺快，没多久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最近夫人在信里总提到一个男孩子，说是正值青春期，调皮捣蛋，让他头疼的不行。威尔赫米娜回信感叹，教导这个年纪的男孩子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总算把信写完封好了，他伸了个懒腰，这活儿可算忙完了。不过回想起之前的事，伊索农曾经亲口承诺过，不管别人怎么说，他永远都会把威尔赫米娜的话放在第一位。伊索农临走前还卖了个关子，其实我比你想象中更了解你。这话听者总觉得哪里不对劲，他到底在暗示什么？还没等威尔赫米娜琢磨明白，女仆就推门进来了，说是外面有人想见他。威尔赫米娜正纳闷呢，结果一抬头，整个人都愣住了。难道伊索农早就料到这人今天会找上门来？这老狐狸真是一步都没算错。威尔赫米娜看着眼前的奈塔索农，直接开口问他：“纳塔骑士，你今天过来是有什么事？”谁能想到，纳塔索农二话不说，直接单膝跪地。他大声宣布：“我纳塔索农是特意来请求成为您的专属骑士的。”威尔赫米娜这下真有点哭笑不得。现在的骑士找工作都流行直接闯进来硬推销吗？更要命的是，门口还围了一堆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大家都在小声嘀咕：纳塔骑士居然要给大小姐当差了。纳塔索农看对方没反应，干脆把姿态放到了最低。他说：“要是您觉得我不够格当骑士，让我当个随从也行。”奈塔索农这回是真豁出去了，什么刷马、打扫、搬重物，只要能留在大小姐身边，他表示自己什么脏活累活都能干。威尔赫米娜看着眼前这位骑士，心里直犯嘀咕：至于卑微到这个地步吗？他试探着问了一句：“这件事，伊索农大人也知道吗？”纳塔索农回答的那叫一个干脆，说这完全是领主大人的意思。威尔赫米娜这下全明白了，果然又是那个老狐狸在背后捣鬼，把这么大一个麻烦直接甩给了自己，这下真是推都推不掉。他无奈地叹了口气，像奈塔索农这么优秀的骑士，外面不知道有多少人抢着要。威尔赫米娜无奈地叹了口气，看着眼前这个死缠烂打的骑士，他解释说：“这可不是因为你找上门，我才临时起意的。”说着，他从怀里掏出一封信，直接递到了内塔索农手里。纳塔索农整个人都懵了，完全没反应过来这是什么情况。威尔赫米娜直截了当地说：“这就是给领主大人的推荐信，指名道姓要你来当我的骑士。”其实他早就想好了，虽然自己现在手头的事已经够多了，但还是担心内塔索农没地方落脚，才提前准备了这条后路。这下好了，纳塔索农感动的话都说不出来，这哪是找工作啊，这简直是遇到了救命恩人。纳塔索农这下是彻底服了，当场就要宣誓效忠。威尔赫米娜赶紧摆摆手，让他别搞这些虚礼，以后还像以前那样称呼就行。转眼间，威尔赫米娜已经在花园里和简喝起了下午茶。简这次带来了一个重磅消息，那个所谓的香料工会其实就是个洗钱的幌子，背后的真凶竟然是首都的首饰工会。威尔赫米娜原本还担心自己在家族里处境尴尬，请客人过来会受限制，结果发现根本没人管他。看来这西边边境确实是没人放在眼里。不过这也多亏了伊索农大人在庆典之后对他态度大变，才让他现在
能这么自由？简感叹这种骗局风险极大，一个不小心就要掉脑袋。既然现在已经摸清了底细，他们就能盯着那些可疑的人，提前做好防范。威尔赫米娜转头看向一旁的奈塔索，问他要不要也来杯茶。威尔赫米娜这茶还没喝2口，就发现不对劲了。旁边的奈塔索农压根没心思喝茶，正盯着远处发愣呢。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原来是简带过来的那帮工人在干活。威尔赫米娜心里纳闷，这帮人有什么好看的？可等他仔细一瞧，整个人都不淡定了。带头的那个男人看着怎么这么眼熟？这不就是简第一次来见他时身边跟着的那个人吗？既然是老熟人，怎么现在混在工人堆里了？威尔赫米娜指着那个男人问简：“那人是你的手下吗？”简笑了笑解释说：“那是我的合伙人，平时负责保镖和跑腿的活儿。”纳塔索农突然冒出一句：“这人可不简单。”威尔赫米娜还没当回事，觉得当保镖的肯定得有2下子。结果内塔索农压低声音说：“他的实力深不可测，连我都看不透。”这话可把威尔赫米娜惊着了，能让奈塔索农给出这种评价，那这人的水平绝对能横扫这附近所有的剑士。看着那个在阳光下搬箱子的男人，威尔赫米娜心里直犯嘀咕：简的家族就算再有钱，也不至于奢侈到这种地步吧？让这种顶级高手去干苦力活，这背后肯定没那么简单。威尔赫米娜抿了一口茶，还是忍不住问了一句：“那个人是骑士吗？”简笑着摇了摇头，说：“他虽然不是骑士，但身份绝对没问题，甚至敢拿性命担保。这人肯定不是来找麻烦的。”威尔赫米娜嘴上没再多说，心里却总觉得哪里不对劲。简肯定有自己的小秘密，但这男人的感觉实在太特殊了。看着那个正在搬运货物的男人，威尔赫米娜越看越觉得眼熟，总觉得以前在什么地方见过他。就在他盯着看的时候，那个男人突然停下了动作。威尔赫米娜心里咯噔一下，难道他发现我在偷看了？这种被顶级高手盯上的感觉，让他瞬间有些不知所措。威尔赫米娜这一声叹气，把屋里的气氛都带沉重了。纳塔索农在一旁听得真切，忍不住开口问：“公爵夫人，您怎么一直在这儿叹气呢？”威尔赫米娜这才回过神，有点不好意思地问：“抱歉，是我吵到你了吗？”纳塔索农摇了摇头，他只是想知道到底是什么事能让这位公爵夫人这么发愁。威尔赫米娜拿出一封信，说是刚收到一位老朋友的来信，对方是个教育家，但在信里提了个让他很为难的要求。纳塔索农一听就来了兴趣，主动提出想帮着看看。虽然随便给别人看私信不太好，但考虑到对方的身份，威尔赫米娜还是决定破个例。这封信里到底写了什么，能让见过大场面的公爵夫人都觉得这么棘手？纳塔索农扫了一眼信的内容，发现罗兰在信里提到的是一个正在跟他学习的孩子。这孩子是西北部一位子爵的儿子，在学院读书的时候就一直由罗兰亲自照看。家里人之所以这么费心，是想让他赶紧学会贵族礼仪，毕竟这孩子已经有了婚约，总不能在外面丢了脸面。可罗兰在信里写的特别无奈，这事儿一时半会儿怕是搞不定，因为这孩子实在是太没教养了。威尔赫米娜在一旁听着，忍不住感慨了一句：“才12岁就这么难搞，当老师的确实不容易。”纳塔索农盯着信纸，终于问出了关键：“所以罗兰的要求是？”威尔赫米娜一脸愁容，他想让我去见见那个学生，这让他想起了金哈奈的时候，以前对付那些调皮捣蛋的孩子，又是没收手机，又是从灭火器箱里翻烟头，那日子简直不是人过的。奈塔索农听得直皱眉，既然这孩子这么不听话，直接送回他家里不就行了？威尔赫米娜无奈地摇了摇头，没那么容易。他父母经常给当地的福利院捐款，这层关系断不了。威尔赫米娜心里很清楚，罗兰作为教育家，确实没法对这孩子坐视不管。更何况子爵夫人平时没少出力，这面子确实得给。纳塔索农在一旁听明白了，这事儿确实不是动动嘴皮子就能解决的小麻烦。不过他倒是看得很透彻，劝威尔赫米娜说：“见一面也没什么损失，既然您现在这么纠结，说明心里其实也想帮一把。”威尔赫米娜这下有点意外，他没想到纳塔索农居然这么敏锐，一下子就戳中了他的心思。纳塔索农紧接着表态：“只要您需要，我随时愿意帮忙。”威尔赫米娜看着他，心里突然有了主意。既然孩子们都挺喜欢内塔，也许带上他一起，真能搞定那个顽皮的小鬼。既然决定要帮忙，威尔赫米娜干脆直接登门拜访。罗兰一见到他，满脸都是过意不去，这种麻烦事还要惊动您，真是太抱歉了。威尔赫米娜倒是很大方，既然是您的托付，我当然义不容辞。罗兰赶紧招呼大家坐下，连最爱喝的茶都提前备好了。纳塔索农寸步不离的守在身后，寒暄归寒暄，那个让教育家都头疼的孩子到底有多难搞？罗兰看着跟在后面的生面孔，忍不住开口打听：“这位是？”威尔赫米娜大大方方的介绍：“这是我的骑士纳塔索农。”纳塔索农礼貌的行了个礼。罗兰原本紧绷的神色一下子就缓和了不少。威尔赫米娜在心里暗暗感叹，看来内塔索农这种沉稳的气质不仅招孩子喜欢，连罗兰这种长辈也吃这一套。寒暄过后，罗兰终于聊到了正题。他这儿以前是专门教礼仪的学院，可那个孩子的情况实在让人头疼。他在这里待久了，脾气变得越来越暴躁，甚至还动手打伤了其他学生，闹到最后，为了大家的安全，罗兰只能让他离开。听完罗兰的描述，威尔赫米娜心里咯噔一下，这情况比信里写的还要糟糕。罗兰这回是真豁出去了，他说只要您肯见他一面，出了任何事他都愿意担着。看
看着这位德高望重的长辈，居然向比自己年轻这么多的人求助，威尔赫米娜心里挺不是滋味的，这得是多没办法了呀！但也正因为这样，威尔赫米娜看出了罗兰的坚持，哪怕这孩子已经让他束手无策，他还是没打算彻底放弃。这就是当老师的那份责任感吧。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这忙看来是非帮不可了。罗兰为了这孩子，连自己的面子都不要了。威尔赫米娜看在眼里，这忙肯定的帮。威尔赫米娜松了口，说可以试着去谈谈，但他也提前打了个预防针，别抱太大希望。毕竟他也不觉得自己几句话就能让一个刺头改邪归正。罗兰听完反而松了口气，只要肯见一面，对他来说就是最大的安慰了。既然决定要见，那这孩子现在人在哪呢？罗兰解释说，这孩子离不开人，所以今天特意把他带过来了。这会儿应该就在隔壁待着。话还没说完，隔壁突然传来一声巨响，紧接着就是一阵惨叫。这下屋里的人全坐不住了，看来这见面的方式比预想的要劲爆得多。隔壁这动静闹得可真不小，花瓶碎了一地。那个被罗兰提到的孩子正扯着嗓子在屋里撒野，他大声嚷嚷着：“我早就说过了，现在立刻带我去见子爵夫人。”旁边的女仆吓得够呛，小声劝着说：“可是夫人交代过，让您先在这儿等着。”这话还没说完，那孩子直接炸了：“你居然敢顶嘴！”他反手就是一个巴掌，把女仆打得连连后退。这脾气确实像罗兰说的那样，简直坏到了极点。够了！一声呵斥打断了这场闹剧。威尔赫米娜带着罗兰已经推门走了进来，看着满地的狼藉，威尔赫米娜的脸色沉了下去。她盯着眼前这个无法无天的孩子，冷冷地问了一句：“这到底是在闹哪出？”看着满地的狼藉，威尔赫米娜和罗兰就这么站在了这孩子面前。可这小鬼不仅没收敛，反而大摇大摆地走了过来。他挑衅地问了一句：“你又是谁？”还没等威尔赫米娜开口，这孩子就开始倒打一耙。他一脸嫌弃地说：“这里的女仆怎么都这么蠢？你平时到底是怎么教的？”甚至还补了一刀，说这些女仆长得也太丑了。这已经不是没礼貌了，这是直接往威尔赫米娜脸上扇巴掌。威尔赫米娜盯着他，语气冷到了冰点：“你刚才说什么？”威尔赫米娜这暴脾气那是真一点没惯着他，直接脱口而出：“你这个没礼貌的小混蛋！”这小鬼哪听过这种话，当场就被骂懵了，连反驳都给忘了。结果威尔赫米娜自己也反应过来了，坏了，这现代人的本能怎么唰的一下就冒出来了？威尔赫米娜倒是冷静，先把受伤的下人打发走，免得在这儿继续受委屈。接着他一句话就把围观的人全给撵了回去。毕竟家丑不可外扬，传出去对谁都没好处。杰斯这下彻底慌了，结结巴巴地问：“你到底是谁？”威尔赫米娜盯着他，虽然对方只是个孩子，但这没大没小的样子确实让人看着不痛快。看着杰斯这副德行，威尔赫米娜心里已经有数了，这孩子平时肯定没少给人脸色看。他语气平淡地问了一句：“你刚才是在跟我说话吗？”杰斯虽然有点底气不足，但嘴上还是硬得很：“废话，我不跟你说跟谁说？”威尔赫米娜看着他，这种刺头学生他以前见多了，在把他赶走之前，必须得让他长点记性。见对方半天没动静，杰斯这下彻底坐不住了：“你是哑巴了吗？怎么不说话？”其实威尔赫米娜根本不想搭理他，这种事压根不需要教，因为这小子心里清楚得很，他不是不懂礼貌，只是压根没打算尊重人。看来今天这顿教训他是非吃不可。杰斯这小子还没看清形势，对着罗兰大喊大叫，真是一点规矩都没有。威尔赫米娜可没耐心陪他耗，直接给那塔索农下了令，把这孩子带到我面前来。那塔索农办事那是真利索，一把就揪住了杰斯。这下小霸王彻底慌了，杰斯还想反抗，一边挣扎一边嚷嚷着放开，甚至还想动手打人。结果呢，在专业的骑士面前，他这点力气简直就是闹着玩，手还没挥出去就被那塔索农死死扣住了。杰斯被按住了还不死心，扯着嗓子在那儿喊：“你是谁？”这小子现在是又气又急，可除了无能狂怒也没别的招了。威尔赫米娜看着他这副样子，心里大概也明白了，难怪子爵夫人管不住这孩子，确实是个烫手山芋。威尔赫米娜低头盯着他，语气冷得像冰：“看着我的眼睛再说一遍，你到底该怎么称呼我？只要这小子脑子没坏，就该看明白现在的局势。这宅子的主人就在面前，身边还有连子爵夫人都惹不起的骑士。如果他够聪明，就该知道眼前这位绝对不好惹。”杰斯这下支支吾吾的，半天憋不出一句整话来。威尔赫米娜看他这副样子，直接吩咐那塔索农去搬把椅子。看来今天这规矩得坐下来慢慢教了。杰斯这下总算改了口，憋出一句夫人，但他还是不服气，非要问个底调，问威尔赫米娜到底是谁。威尔赫米娜心里直摇头，这表现顶多给个20分。他反问杰斯，哪有不先报上名号就直接打听长辈身份的？杰斯这下没脾气了，老老实实自报家门，说自己叫杰斯米洛。既然对方懂点规矩了，威尔赫米娜也不藏着掖着，直接亮出身份，他是已故公爵的遗孀。这话一出口，杰斯整个人都懵了，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刚才得罪的竟然是这么大的人物，这下踢到铁板了，看他接下来还怎么在这儿横下去。威尔赫米娜叫了一声罗兰子爵夫人，结果对方这态度转得比翻书还快，一口一个您的恩典，把威尔赫米娜都给整不会了。这老太太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客气？既然对方之前提了要求，威尔赫米娜也顺水推舟，答应帮他好好管教一下杰斯。罗兰赶紧低头谢恩，这下杰斯的好日子算是到头了。不过威尔赫米娜也有自己的底线，这宅子可不是收容所，杰斯绝对不能在这儿过夜，每天早上送过来就行。罗兰哪敢说个不字，只能老老实实答应下来。眼看天色不早了，威尔赫米娜直接提议先吃饭，有什么事儿饭桌上再说。这下轮到罗兰不好意思了。威尔赫米娜
可没打算客气，他直截了当地告诉罗兰，这顿饭也是教育的一部分，餐桌礼仪可是管教年轻人的重头戏。杰斯这下彻底蔫了，刚才那股嚣张竟而全没了，只能老老实实听安排。画面一转，这顿饭还真就吃上了。杰斯看着眼前的餐具和菜肴，整个人都是懵的。他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明明是来找茬的，怎么最后反倒坐在这儿乖乖吃起饭来了？这顿饭怕是杰斯这辈子吃的最憋屈的一顿了。杰斯现在是坐立难安，他还没搞清楚威尔和米娜把他留下来到底打的是什么算盘。再看看这桌上的菜，连块正经肉都没有，还得费劲去给鱼挑刺，这对他来说简直就是受罪。杰斯实在是憋不住了，小声嘟囔了一句，说自己最讨厌吃芹菜。威尔赫米娜听完微微一笑，既然不喜欢，那明天就换个花样，直接安排烤芹菜好了。这下杰斯彻底傻眼了，原来这顿饭不光是教育，还是个明摆着的陷阱。如果不把这碗汤喝光，明天的日子怕是只会更难过。杰斯嘴上嫌弃的不行，说这芹菜汤简直没法喝。结果在威尔赫米内的注视下，还不是的乖乖低头猛吃。威尔赫米娜看他表现还行，突然改了主意，说明天换成肉丸也不是不可以。杰斯这下如获大赦，连旁边的罗兰都跟着松了口气。既然饭吃的差不多了，威尔赫米娜就开始聊正事了。他问杰斯，刚才为什么要对女仆动手？杰斯这脾气是真压不住，一提到那个叫罗斯的女仆，他当场就炸了，说对方只是个下人，居然敢不听他的吩咐，这理直气壮的样子，显然还没意识到自己到底错在哪了。威尔赫米娜提醒他，是子爵夫人先给罗斯下的命令，结果杰斯这逻辑也是绝了，他说自己的命令是后下的，所以更新更有时效性。他还理直气壮的反问，难道把客人关在门外就对吗？听完这番话，威尔赫米娜发现不对劲了，这语气根本不像个正常的孩子，这完全就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掌权者派头。威尔赫米娜直接问他，你在家也是这么干的？看来这孩子的坏毛病全是跟家里的大人学坏了。威尔赫米娜试探着问，你在家也是这么跟女仆说话的吗？杰斯一脸理所当然，那当然了，反正他们的地位都比我低。看来在这孩子眼里，随从跟奴隶没什么区别，只要事情办得不顺心，他就会把错全推到别人身上。威尔赫米娜接着打听，你家里还有兄弟姐妹吗？杰斯随口应了一句，有个弟弟，不过他就是个爱哭鬼，我才不想跟他一起玩。既然连亲弟弟都看不上，威尔赫米娜又问了，那你在学院里平时都跟什么样的孩子相处？杰斯开始显摆他的社交圈，什么男爵的儿子、骑士家的后代，甚至连商人的孩子都有。他一脸得意地表示自己就是这帮人的头儿。威尔赫米娜听完笑了，顺着话茬问了一句，那学院里就没有家世比你更显赫的人了吗？杰斯这下接不住话了，支支吾吾地说，那些人跟自己玩不到一块儿去，其实说白了就是人家根本不带他玩。威尔赫米娜可没打算给他留面子，直接点破了他那点小心思，说他这就是典型的欺软怕硬，只敢在不如自己的人面前摆谱，找一堆听话的跟班围着转。最后这一句话才是真的扎心，你以为这些人是你的朋友，其实他们只是不得不听你的。这层窗户纸被捅破，杰斯这下彻底没话说了，整个人僵在原地，半天都没缓过神来。这种带头的小霸王，威尔赫米娜见得多了，在别的地方谁拳头硬谁就是老大，可在这个世界，是那点虚无缥缈的地位把这些孩子给教坏了，让他们打小就分出了3、6、9等。既然讲道理没用，那就要换个法子。威尔赫米娜已经想好了，得演一出戏，让他好好长点记性。至于这第一步嘛，就从那个被打碎的花瓶开始。画面一转，有人正朝着这边走来，这脚步声一响，好戏就要开场了。杰斯这小子显然没把刚才的教训听进去，他一边走一边琢磨，威尔赫米娜这女人确实有点不对劲，在他眼里，这哪像个养尊处优的大公夫人，简直比学院里的教官还要凶。不过他可不是那种会被轻易吓住的小鬼。杰斯早就从别的小孩那儿打听到了不少消息，原来威尔赫米娜出身的家族早就已经没落了，现在的他不过是寄生在莱顿家族的寄生虫。杰斯忍不住冷笑起来，他甚至已经开始幻想威尔赫米娜走投无路的样子，哭着喊着求他别把他赶走。毕竟他老爹可是西北部最有名望的大贵族，跟这种大靠山比起来，威尔赫米娜根本什么都不是。杰斯这会儿还在心里打小算盘，他觉得非要让威尔赫米娜低头不可，只要拿到了道歉，这所谓的管教课程也该到头了。这大门一推开，他本想先声夺人，结果话还没说完，整个人就先僵在了门口。屋里的气氛完全不对劲，威尔赫米娜早就等着他了，而且他身边还站着守卫，地上甚至还跪着一个女仆。威尔赫米娜正冷着脸宣布处理结果，你被停职1个月，回去好好反省自己到底错在哪了。杰斯这下彻底懵了，他原本是来找麻烦的，结果一进门就撞见了威尔赫米娜在清理门户，女仆哭得一抽一搭的，只能老老实实应声是夫人。杰斯在旁边看着，心里直犯嘀咕，难道这女仆受罚是因为昨天那件事？看她这副幸灾乐祸的样子，估计还觉得挺痛快，可他哪知道这不过是威尔赫米娜专门演给他看的一出戏。威尔赫米娜头都没抬，直接让他进来，说你今天倒是来得挺早。杰斯一脸不耐烦的抱怨，还不是因为早上6点就被子爵夫人给吵醒了，那老太婆一直在耳边唠叨个没完。威尔赫米娜随口应了一句，是吗？那你可真够可怜的。杰斯听着这敷衍的语气，心里更火大了，这女人嘴上说着同情，脸上可一点心疼的意思都没有，简直太招人烦了。他深吸一口气，打算直接切入正题，既然提到了昨天的事，杰斯还没来得及开口，威尔赫米娜
就先递过来一张纸，帮我个忙，先把这个签了。杰斯一脸纳闷，这又是唱的哪一出？威尔赫米娜不紧不慢的解释，这是对那个女仆的处分书，还故意问他需不需要我读给你听。这话可把杰斯气得够呛，他又不是不识字的小屁孩。他拿过纸仔细一瞧，上面写着女仆因为对他无礼，所以才被重罚。作为当事人，这字必须得由他来签。威尔赫米娜在一旁催促，让他看清楚了再动笔。杰斯这下犹豫了，这一笔落下去，可就代表了整个米洛家族的态度。要是现在反悔不签，那女仆是不是就能逃过一劫？杰斯这下觉得自己占了理，大声嚷嚷着：“那我就非签不可了！”威尔赫米娜轻飘飘地回了一句：“没错。”他刷刷几笔签下了大名，还一脸得意地把纸递回去，觉得自己这回可算威风了一把。可他没注意到，威尔赫米娜嘴角那一抹笑，根本不是在夸他。杰斯心里突然咯噔一下，总觉得这女人的表情不太对劲，甚至让他觉得后背发凉。威尔赫米娜接过纸，反手就递给了旁边的娜塔索农：“很好，辛苦了。”威尔赫米娜反手又掏出一份文件：“别急着走，这儿还有一份得签呢。”杰斯这下真愣住了，怎么还有？威尔赫米娜可没打算放过他，这一份是专门为你准备的，是一张给你的账单。杰斯这下彻底懵了，账单？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他看着娜塔索农手里那一叠厚厚的纸，这下是真的慌了。难道这些全都是给我的？威尔赫米娜大方承认，没错，这里面详细列出了你打碎的那个花瓶到底值多少钱。那可是15年前罗赫纳家族的藏品，我们还特意参考了帝国银行的利率。你要是敢少给一个子儿，杰斯这下彻底破防了，大喊着：“凭什么要我赔钱？”威尔赫米娜语气冰冷，直接把话挑明了：“打碎花瓶的责任全在你一个人身上。”杰斯大声反驳说：“那明明是那个女仆的错，不然她为什么要受罚？”威尔赫米娜冷笑一声说：“你搞错了，她受罚是因为对你没礼貌，可不是因为那个花瓶。”杰斯整个人都听傻了，这到底是什么逻辑？威尔赫米娜敲了敲桌上的纸，让他好好看清楚刚才他亲手签下的那份处分书。这下杰斯彻底没话说了，他这才反应过来，自己刚才那一笔下去，竟然是亲手把锅背到了自己身上。文件上写的清清楚楚，对女仆罗斯的处罚到此为止。这也就意味着，除了对长辈不敬，女仆身上再没有任何罪名。至于那个天价花瓶的债，现在全得由杰斯一个人来扛。杰斯这下彻底急眼了，扯着嗓子喊这就是个骗局，死活不肯在文件上签字，还把锅全甩给了那个女仆。威尔赫米娜倒是一脸淡定，她说那个女仆已经为自己的错误领过罚了。杰斯还是不服气，凭什么女仆犯错要他买单？威尔赫米娜直接反问他，花瓶总不能自己长腿摔了吧？当时在场的人可都看着呢。威尔赫米娜顺势拿回了主动权，这语气听着可不太妙。既然你觉得不是你的错，那是对女仆的处罚有意见。杰斯还在那儿扯着嗓子喊，说自己绝对不认账。威尔赫米娜却一脸淡定，直接甩出一句话：这文件上可早就签好你的大名了，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现在想抵赖，门儿都没有。威尔赫米娜把话挑明了，要是你不按合同办，那咱们就只能法庭上见了。一听要闹到法院，杰斯这下是彻底慌了神。威尔赫米娜接着提醒他，你还没成年，真要打起官司来，得让你家大人出来当监护人，到时候丢脸的可就是整个家族了。说起来，这米洛家族跟法院也是老熟人了，自从他们领地发现了金矿，那魏子爵为了争夺开采权，就没少往法院跑。这要是再因为这种丑事被告上去，那可真是老脸都丢尽了。威尔赫米娜叹了口气，说：“既然你解决不了，那就只能让你父亲亲自出面了。”杰斯这下彻底蔫了，小声嘟囔着自己根本没那么多钱，这要是真闹到家里去，他这辈子估计也就到头了。看着杰斯被吓得魂都没了，威尔赫米娜话锋一转，说：“要是现在实在拿不出钱，他这儿倒是有个别的法子，就看杰斯想不想听了。”等处理完这出闹剧，娜塔索农跟在后头忍不住问：“夫人，费这么大劲绕圈子干什么？直接动手教训一顿不是更省事吗？”威尔赫米娜心里明白，在内塔索农看来，孩子不听话打一顿最省事，这也是这个时代的共识。但他却拿出了另一份协议。杰斯凑近一看，整个人都愣住了，上面写着要他全心全意接受威尔赫米内的教导，只要乖乖上10天课，之前欠下的天价债务就全都一笔勾销。这条件听着确实挺诱人。威尔赫米娜催他赶紧签字，这下杰斯是彻底没退路了，只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其实威尔赫米娜有自己的打算，有些事确实能靠拳头解决，但他想交给杰斯的东西，光靠暴力可办不到。娜塔索农还是觉得不靠谱，这短短10天时间，真能让一个熊孩子脱胎换骨吗？威尔赫米娜还是决定试一试，毕竟这已经是给杰斯最后的机会了。娜塔索农听得一头雾水，最后的机会，这话从何说起啊？正好这时候，旁边的侍女过来道谢，说感谢夫人给她放假，等闲杂人等都走远了。威尔赫米娜突然问了个问题：娜塔，你觉得一个人什么时候才会真正反省自己的错误？娜塔索农想都没想就回答：“那肯定是等他长大懂事的时候吧。”威尔赫米娜却摇了摇头：“不对，是一个人造成的受害者最少的时候，才是反省的最佳时机。”娜塔索农听完这话，整个人都愣住了。威尔赫米娜一边往前走，一边冷静地分析：要是现在不管杰斯，这孩子以后只会越变越坏。趁着他还在学院里，很多错事只要道个歉就能解决，这对他来说反而是最走运的时候。当然了，如果这小子真的烂泥扶不上墙，威尔赫米娜也绝不会手软，到时候少不了要动用点硬手段。他转头看向娜塔索，说到时候还得请你这位骑士帮帮忙了。
娜塔索农笑了笑，说光靠藤条抽几下，恐怕治不了这种狂妄的家伙。不过既然夫人发话了，他肯定会好好关照杰斯，保证下手极有分寸，刚好打到骨头断不了的程度。威尔赫米娜听得心里直犯嘀咕，这藤条真的能把骨头打断吗？看着手里这本厚厚的书，这小子一脸懵逼，完全不知道该拿它怎么办。威尔赫米娜告诉他，这就是本练习册，一共100页，每天必须保质保量，完成10页，而且每一道题都得解出来。这小子一听，心想这还不简单，立马就开始谈条件，问要是提前写完了，是不是就能早点回家？威尔赫米娜刚想提醒他，要是10天之内写不完会有什么后果，结果这小子根本不听，嚷嚷着赶紧让他开始。威尔赫米娜也是无奈，这不听人劝的毛病真是一点都没改。既然你这么急着表现，那就请开始你的表演。可谁能想到，这书才刚翻开第1页，这小子就彻底傻眼了。这题目地难度恐怕跟他想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刚才还信誓旦旦说简单的杰斯，这下彻底傻眼了。这哪是普通的练习册，简直就是要把人往死里整。威尔赫米娜倒是淡定的很，这可是大名鼎鼎的森练习册，在首都学院那都是出了名的难，教授们拿它当宝贝，学生们见了他只想绕道走。看着杰斯那副吃瘪的样子，威尔赫米娜直接抛出了选择题，要是现在认怂，倒也不是不行。结果呢，这小子虽然心里1万个不愿意，但也只能老老实实拿起笔。杰斯这回是真的老实了，屋里只剩下笔尖划过纸面的声音。看来这高难度的练习册确实够他喝一壶的。威尔赫米娜在一旁悠哉地翻着书，算算时间，该来的人也差不多该到了。敲门声响的正是时候，威尔赫米娜头也没抬，直接让人进来。门一开，米莉奈就这么出现在了门口。威尔赫米娜头也没抬，随口问了一句：“今天又是来学习的？”米莉奈赶紧点头答应。威尔赫米娜指了指旁边的位置，说：“书桌已经有人在用了，让他直接坐到对面去。”米莉奈倒是挺听话，抱着书就坐到了杰斯对面。这下可好，原本安静的自习室气氛一下子变得微妙起来。看着这两人凑在一起，娜塔索农在旁边都听傻了，忍不住问威尔赫米娜：“这就是你的计划？这真的能行吗？”威尔赫米娜倒是信心十足，非常肯定的回答：“绝对没问题，因为他太了解杰斯了。这小子虽然嘴硬，但胜负欲比谁都强。”果不其然，威尔赫米娜刚开始给米莉奈讲课，杰斯那眼神就开始往这边飘了。看着威尔赫米娜对别人这么耐心，杰斯这心里估计已经开始翻江倒海了。要说拿捏人心，还得看威尔赫米娜，他早就看穿了杰斯的死穴。这小子有个致命的毛病，就是对漂亮姑娘完全没抵抗。忙活了半天，威尔赫米娜总算合上了书，该到吃午饭的时间了。米莉奈早就准备好了便当，看来这顿午餐他是打算让这两个人单独待着。威尔赫米娜转头问杰斯，要不要一起去餐厅？杰斯这下彻底懵了，他哪见过这阵仗，只能小心翼翼地确认：“我们要单独一起吃吗？”威尔赫米娜笑得特别温柔：“没错，就咱们2个。”这下杰斯是真没招了，本来就还没缓过劲来，现在倒好，直接被安排得明明白白。看杰斯那副表情，威尔赫米娜心里全明白了，这小子现在肯定坐立难安，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他干脆给了个台阶，问他要不要跟米莉奈一起吃。杰斯赶紧点头答应，这下他总算能松口气了。威尔赫米娜笑着道了别，转身出了门。其实他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办。刚走出来，娜塔索农就已经在门口等着了。这位骑士办事效率确实高，直接递上了一封信，这可是从本宅送来的许可书。有了这东西，接下来的计划总算能开始了。威尔赫米娜手里拿的正是给杰斯准备的文件，没想到米哈伊尔动作这么快，看来他一直盯着米洛加呢，估计是看上了那块刚发现的金矿。娜塔索农在旁边有点担心，把那2个孩子单独留下，真的没问题吗？威尔赫米娜倒是很有信心，米莉奈那么可爱，杰斯肯定会为了留个好印象，表现得像个绅士。看奈塔索农一脸不信的样子，威尔赫米娜笑了：“你是不是觉得我在瞎说？”娜塔索农直接问到了点子上，既然这招管用，那为什么杰斯对您还是那么没礼貌呢？娜塔索农这刀补得是真准，他直接反问威尔赫米娜：“要是按您的逻辑，那孩子也该想方设法给您留下好印象才对吧？”这话一出口，奈塔索农自己先反应过来了，这不等于是在说威尔赫米娜没魅力吗？他赶紧把话往回找，让对方千万别往心里去。这下轮到这位女骑士开始手忙脚乱了。画面一转，视线回到了书房里，米莉奈已经主动打起了招呼。她笑得特别灿烂，大大方方地介绍自己：“你好，我叫米莉奈。”面对米莉奈这自来熟的劲儿，杰斯整个人都懵了，心里直犯嘀咕：咱俩这关系什么时候变得跟老朋友一样了？米莉奈可不管这些，凑过去盯着桌上的本子，一脸好奇地问：“哇，这是什么？练习册吗？”杰斯赶紧把东西护住，直接警告他：“别乱碰，我还没写完呢。”米莉奈倒也不生气，乖乖缩回手，盯着那堆密密麻麻的符号，小声嘟囔着：“这看着跟外语似的，根本看不懂。”杰斯这下可逮着机会了，语气里带着点小得意：“那是数学，你难道还没学到这儿吗？”米莉奈一听就兴奋了，赶紧显摆自己的书：“数学我也在学啊。”结果杰斯扫了一眼，直接给他泼了盆冷水：“你那个顶多算数，跟我这个可不是一回事。”米莉奈听得一愣一愣的，这2样东西难道不一样吗？杰斯双手一抱：“那当然了，你学的那点东西，我7年前就玩腻了。”话刚说出口，杰斯就有点后悔，这么说是不是太显摆了？他支支吾吾的想往回圆，结果还没等他解释，米莉奈直接开启了崇拜模式：“这也太厉害了吧！我连最简单的都还没算明白，你居然连这么难的都搞定了！”看着米莉奈那副热情的劲儿，
杰斯整个人都僵住了，这孩子怎么跟只小狗一样？米莉奈还在那儿不停地夸，你真的太了不起了，我什么时候才能像你一样写出这种跟外语一样的符号呀？杰斯被夸得有点不好意思，只能顺着他的话说，只要你肯努力，肯定很快就能学会的。杰斯这下可算找着显摆的机会了，他告诉米莉奈，这可不是什么外语，而是复杂的方程式，他自己足足学了7年，按米莉奈现在的进度，估计得花上10年才能学会。这话一出，米莉奈整个人都蔫了，10年对他来说实在太遥远了，毕竟他只有午饭和睡觉前才能挤出一点时间看书，更何况威尔赫米娜也不可能一直教他。杰斯看他这么失落，随口安慰了一句，说学习其实没那么难。结果米莉奈根本不领情，这下气氛直接僵住了。就在米莉奈快要放弃的时候，杰斯居然主动松了口，他说接下来的10天里，要是威尔赫米娜不在，他可以亲自来教他。这突如其来的好意让米莉奈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高冷的小天才居然转性了。杰斯这傲娇劲儿又上来了，他一边别过脸，一边给自己找台阶下，说是不想一个人吃午饭，才勉为其难留下来陪米莉奈。他双手一抱，语气里满是得意，说米莉奈能让他这个学院高材生亲自辅导，简直是走了大运了。米莉奈哪管这些，一听杰斯愿意教他，激动的直接抓住了他的手，嘴里不停的道谢，还直夸杰斯是他最聪明的朋友。这突如其来的亲密接触把杰斯吓得够呛，他一边结结巴巴的推脱，一边还不忘端着贵族的架子，说教导平民是他的责任。可他心里早就乱成一团了，这姑娘怎么回事？手说抓就抓，一点防备都没有吗？米莉奈倒是大方的很，直接发出了邀请，说咱们可以边吃边学。他还特意带了安娜给的面包，想跟杰斯一起分享。看着米莉奈递过来的面包，杰斯一脸嫌弃，说这玩意儿硬得跟石头一样，他才不吃呢，反正一会儿女仆就会送饭过来。米莉奈倒也不生气，说那咱们就各吃各的吧。不过他话锋一转，问杰斯要不要尝尝他的汤。刚才还一脸高冷的杰斯一听有汤喝，立马就变了个人。谁能想到这位小少爷居然是个汤控？转眼到了傍晚，马车已经走在回城的路上了。杰斯坐在车里直发愁，今天光顾着跟米莉奈聊天了，练习册居然才写了8页。他本来以为这回肯定要被威尔赫米娜训一顿了，毕竟今天的任务完全没达标。结果呢，威尔赫米娜不仅没生气，反而温柔地告诉他，既然没写完，那明天再来接着写就行了。看着窗外远去的米莉奈，杰斯心里还在犯嘀咕，这姑娘一边挥手一边告别，那股子热情劲儿让他到现在都还没缓过神来。在他眼里，那地方的人简直个个都奇怪，明明自己是个外人，他们却表现得像认识很久一样。这种莫名其妙的亲切感让他觉得浑身不自在。马车刚停稳，罗兰就迎了出来，他语气平淡地问了一句，今天的课上的怎么样？看着对方那富波澜不惊的样子，杰斯心里反而更没底了。按理说自己没完成任务，他应该当场发火才对，现在这么冷静，准没好事。杰斯干脆把头一扭，没好气地回了一句，说那根本就不算什么课，自己一下午光顾着埋头做题了。说完这话，他1秒钟都不想多待，直接找个借口就钻进了屋里。杰斯还没来得及喘口气，麻烦就找上门了。罗兰突然开口说佐蒙家族来信了，还是他那个未婚妻家里寄来的。这消息简直像个晴天霹雳，杰斯整个人都僵住了。他二话不说，一把从罗兰手里抢过信封，这哪是在看信，简直是在接什么烫手山芋。刚才那股子傲娇劲儿全没了，他死死盯着信纸，手都不自觉地抖了起来。这信里的内容显然比他想的还要糟糕，到底是什么样的内容，能让杰斯吓成这个样子？罗兰在一旁看着，也觉得这事儿不简单。杰斯现在是1秒钟都待不下去了，他把这个烫手山芋交给罗兰，自己先躲进了屋里。看来这封信的内容已经彻底击垮了心态。罗兰仔细一瞧，信封上赫然写着佐蒙伯爵夫人的名字。这位夫人的信向来都是麻烦的代名词。罗兰没犹豫，直接拆开了这个潘多拉魔盒。罗兰越看越觉得不对劲，这封信表面上是在关心学业，实际上字里行间全是施压。佐蒙家族对杰斯的要求简直高到了离谱的地步，甚至还拿家族历史短来阴阳怪气，这哪是家书，分明是套在脖子上的枷锁。这种密不透风的期待压得人根本喘不过气，每一句话都像是一块巨石，精准地砸在杰斯的心口上。罗兰看着手里的信，心里五味杂陈，这些沉重的责任根本不该由一个12岁的孩子来扛，难怪杰斯会变成现在这样，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换谁都得崩溃。看着杰斯那副失魂落魄的样子，罗兰终于明白这个让人窒息的秘密。日子一天天过去，杰斯的补课生活正式开始了。可这第1堂课气氛就有点不对劲。威尔赫米娜倒是挺大方，直接甩出一堆今天要解决的难题，还嘱咐杰斯不懂就问，别憋着。结果话还没说完，威尔赫米娜就当着客人的面大张旗鼓地打了个哈欠，这可把杰斯给看傻了。哪有公爵夫人这么没礼貌的？杰斯心里直犯嘀咕，这课上得也是莫名其妙，既没教新知识，也没教什么贵族礼仪。他看着手里的书，越想越觉得不对劲。既然什么都不教，那当初费劲签那个合同到底是为了什么？原本杰斯还以为他是故意想折磨自己，威尔赫米娜根本没打算管他，把他晾在一边自己刷题，这待遇差的也太远了。明明之前看他教米莉奈的时候，那叫一个认真负责，怎么轮到自己就变样了？倒不是说非要他盯着看，可这种被彻底无视的感觉，换谁心里都不好受。更要命的是，这些题简直不是给人做的。杰斯越写越火大，恨不得把书给撕了。这出题人是不是跟学生有仇？这要是换在自己家里，哪个老师敢这么出题？
杰斯正想找他理论，结果一抬头，好家伙，威尔赫米娜竟然直接睡熟了。杰斯这下是真的忍不了了，这种时候竟然还在偷懒。他咬着牙，心里那股火蹭的一下就上来了。既然你都不当回事，那我也不伺候了。他猛地合上书，这动静大的连桌子都跟着颤。杰斯头也不回地往外走，每一步都踩得震天响。这地方他是1秒钟都待不下去了。谁知道刚推开门，就撞上了正要进屋的米莉奈。米莉奈抱着书，一脸天真地问他：“你是来学习的吗？”杰斯看着他那副样子，心里五味杂陈。米莉奈笑着解释，说自己刚好干完活，趁着休息想来找公爵夫人。看着米莉奈这副单纯的模样，杰斯心里那点火气竟然莫名其妙地消了大半。这丫头说话做事简直像个没长大的孩子。杰斯顺手拿过米莉奈的书，心里还在纳闷，这学习到底有什么劲？结果低头一看，这书页都快被翻烂了。杰斯发现这书跟平时的不一样。米莉奈倒是挺老实，说自己遇到了难题，正打算找威尔赫米娜请教。杰斯这下可逮着机会了，这种基础的东西居然也不会。他直接把人领到桌边，打算亲自上手教这丫头。米莉奈本来还担心会打扰，可转头一看，威尔赫米娜正睡得昏天黑地，这下谁也指望不上了。原本吵着要走的人，现在竟然主动坐了下来。这剧情转的连杰斯自己都没意识到，两个学生就这么凑在了一起。在杰斯的指点下，米莉奈总算开了窍，原来这题的这么简。杰斯这下可算找回了面子，嘴上说着这题一点都不难，心里估计早就乐开了花。米莉奈一脸崇拜的道谢，说要不是有他在，自己只能去翻答案册了。杰斯整个人都愣住了，什么？这地方居然还有答案册？听米莉奈这意思，那本册子里全是解题思路，他还打算全都研究一遍。杰斯心里的小算盘立马就打响了，既然有现成的答案，那自己手里这本是不是也有？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杰斯这心思瞬间就不在书本上了。他偷偷瞄了一眼还在旁边睡得正香的威尔赫米娜，一个大胆的想法冒了出来，既然老师不管，那可就别怪学生不客气了。趁着威尔赫米娜睡得正香，杰斯终于按捺不住了，他凑到米莉奈耳边，压低声音问：“能不能把那本答案册拿给我？”米莉奈听完一脸纳闷，反问道：“难道还有你不会做的题吗？”这话直接戳中了杰斯的痛处，他一下子就急了：“别废话了，让你去你就赶紧去！”看着米莉奈被吓到的样子，杰斯也意识到自己语气重了，但他还是硬着头皮解释：“刚才我可是帮了你的，朋友之间就该互相帮忙，对吧？”米莉奈显得很为难，说自己被交代过，那本册子不能随便乱翻，只能在核对答案的时候看一眼。可杰斯现在哪管得了这么多，他只想知道那东西到底在哪。米莉奈犹豫了半天，终于吐露了实情，东西就在老公爵的办公室里。老公爵的办公室？杰斯先是愣了一下，但很快他就给自己壮了胆，反正人都不在了，那地方现在也就是个普通的书房。在他眼里，威尔赫米娜在这个家根本没地位，就算自己真闯进去，估计他连个屁都不敢放。只要能拿到答案，把作业应付过去，谁也挑不出他的错来。可米莉奈还是觉得不稳妥，非要先去请示一下威尔赫米娜。杰斯这下彻底急了，直接大喊一声不行。眼看软的不行，杰斯干脆开始耍无赖，拿两人的交情当筹码，威胁说要是米莉奈敢告状，以后大家就别想做朋友了，不仅以后再也不叫他，甚至还要在大街上装不认识。看着眼前这个平时还算和气的同伴，现在居然变得这么陌生，米莉奈这回是真的被吓坏了。杰斯看硬的不行，又开始放狠话：“你要是不帮我，以后肯定会后悔的。”紧接着他又换了副面孔，死死抓着米莉奈不撒手。就这一次，米莉奈，你就帮我吧。米莉奈哪见过这阵仗，整个人都被吓住了，顶不住杰斯的软磨硬泡，他最后还是无奈地点了头。两人就这么偷偷摸摸地溜向了那间办公室，杰斯还在旁边打气：“动作快点，只要咱们手脚利索，绝对没人能发现。”可他们真当屋里那位是摆设吗？原本还在补觉的威尔赫米娜，这会儿居然睁开了眼，看来这俩小家伙的一举一动全都在人家的眼皮子底下。这下有意思了，卷子上的答案竟然全对，连解题步骤都写得明明白白。杰斯看着眼前的威尔赫米娜，怎么看都觉得不对劲，毕竟她平时的样子实在不像个正经的贵族大小姐，一会儿跟花园里的野孩子聊天，一会儿又跟下人们折纸飞机，这反差也太大了。杰斯觉得这事儿肯定有猫腻，说不定是趁乱从哪抄来的。结果翻着翻着，发现答案居然断掉了。杰斯头也不抬的吩咐去把剩下的卷子也拿过来。米莉奈站在旁边有点犹豫，杰斯直接把话挑明了，拿一张还是拿两张都一样，要是不配合，这事儿闹到女主人那儿可就不好收场了。面对这种威胁，米莉奈只能低头妥协，乖乖去拿剩下的东西。杰斯这会儿正得意呢，只要搬出那个名字，米莉奈就只能乖乖听话。这种掌控全局的感觉让他觉得明天的一切都会很顺利。正美着呢，米莉奈突然跑了过来，杰斯心里直犯嘀咕，这孩子平时不是该在干活吗？怎么每次自己刚写完作业，他就准时出现了？难道是那个女人故意安排的，让米莉奈来盯着自己？米莉奈可不管他在想什么，拉着他就要去厨房偷吃的，还要去马厩寻宝，甚至要在花园里玩猜花游戏。虽然这些游戏在杰斯看来简直幼稚到了极点，但在这无聊透顶的地方，好像也没别的事能干了。米莉奈这会儿把剩下的答案拿了过来，杰斯顺手接了过去。他看着手里的卷子，又看了看旁边闹腾的米莉奈，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如果只是陪着小丫头玩玩，日子好像也没那么难熬。这小丫头还挺会找时候，拿着本大厚书就凑过来了。米莉奈问杰斯：“你看过这个吗？”杰斯压根没当回事，这不就是最基础的建国神话吗？早都看烂了。
结果米莉奈说她昨晚看半天没看懂，全是些古文字，非要让杰斯给她讲讲。看着米莉奈这副认真的样子，杰斯心里的小算盘又打起来了。这丫头看着还挺顺眼，他在想，等以后自己出人头地了，干脆把她带回主宅当个贴身女仆，总比现在那个保姆强。米莉奈接着问：“那这上面写的初代皇帝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可不是什么普通的名字，而是初代皇帝的称号——太阳战车。传说这位皇帝是从太阳上降临的，全天下的人都在等着他出现。这排场听着确实挺唬人的。本以为这小丫头会听得一脸崇拜，结果她冷不丁冒出来一句：那她一定过得很辛苦吧？这脑回路直接把杰斯给整不会了。大家都在崇拜英雄，怎么到他这儿反而开始心疼起人家来了？”米莉奈接着说：“这么大的帝国，所有人都指望着他一个人，那日子肯定不好过。原来这话是听夫人说的，期待的人越多，心里就越孤独，因为根本没人能帮得了他。小小年纪竟然能想到这一层。”杰斯看着眼前的米莉奈，突然觉得这丫头好像没他想的那么简单。杰斯问：“夫人真是这么说的？”米莉奈点了点头，她说：“要是刚来干活时就被所有人盯着，那压力大到肯定会哭出来，毕竟那时候自己笨手笨脚的。”这话直接戳中了杰斯的痛处。杰斯赶紧反驳：“这就是贵族的使命啊！站在高处的人本来就要背负这些责任。”米莉奈却不这么想，就算再怎么辛苦，也没必要对自己撒谎吧？明明很疼，却装作没事，这一点都不酷。杰斯问：“那换成是你，你会怎么办？”米莉奈笑着说：“我会直接告诉夫人和安娜，说我真的很累。”杰斯沉默了一下，那要是夫人自己也觉得撑不住了呢？这下轮到米莉奈没词了。谁能想到，这个顶着天才光环，小年纪就考入学院的米洛家族继承人，心里竟然藏着这么多，连说都不敢说出口的委屈。左盟伯爵家指明要见杰斯，这可是老牌名门，家里长辈千叮咛万嘱咐，绝对不能得罪人家。甚至连面都没见几次，对方就开始打起联姻的主意，想把女儿许配给杰斯。从那以后，左盟家的信就没断过，一周2封，简直比催债的还勤快。每到考试的日子，对方甚至要求把成绩担附在回信里，这哪是联姻，简直是找了个远程监工。杰斯实在受不了这种压抑，试着跟父母抱怨了几句，结果换来的却是一顿毒打。父亲吼道：“伯爵大人能看上你，那是你的荣幸。”画面一转，现在的杰斯依然被这些琐事缠身，还得给那边写回信，汇报礼仪进度，还有他自己的各科成绩。就在杰斯快要喘不过气的时候，米莉奈突然说：“要是觉得太累了，我可以听你发牢骚。”这句简单的话正好撞进了杰斯最柔软的地方，杰斯整个人都愣住了。米莉奈笑着说：“要是夫人觉得辛苦，我就去听她诉苦，还要夸她做得真棒。”这话在杰斯听来简直是疯了。他赶紧提醒：“你知不知道夫人是什么身份？一个米莉奈去夸奖贵族，这可是要受罚的。”米莉奈却一点都不怕，她说：“夸奖就是一份礼物，夫人亲口说过，只要是礼物，谁送的都让人开心。”杰斯还是不敢相信：“你觉得他真的会稀罕你送的东西吗？”米莉奈没想那么多，她只想对自己喜欢的人好，只要那个人愿意说出真心话，她就会一直陪在身边，告诉对方：“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这番话彻底撞碎了杰斯心里的那堵墙。米莉奈接着说：“就算对方不笑，我也还是想把这些话说出来。”杰斯看着眼前的女孩，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如果从一开始我就能遇到这样的朋友，他忍不住问：“那你也会对我说同样的话吗？”米莉奈歪着头，一脸好奇地看着他。杰斯赶紧把头扭到一边，这下轮到他不好意思了。他支支吾吾地问：“你该不会是想……”话还没说完，远处就传来了安娜的喊声：“米莉奈，你在哪儿？”米莉奈赶紧回头，是安娜在找她，东西丢了。安娜还是找了过来，虽然嘴上说相信他们，但这话里话外明显是在试探。这一问差点没把杰斯吓个半死，他心里直打鼓。难道那份答案的事这么快就露馅了？看来丢的东西非同小可，要是真找不回来，这府里上下怕是都要遭殃。既然在这儿问不出什么，安娜只能先带女孩去见公爵夫人，毕竟正事要紧，不能在这儿耽搁。看着两人走远，杰斯一个人愣在原地。府里现在乱成了一锅粥，到处都是搜查的声音。杰斯看着这阵仗，心里倒是一点不慌，甚至还觉得这群人挺笨的。反正明天就是最后一天了，既然大家都在忙着找东西，正好给了他机会去确认那份所谓的答案。杰斯随手这么一翻，结果整个人都愣住了，这竟然是20年前莱顿家族骑士团的预算单，这下全对上了。原来全府上下找疯了的宝贝，竟然就在他手里，这东西怎么会出现在这儿？这可是个烫手山芋。杰斯现在心里直打鼓，是不是该赶紧还回去？可他突然想起，父亲以前对账目特别严，总说乱花钱的人就该直接拉去处决，连父亲都这么狠，更别说那位公爵夫人了。这要是被抓个现行，怕是连命都要丢在这儿。这可是机密文件，杰斯现在是进退两难。还回去吧，说是捡的谁信呢？要是实话实说，承认自己想偷答案，那这辈子就彻底毁了。他在意的不只是这份差事，还有那个总是对着他笑的女孩。要是被赶出去，以后怕是再也见不到了。就在他纠结的要命的时候，门突然开了，杰斯整个人都懵了。威尔赫米娜倒是挺意外，看他这么用功，还以为他在偷偷学习呢。威尔赫米娜一边叹气一边念叨，说最近府里真是乱了套，好端端的公文，怎么说不见就不见了。杰斯这会儿心都快跳出来了，还得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结果威尔赫米娜接下来的话让他彻底坐不住了。原来丢的是一份绝密文件，而且已经有人被当成了嫌疑人。杰斯一听就急了，下意识的想替那人辩解，可这话一出口，他就意识到自己闯祸了。明明什么都不知道的人，怎么会觉得凶手另有其人？
威尔赫米那女人手上的动作唰的一下停了，她转过头死死盯着杰斯，问他为什么会这么想。这下杰斯是真的没法圆场了。杰斯还在硬着头皮瞎编，说不定是有人偷偷溜进去了呢。可威尔赫米娜压根不吃这一套，他说门口一直有守卫盯着，这一个星期以来，除了他自己，就只有米莉奈进来过。杰斯还不死心，又找借口说是不是掉书缝里了。结果威尔赫米娜直接把话给堵死了，全府上下翻遍了都没找到，这明摆着就是被人偷了。这下杰斯心里彻底乱了，要是真按偷窃罪来论处，那米莉奈接下来会怎么样？要是侦查到米莉奈头上，他肯定会被直接开除。杰斯这下彻底慌了，他记得米莉奈说过，他们根本没有亲戚能投靠，这些年一直都在莱顿家干活，对外面的一点都不了解，就凭他们攒下的那点工钱，离了这儿，怕是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找不到。杰斯越想越后怕，甚至想过干脆自己把他们收留了。可威尔赫米奈接下来的话，直接把他的幻想给掐灭了。他说这事儿没那么简单，到时候还得公开审判，必须得严惩米莉奈，惩罚。杰斯整个人都僵住了，这已经不是丢饭碗的问题了。杰斯试探着问了一句，到底会是什么样的惩罚？威尔赫米娜连眼皮都没抬一下，说既然牵扯到偷窃，米莉奈这辈子都别想再进贵族家门了，而且还要当众受鞭刑。这下麻烦大了，米莉奈要是就这么被毁了，全是因为杰斯的一时糊涂，一旦被扣上小偷的帽子，以后想帮都没法帮。要不干脆现在就把东西交出来，就说全是自己逼着米莉奈干的，理由也现成，就说只是想偷看一眼考试答案。可这个念头刚冒出来，他就又退缩了。要是让家里人知道他干了这种事，那他这个家族骄傲的名声可就彻底臭了，到时候谁也保不住他。杰斯这下是真的怕了，要是这事儿捅出去，他苦心经营的天才人设可就彻底崩了。而且他心里也清楚，家里根本没人会帮他说话，谁让他平时总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把身边的人都得醉光了。这下他真是成了孤家寡人，身边连个商量的人都没有，只能一个人在这儿硬扛。讽刺的是，唯一那个会对他笑、真心愿意听他说话的米莉奈，现在正替他背着黑锅。结果呢，威尔和米奈还在那儿夸他呢，说他这次全答对了，表现的简直太完美了。威尔和米娜把书一合，说接下来他还有正事要办，今天的课就先到这儿了。他还特意安慰了杰斯几句，让他别太有压力。看杰斯半天没动静，他还客气地问了一句，要不要留下来吃个饭再走。虽然现在家里乱成一团，但给他安排顿饭还是没问题的。可杰斯这会儿哪有心思吃饭，他低着头在那儿小声嘀咕。威尔和米娜还没反应过来呢，他突然扯着嗓子喊了一句，我现在就想走。这一下把所有人都给整懵了。杰斯抓起包头也不回地往外冲，随着砰的一声关门响，他总算是逃出来了。杰斯这一路狂奔，根本不敢回头看，可跑得再快也甩不掉心里的那份心虚。到底该怎么办？这事儿已经完全失控了，他现在每走一步都像是在悬崖边上晃悠。就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暗处的一双眼睛早就把这一切看穿了。威尔和米娜冷冷地提醒道，明天就是最后的机会了，他倒要看看事到如今杰斯到底会怎么选。在这深宅大院里，有人这会儿正躲在被窝里，心里乱成了一锅粥。杰斯现在难受的要命，到底该怎么办？他想救米莉奈，可一想到家里那位严厉的父亲，他又不敢动了。要是让父亲失望，那后果他根本担不起。他一会儿觉得全是自己的错，一会儿又想骗自己说这只是个意外，甚至他都想好了干脆自己去领罚算了。可就在这时候，他脑子里冒出了个最自私的念头，要是让米莉奈替自己背黑锅，是不是这事就能这么过去了？杰斯还在那儿自我安慰，觉得顶多就是受点罚，总不至于要了孩子的命吧，大不了偷偷给他送点药，这事儿应该就能翻篇了。可他心里还是没底，虽然那位大公夫人看着挺体面，应该不会真把米莉奈赶出去，但万一呢？这大冬天的，要是真被赶走，米莉奈根本活不下来。想到这儿，杰斯整个人都快崩溃了。他现在后悔的要死，恨自己为什么要看奈本达，恨为什么要遇到这些破事，甚至开始恨子爵夫人为什么要带他来这个地方。就这样，他在这种折磨里熬了一整夜。天亮了，新的一天到了，可该面对的还是得面对。这一觉睡得比没睡还累，杰斯最后还是爬了起来，推开这扇门，就意味着他没法再躲下去了。等他收拾利索走出来，迎头就撞上了罗兰。罗兰开口问他，你是要去见大公夫人吗？杰斯点了点头，是的。罗兰笑了笑，很好，马车已经在那等着了。杰斯就这么跟着罗兰走进了这间大厅。安娜在旁边小声嘀咕，真的有必要搞成这样吗？威尔和米娜头都没回，语气特别坚决，必须得办。安娜还是觉得有点过了，毕竟这事儿闹大了也不好，非要搞个审判，随便罚一下不就完了吗？威尔和米娜突然冒出一句，安娜，你有时候真像那个内塔。那塔索农一听这话，心里立马就有数了，这绝对不是什么好话。威尔和米娜问他是不是这个理，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那就赶紧动身吧。他一边走一边念叨，说海伦现在正高兴着呢，自己这个当婆婆的总不能扫了儿媳妇的心，毕竟米洛家族现在可不一般，自从他们家地里挖出了金矿，西边那块谁不盯着这块肥肉？现在外头风声传得紧，说左蒙家族正急着联姻呢，一个是有名无实的落魄贵族，一个是暴发户想找靠山，这两家一拍即合，那是双赢的买卖。可这么一来，那个孩子就惨了，在他们这些大人眼里，孩子
不过就是个政治筹码。要是现在不赶紧压一压，等米洛家族真的成了气候，这局势恐怕就再也控制不住了。看海伦这架势，是打算把所有人都锁死在他的计划里，这哪是联姻，分明是想把大家都变成他的提线木偶。威尔赫米娜心里很清楚，现在最要紧的就2件事：一是得让杰斯清醒点，别被眼前的局面冲昏了头；二是要让米洛家族明白，在这块地界上，谁才是真正说了算的人，得让他们打心底里感到敬畏。说实话，虽然以前政治课成绩一般，但大公夫人现在应付这些贵族手段，倒是越来越得心应手了。毕竟要安抚一个正值青春期的男孩子，从来都不是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像杰斯这种总觉得自己最聪明，一冲动就容易不管不顾的性格。所以这次威尔赫米娜不打算动粗，也不打算拼地位，他要设一个谁也没法靠蛮力破开的局。安娜在一旁小声问：“您是不是挺享受这种感觉的？”威尔赫米娜笑了笑，这事儿确实没什么好否认的。安娜还在那儿瞎猜，觉得威尔赫米娜是想给米莉奈出气。可威尔赫米娜心里清楚，这可不是单纯的护短，而是一场必须赢的博弈。为了让计划万无一失，米莉奈这小家伙昨晚熬了大半夜，现在困得连魂儿都快飞了。但这正是威尔赫米娜想要的效果。越是这种时候，越能看出谁在演戏。算算时间，正主也该露面了。就在威尔赫米娜刚动这个念头的时候，杰斯还真就急吼吼地冲了进来。这下好了，人齐了，好戏正式开场。杰斯这会儿正喘着粗气，一路小跑的赶了过来。威尔赫米娜看着他这副样子，心里已经有了底，看来这孩子还没坏透，至少知道自己理亏，心里正犯嘀咕呢。威尔赫米娜不紧不慢的开口说：“你今天倒是来得挺早，不过我现在还有点事要忙，你先去书房等着吧。”杰斯刚想答应，眼神却下意识往旁边一扫，这一看他整个人都僵住了，他颤颤巍巍的喊了一声：“米莉奈！”这下可好，原本想躲的人就这么直勾勾地撞上了。杰斯这下是真慌了，他盯着米莉奈，半天憋出一句：“你是不是都说了？”看他这副心虚的样子，威尔赫米娜心里跟明镜似的，这小子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保住自己那点面子，压根没打算主动认错。行吧，既然你不想去书房待着，那就坐这儿好好看着。威尔赫米娜吩咐安娜带他过去坐下。杰斯现在就像个木偶，让干嘛就干嘛，整个人完全蔫了。可还没等他屁股坐稳，威尔赫米娜反手就是一个下马威，这一叠东西往桌上一拍，大家都听好了。威尔赫米娜这一嗓子直接把气氛拉到了最顶格，他当众宣布，关于视同米莉奈的审判现在正式开始。安娜当众质问米莉奈是不是为了偷钥匙才3番5次潜入办公室，甚至连前任公爵的文件失踪也跟他脱不了干系。结果米莉奈居然全认了。就在这板上钉钉的时候，杰斯突然跳了出来，大声嚷嚷着没证据，说谁也没法证明那些文件就是米莉奈拿的。这下场面可就有意思了。威尔赫米娜倒要看看他还能翻出什么浪花来。威尔赫米娜根本不吃这一套，他反问杰斯：“你觉得现在纠结这个有用吗？”杰斯还挺硬气，大喊着：“当然有用！”可威尔赫米奈接下来的话直接让他没词了。他说：“不管有没有证据，米莉奈都得出来顶罪，毕竟东西丢了，他是唯一的嫌疑人，谁知道文件是不是已经被转手了？”杰斯急得不行，大喊：“这根本不公平！”威尔赫米娜听完直接反问：“你到底在说什么？这种特权难道不是你从小就在享受的吗？你敢说自己从来没用身份去压过那些为你干活的人？”这一连串的问题直接把杰斯问得哑口无言。威尔赫米娜最后告诉他，在咱们这种权力面前，底下的人除了服从别无选择，咱们随口一句话就能彻底毁掉别人的一辈子。威尔赫米娜直接把话挑明了，他说在这儿讲证据根本没用，最关键的是你居然还敢撒谎。这话一出，杰斯当场就接不上话了。威尔赫米娜紧接着甩出真相，其实是你指使米莉奈去偷答案的吧？原来他早就看穿了一切。以前米莉奈去办公室是因为威尔赫米娜太忙没空教课，可最近他去的实在太勤了，再加上这孩子解题的速度快的简直不合常理，这不明摆着是作弊吗？杰斯这下彻底崩了，他小声问了一句：“既然你早就看出来了，为什么不早点说呢？”杰斯这下彻底崩溃了，他说：“既然错的是我，那接受审判的人也该是我。”威尔赫米娜冷冷地回了一句：“就因为你是子爵的儿子，所以你才不用站在这儿。如果真是你指使米莉奈去偷文件，那这事儿可就闹大了。米洛家族的地位可比你想象中要重得多，所以莱顿家族宁愿把这事儿说成是佣人孩子的错，也不想牵扯到自家人身上。”威尔赫米娜心里很清楚，这都是海伦的主意。要是今天这孩子没主动站出来，他早就把这事儿宣扬出去了。毕竟擅闯办公室的是他，只要抓住这个把柄，绝对能让他的家族吃不了兜着走。原本只是想给对方一个警告，让他们知道自家孩子没教养，可现在看来，他们宁愿牺牲一个无辜的孩子，也要保住家族的名声。这帮人的算盘打得可真是够响的。杰斯这下彻底傻眼了，他颤抖着问：“难道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吗？”威尔赫米娜一点没给他留面子，直截了当地告诉他：“当然是因为你，要不是你非要掺和进来，米莉奈今天根本不用受这种罪。你明明拥有进出办公室的特权，结果你却滥用这种信任，这可不是什么能随随便便就糊弄过去的小事。”威尔赫米娜盯着他的眼睛问：“杰斯，米洛，你到底有没有想过，你随口说出的一句话到底有多重的分量？你之所以从来不考虑别人的感受，是因为在你心里始终觉得所有人都低你一等，所以哪怕到了今天，你依然可以拍拍屁股回家，不用承担任何后果。最讽刺的是，你甚至连一点愧疚感都不会有。”
威尔赫米娜接着补了一刀，他说：“你把所有的锅都甩给了朋友，这辈子恐怕都别想挽回这段友谊了。”杰斯被说的根本抬不起头，只能在那儿干听着。就在他快要崩溃的时候，威尔赫米娜话锋一转，说打算再给他最后一次机会。毕竟莱顿家族非要审判那个女孩，威尔赫米娜也没法直接拦着，但他可以换个法子去跟对方谈谈条件。杰斯一听这话，整个人都愣住了，他完全没料到威尔赫米娜居然还愿意帮他。威尔赫米娜盯着他，一字一句的说道：“比如，我可以要求他们换个惩罚方式。”杰斯还是有点不敢相信，问他真的愿意帮忙吗？威尔赫米娜给出了肯定的回答，结果这孩子又开始担心了，他怕那个女孩会从此恨上他。威尔赫米娜没骗他，说这确实很有可能，但只要真心道歉，这段友谊就还有救。毕竟道歉这事儿从来都不只是动动嘴皮子，它意味着你要承担后果。这种事儿越早学会越好，等长大了再想开口，那可就难如登天了。看着他那副不知所措的样子，威尔赫米娜最后提议，要是实在害怕，他可以陪着他一起去。这下杰斯彻底愣住了，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个一直对他冷冰冰的女人，居然愿意陪他去面对这一切。威尔赫米娜点点头，说他可以陪他一起去跟米莉奈道歉，毕竟这种时候身边确实需要个大人告诉他，他做的没毛病。这话一出口，杰斯整个人都愣住了。他突然想起米莉奈以前也对他说过类似的话，米莉奈曾告诉他，如果因为没人听他说话而感到痛苦，那他愿意当那个听众，去听听他到底想说什么。想到这儿，杰斯终于放下了心里的包袱，他主动打开随身的小箱子，从里面拿出了一叠纸，原来这就是那些失踪的文件，他终于肯把真相交出来了。威尔赫米娜看着眼前的杰斯，他终于下定决心要为自己做过的事负责了。杰斯深吸一口气，大步走向了人群，他当众大声宣布，米莉奈根本没有做错任何事。这一下，在场的所有人都愣住了，谁也没想到他会选在这个时候站出来。杰斯当着大家的面承认，是因为自己想快点完成学业，才动了歪心思去偷答案，甚至还指使米莉奈帮他去拿。说完这些，他对着米莉奈深深的鞠了一躬，这句迟来的对不起总算是说出了口。看着杰斯那副如释重负的样子，米莉奈整个人都傻了，他怎么也没想到真相居然会以这种方式大白天下。杰斯当众低下了头，他说自己真的很抱歉，不仅给米莉奈添了麻烦，还让在场的所有人都跟着受累，他保证以后绝不再犯。接着又是一次深深的鞠躬，这回他是真的悔改了，嘴里不停念叨着对不起。威尔赫米娜在旁边静静看着，虽然脸上没什么波动，但心里总算松了口气，这孩子总算没让他失望。就在这时，罗兰也看了过来，两人对视了一眼，谁也没说话。毕竟真相大白之后，剩下的事情就不需要他们再插手了。看着眼前这皆大欢喜的场面，威尔赫米娜总算能功成身退了。他这趟过来本来就是为了解决麻烦，现在事情办得这么漂亮，他也没必要再多留这件压在大家心头的大事。到这儿算是彻底翻篇了，至于以后会怎么样，那就看他们自己的造化了。简心里一直打鼓，问这事儿到底行不行。威尔赫米娜倒是一脸轻松，压根没当回事。简赶紧提醒他，之前为了圆场，他可是编了个离谱的理由，说拿机密文件给孩子折纸飞机了。威尔赫米娜这才想起来，不过他觉得问题不大，反正那文件本身也没啥用。他甚至还想拉着简一起，要把这些纸弄平了再送回去，这胆子也是够大的。其实他早就想好了退路，打算说是文件不小心掉地上弄的。谁能想到，平时看着挺稳重的大小姐，私下里竟然这么能忽悠。照这么说的话，那整件事最离谱的地方，就是让别人跟着一起胡闹了。简手里拿着那份文件，心里还是觉得这事儿办得太草率。威尔赫米娜倒是一点不虚，虽然这结果可能跟别人想的不一样，但只要现在大家都消停了，那就是最好的安排。简看着他这副样子，忍不住吐槽了一句，真看不出来你跟公爵夫妇关系到底是好还是坏。威尔赫米娜听了这话还挺委屈，说这世上哪还有比她更贴心的儿媳妇，简直接没话说了，只能低头喝口茶压压惊，这脸皮厚度确实不是一般人能比的。就在这时，安娜推门进来汇报，说那些信件和推荐信都已经顺利送到了。威尔赫米娜应了一声，这事儿办得还挺利索。简在旁边听得一头雾水，问这信到底是干嘛用的。威尔赫米娜解释说，这里面全是关于那个孩子以前欺负过哪些人的名单，既然要交，那就要交个彻底。威尔赫米娜给他留的最后一刻，就是让他去跟那些受害者道歉，只有拿到原谅，这事儿才算完。毕竟这孩子之前的表现确实让人有点后怕，就算在学校压力再大，他竟然敢对家里的女仆动手，要是现在不把他这歪心思给掰回来，以后指不定还要闯出多大的祸。所以说他家里人这时候找过来，反倒是救了他一命。简听完这串安排，还是觉得心里不踏实。就算那些贵族为了名声愿意配合道歉，但现在最大的麻烦还没解决。威尔赫米娜直接点出了重点，那就是佐蒙家族现在只能看米洛家族那边能不能做出聪明的选择。毕竟一旦成了加害者，这世上就没什么真正的弥补。威尔赫米娜放下茶杯，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希望杰斯能从这次教训里真正学到点什么。就在这时，纳塔索农走了过来，提到了那封推荐信的事。威尔赫米娜随口应了一声，纳塔索农却一脸不可置信，问这信是不是送到了他想的那个地方。威尔赫米娜淡定地点了点头，没错，就是送到了伊索农边境伯爵的那个魔鬼训练营。简在旁边听得直接喷了茶，那种地方确实能把任何刺头都治得服服帖帖，但这下那孩子怕是要脱层皮了。纳塔索农在旁边直摇头，说这惩罚力度简直比想象中还要夸张。威尔赫米娜
倒是一脸淡定，觉得只有这样才能让那孩子真正长点记性。在他眼里，这事儿就跟送孩子去学跆拳道一样，找个严厉的教练，好好磨磨他的性子。正聊着呢，简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从包里掏出一个精致的小盒子。他说这是偶然发现的宝贝，觉得特别适合威尔赫米娜，就顺手带过来当个礼物。威尔赫米娜也没想到今天还能收到惊喜，这盒子一打开，里面竟然躺着一条华丽的项链。简笑着说，我看你之前在格斗大赛上对那个扩音模具挺感兴趣的，就特意找了这个送你，只要按住项链中间的绿宝石，就能把声音传得老远，这可比普通的扩音器好使多了。威尔赫米娜也是个行动派，拿过项链就想试试效果，他对着项链喊了一句，安娜，再拿点点心过来。这一下可不得了，声音大的简直要掀翻屋顶，连旁边的简都吓了一跳。没一会儿，安娜就急匆匆地跑了进来，一脸无奈地抱怨，公爵夫人，您这嗓门也太大了，请务必注意礼仪啊。威尔赫米娜看着手里的宝贝，心里别提多满意了，这玩意儿的效果确实比之前见过的那些强多了。威尔赫米娜摆弄着项链，这玩意儿威力确实惊人，看来以后只能在紧急时刻用了。不过这礼物实在太贵重，威尔赫米娜总觉得受之有愧，坚持要给简付钱。简一听这话，吓得赶紧摆手拒绝，说这只是顺手买的小玩意儿，根本不值当提钱的事。而且简心里的小算盘打得比谁都响，要是这礼物送不出去，他回去的日子怕是更不好过。威尔赫米娜听得一头雾水，这送礼的怎么还送出压力来了？年末舞会马上就要开始了，这可是莱顿家族今年最看重的大场面，全家人为了这场重头戏那是下足了功夫。威尔赫米娜盯着手里的项链，心里却在犯嘀咕，既然家里上下都忙得不可开交，他这个当主人的反而觉得自己成了最闲的那一个。那塔索农看他一直在这儿发呆，就试探着问了一句，公爵夫人，要不咱们出去散散步？威尔赫米娜连眼皮都没抬，直接就把这提议给否了。他说自己现在最大的贡献就是老老实实待着，省得给大伙儿添乱。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简在一旁小声接了底，乃是不想添乱啊，纯粹是因为公爵夫人太怕冷了，这大冬天的让她出门简直是要了命。威尔赫米娜还是那副老样子，这西边的冬天还没正式到呢，就已经冷得让人受不了了。他理直气壮地反问，这种天气谁想出门啊？不过他紧接着又补了一句，等着瞧吧，很快我就有不得不出门的理由了。那塔索农听得一头雾水，除了接下来的舞会，难道还有别的安排？威尔赫米娜笑了笑，现在还没定，但肯定会出点什么事儿。这话一出，把奈塔索农给整懵了。其实威尔赫米娜心里早就有数了，这次年末舞会，皇帝陛下可是要亲自出席的。既然皇帝要来，那皇家骑士团肯定也会全员到齐。虽说不至于直接打起来，但莱顿家族上下这么紧张，也不是没有道理。毕竟当初为了那个皇位，双方可是实打实地硬碰硬过。皇帝这次把手伸向西边，明摆着就是冲着莱顿家族来的。连当初让威尔赫米娜留下当公爵夫人，恐怕也是他计划里的一环。既然暴风雨迟早要来，威尔赫米娜现在只想抓紧最后这点清静，趁着还没出事，赶紧多享受一会儿。结果还没等他感慨完，外面就传来了急促的喊声，这下想清静也清静不了了。安娜慌慌张张跑来报信，说海伦已经往别馆这边过来了。真是说曹操到，这位让威尔赫米娜都觉得头疼的人物，终究还是找上门了。海伦还没进屋，消息就先砸过来了。皇帝居然指名道姓要让威尔赫米娜在舞会上代表发言，这哪是给面子啊？这分明是把他架在火上烤。海伦还特意交代，让他今晚务必跟公爵把这事定下来。真是个狗皇帝，一点清静日子都不给留。看他那副胜券在握的样子，摆明了是要让莱顿家族当众难堪。谁要是敢在这时候掉链子，那代价谁也付不起。威尔赫米娜算是看明白了，这回皇帝是铁了心，非要把他们家往死里整不可。皇帝这招真是够狠的。威尔赫米娜怎么也没想到，这种差事竟然会落到自己头上。他试探着问了一句，陛下真的要让我在年终舞会上致辞，还是当着所有贵族和皇室的面？米哈伊尔倒是淡定，直接点头说是。威尔赫米娜这下全明白了，接着追问，而且这场舞会还要挂着莱顿家的名头。海伦理所当然的回了句，那是自然。这下事情可就没那么简单了。对这些贵族来说，年终舞会可不是吃吃喝喝的地方，那是他们拼命保住地位的战场。现在皇帝非要把他推到最中间，这哪是给面子，这分明是把他架在火上烤啊！威尔赫米娜心里很清楚，他这个身份本来就招人闲话，要是真在那种场合说错一个字，整个莱顿家就彻底没脸见人了。虽然他对这个家没什么归属感，但米哈伊尔和海伦现在的处境确实挺让人头疼的。他干脆直接把话挑明了问，这烂摊子你们打算怎么收场？米哈伊尔想得倒也干脆，他打算直接把这差事推掉，理由就是威尔赫米娜还没准备好。这倒不是不信任，而是这回的赌注实在太大了。毕竟到时候全帝国的贵族都在看戏，只要点个头答应下来，整个西部的局势恐怕都要变天了。当年大皇子没能坐上皇位，反倒是二皇子靠着东部势力的支持，成了现在的皇帝。这皇位争夺战留下的烂摊子，到现在还没收拾干净。如果现在莱顿家直接听命，那整个西部势力的凝聚力可就彻底散了。威尔赫米娜最烦这种皇室纠纷，简直是把简单的事情搞得一团糟。就在米哈伊尔想拒绝的时候，海伦却突然开口说不行。这下连米哈伊尔都愣住了，平时最懂分寸的老婆，怎么这时候唱起反调来了？海伦态度非常坚决，既然是陛下的命令，
那就必须得照办。这话听着可不像是在商量，倒像是已经没了退路。威尔赫米娜却听出了不对劲，明明连正式的文书和印章都没有，这顶多算是个口头请求，根本算不上什么圣旨。海伦为什么要把他说的这么严重？毕竟这次年终舞会是皇帝登基后第一次出宫露面，海伦这次态度硬得离谱。他说这件事的分量谁都担不起，米哈伊尔却觉得这根本不是重点。皇帝早就盯上莱顿家了，现在只要走错一步，全家都得跟着玩完。坐在一旁的威尔赫米娜越看越觉得不对劲，按理说海伦应该是最反对的那个人，怎么现在反倒成了推手？米哈伊尔还在担心，这压力全压在威尔赫米娜身上，他到底能不能扛得住？海伦却表现得云淡风轻，说只要背好演讲稿就行，一切都会没事的。这话听着怎么看都像个坑。威尔赫米娜心里很清楚，虽然最后拿主意的是他们，但这股不安感简直和当初被留下时一模一样。当初能留在这个家，全是因为老公爵的关系，现在这出戏恐怕又是冲着那个秘密去的。威尔赫米娜越想越觉得不对劲，皇帝这次根本没占理，凭什么这么硬气？除非他手里攥着海伦的把柄。这事儿连米哈伊尔都被蒙在鼓里，看来海伦是打算一个人扛了，毕竟他和皇帝才是一家人，真要有什么家族秘密，那可就全完了。就在气氛僵到极点的时候，威尔赫米娜突然拍了下手，既然两边都不肯让步，那干脆各退一步，搞个折中方案。米哈伊尔和海伦都听懵了，这节骨眼上还能有什么万全之策？最后商量的结果是把这次的演讲分成2部分，但这真的能瞒天过海吗？分成2部分，威尔赫米娜这招确实高，既然皇帝非要让他致辞，那也没说非要他一个人从头讲到尾。他打算把这次拆开，一个正儿八经的开场白，再加上一个活跃气氛的祝酒词。这话一出，旁边的随从们全听傻了。祝酒？那可是要当着皇帝的面喝酒啊！在贵族的社交礼仪里，这操作确实有点出格，大家担心的点完全不一样。有人怕冲撞了圣驾，有人甚至在纠结贵族到底喝不喝啤酒。威尔赫米娜倒是一点不慌，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只要礼数到了，谁也挑不出毛病。关键在于这致辞得由他和公爵2个人分担，公爵负责严肃正式的那部分，他呢就选那个最简单最省事的祝酒环节。威尔赫米娜这算盘打得响，他只负责最后的祝酒环节，至于那些长篇大论的演讲稿，全推给米哈伊尔去头疼了。纳塔索农听得一头雾水，他刚从战场回来，实在搞不明白皇帝为什么非要跟莱顿家过不去。威尔赫米娜叹了口气，这事儿说来话长，他随手拿起笔，打算从老皇帝那辈开始讲起。原来当年的老皇帝先后娶过2位皇后，第一任皇后生下了大皇子和海伦，可惜生完海伦没多久就去世了。紧接着那位达丰侯爵的女儿谢尔西成了第2任皇后，也就是当今皇帝的亲妈。这下关系就明朗了，海伦和现在的皇帝其实是同父异母的亲兄妹，可这皇室里的亲情往往比纸还要薄，这层关系一揭开，很多事就彻底说得通了。既然海伦嫁进了莱顿家，那全家人自然的站队大皇子，毕竟在当时看来，这位才是板上钉钉的接班人。可谁能想到2皇子竟然靠着东边的势力，硬生生把皇位给抢了过去。这下大皇子直接人间蒸发，莱顿家就像是被丢在大海里的破船，彻底被晾在了半道上。所以现在两边关系这么僵，全是因为当初站错了队，加上这次又是皇帝头一回出宫，要是出了岔子，谁也担待不起。威尔赫米娜实话实说，这种大场面他也是头一回见，这不赶紧把人都叫过来，想听听大家的意见。这事儿要是处理不好，莱顿家的麻烦可就大了。听完这番话，大家心里其实都没底。纳塔索农忍不住问：“您到底想要什么样的建议？”威尔赫米娜倒是一点不急，反而抛出一个让人摸不着头脑的问题：“你们2个平时应该都挺爱喝酒的吧？”纳塔索农倒是挺坦诚，说西边的名酒他基本都尝过。安娜还在那儿装矜持，说自己只是偶尔喝1小杯，结果这谎话当场就被戳穿了。原来安娜才是别馆里的酒神，这名声早就传开了。安娜这下彻底慌了，到底是谁把这事捅出去的？难道是那个园丁奥利弗？看气氛差不多了，他开始打听正事，想听听这2人以前都听过什么样的祝酒词。纳塔索农却有点为难，说自己平时都是一个人喝，而且骑士团那套词儿恐怕帮不上什么忙，这倒让人纳闷了。难道骑士们喝酒还有什么讲究？纳塔索农解释说，他们那儿不叫祝酒词，而是叫赫拉德队长的宣言。只要提起这位传奇队长的字，大家伙儿就能立马燃起来，根本不需要什么花里胡哨的词。说白了，他们喝酒就是为了夸夸那天干活最卖力的人。安娜这下反应过来了，原来不是园丁告的密，而是那个裁缝。这笔账他算是记下了。纳塔索农提了个建议，要不找边境伯问问，毕竟那位经常去王都汇报战况，肯定知道陛下的喜好。这话倒是提醒了他，王都的凯旋仪式不就是为了给陛下庆功吗？祝酒词加上凯旋仪式，这事儿有戏了。他猛地一拍桌子，这主意一定，立马就开始分工。纳塔，你赶紧去联系边境伯。安娜，把裁缝叫回来，礼服还得改，顺便把宴会厅的图纸也拿来。这事儿交代下去，纳塔索农和安娜立马动身去办了。他一个人留在屋里琢磨，既然要做，干嘛还费劲把祝酒词分成2段？直接来一场最震撼的忠诚秀，保准能让那位陛下挑不出毛病。转眼到了准备的日子，这阵仗可比想象中大得多，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明天陛下就要驾到，后天晚上那场重头戏就要正式开演。看着准备的差不多了，他也总算能喘口气，夸奈塔索农这段时间辛苦了。奈塔索农倒是挺期待，想看看这场大戏最后怎么收场。
他现在没心思管什么期待不期待，只想赶紧把这事儿了结，好回屋踏踏实实睡一觉。那塔索农却对那段祝酒词信心满满，觉得到时候肯定能惊艳全场。可他心里总觉得不踏实，只求千万别出什么岔子。就在这时候，花园里突然冒出几个小孩，他正纳闷这是谁家的孩子，那塔索农却让他仔细瞧瞧，这几个小家伙到底是什么来头。搞了半天，这俩小家伙竟然是海伦的孩子，圆滚滚的，看着跟两团棉花糖似的。按辈分算，这可是我的亲孙辈，可我才20出头，这声奶奶真是怎么听怎么别扭。正琢磨着呢，就听见这俩孩子在那儿嘀咕，说这玩意儿夏天吃着挺好，现在颜色变了，居然还想往嘴里塞，这哪行啊？万一吃坏肚子麻烦就大了。我赶紧过去拦住他们，没人叫过你们吗？地上的东西可不能乱吃。被我这么一吼，俩孩子直接愣在原地。仔细一瞧，这男孩长得像海伦，女孩倒是有几分像米哈伊尔。估计那两位小时候也是这么个可爱的样子，可惜这地方没相机，不然真想把这一幕拍下来留个念。这俩孩子正要往嘴里塞东西，可把他吓了一跳，赶紧伸手拦住，别吃那个，快放下。小女孩一脸天真的看着他，公爵夫人，可只有我爸爸妈妈才这么叫啊，这辈分解释起来太费劲，他只能先敷衍过去，我是你们奶奶，不过这事儿说来话长，等你们长大就明白了，能被叫公爵夫人的人可多了，以后你们也会有自己的头衔。他蹲下身子，耐心的跟这两个小家伙讲道理，地上的东西不能乱吃，得大人说安全了才能动，要是你们生病了，照顾你们的人会很难过的，所以答应我，以后绝对不能再乱吃东西了，好吗？看着俩孩子乖乖点头拉钩，他这心里总算踏实了，真是两个听话的好孩子。正打算带他们回去，衣角却突然被人拽住了，他回过头，发现这小家伙好像还有话要说。看着被拽住的衣角，他弯下腰轻声问：怎么了？小女孩大大方方的自我介绍：你好，我叫米内瓦，米内瓦莱顿。看着这孩子认真的模样，他也温柔的回应：你好呀，我是威尔赫米娜。米内瓦拉过身边的男孩，这是我哥哥泽尼尔。小男孩看着有点害羞，红着脸打了个招呼。这俩孩子凑在一起，简直要把人的心都给化了。米内瓦仰着小脸，一脸崇拜的问：您是植物专家吗？原来家里的老师不太懂这些，他一直对花园里的花花草草好奇的不得了。刚才那番叮嘱让米内瓦觉得他肯定是个无所不知的老师，这下轮到他尴尬了。刚才确实有点职业病发作，说起话来一套一套的，难道是刚才表现得太严肃，真把孩子给唬住了？还没等威尔赫米娜反应过来，泽尼尔这小家伙居然一把抓住了他的手。他红着脸问：如果您有时间的话，愿意和我们一起喝茶吗？这下可把威尔赫米娜给整不会了，这标准的绅士礼仪到底是谁教他的？小年纪就这么会撩。看他没说话，俩孩子赶紧又补了一句：其实就是想问问您愿不愿意陪我们一起玩。海伦这一桌子的活儿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西边贵族的请帖全送到了，人手也培训的差不多了，剩下的就是泽尼尔和米内瓦了。虽然最近忙得没空陪他们，但该给的一样都不能少，毕竟我还是他们的母亲。说到底，现在忙成这样，全都怪那个威尔赫米娜，真不知道他脑子里在想什么，居然能折腾出这种计划来。这威尔赫米娜真是越来越没分寸，做事一点体面都不讲，这种光凭冲动没脑子的计划，米哈伊尔居然也能点头答应。事到如今，我也只能硬着头皮帮到底了。等这阵子午会忙完，总该能歇口气了。到时候正好赶上孩子们升课，得给他们准备点逻辑题，看看这段时间有没有偷懒。算一算，放米内瓦鸽子都快3周了，这当妈的心里确实过意不去。这不，刚坐下吃饭，米内瓦就眼巴巴地凑过来问：母亲，您平时都什么时候去花园散步呀？海伦直接回了一句：我的日程表里没这一项。米内瓦还是不肯放弃：如果您有空的话，下午2、3点能来花园吗？那是我们的休息时间，我们真的很想见您。看着孩子这副样子，当妈的终究还是心软了。海伦告诉他，如果会议结束的早，周3或者周5可能有空。米内瓦这下彻底乐开了花，只要您能来，什么时候都行。其实哪用等到周3，只要挤出10分钟，今天就能见上一面。海伦转头吩咐管家去准备点点心，管家赶紧问：您想吃什么样的？米内瓦喜欢的太甜了，按泽尼尔的口味来吧。嘴上说着没时间，其实已经开始准备下午的惊喜了。既然答应了孩子，那就要说到做到。海伦带着人往花园走，手里还背着给他们的小点心。走着走着，迎面过来个叫安娜的女仆，她是别管那边的，连个招呼都没打，就这么过去了。随从这下看不下去了，公爵夫人，这丫头太没规矩了，要不要带回去重新教教？海伦摆摆手说算了，别管的人没必要去费那个劲。不过这安娜脸上的神情倒是挺让人意外，那种发自内心的劲头可不像是在受苦。外面都说别管的仆人更忠心，干起活来比谁都卖力。要知道在前任公爵还在的时候，别管那地方可是专门用来流放人的，只要谁惹他不痛快，这辈子就算交代在那儿了。以前那地方就是个火坑，活儿重还没人愿意去，谁要是被分到那儿，基本上都是哭着走的。可自从威尔赫米娜去了之后，风向全变了，这帮仆人不仅不抱怨，反而一个个干得挺带劲，这就让人纳闷了，到底是活儿变轻了，还是他给这些人灌了什么迷魂汤？按理说别管工资低，人手少，还没什么休息时间，想出人头地都得往主宅钻。可现在倒好，竟然没一个人申请调回来，全在那儿死心塌地跟着他，连米哈伊尔都忍不住感慨，看来他在那边真的很受欢迎。这下海伦心里可真有点不平衡了，难道在那些下人眼里，他威尔赫米娜比我还有威信？这事儿
我绝对不能接受。说白了，海伦之所以没去拆他的台，全是因为他现在的所作所为，确实是在给家族长脸。身为当家主母，海伦得公私分明，不能让个人情绪影响了整个家族的利益，哪怕心里真的讨厌死他了。管家在旁边提醒，公爵夫人他们就在那边。海伦直接把点心接了过来，现在没工夫想那个女人，先把眼前的差事应付过去，陪孩子聊个10分钟，我就立马撤退。结果还没走近，就听见那边一阵惊呼：这蓝色的花到了夏天真的会变红吗？海伦这还没走近呢，就看到草坪上坐着几个人，定睛一看，那不是威尔赫米娜吗？她正带着2个孩子在树荫下乘凉。威尔赫米娜笑着说：这花就像人一样，热了脸就会变红。孩子天真的接话：那泽尼尔哥哥脸总红，他也是花吗？威尔赫米娜顺着话头逗他：那说明你哥哥就是一朵漂亮的小花呀。看着孩子们那副崇拜的样子，海伦这心里真不是滋味。他什么时候跟孩子关系这么好了？紧接着，威尔赫米娜又开始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他说，要是吃了那树上的果子，肚子里就会长出树根来，吓得孩子脸都白了，赶紧反驳说：可我们平时还喝那棵树做的茶呢，你肯定是在骗人。威尔赫米娜这才笑出声来，说这只是个小玩笑，结果把俩孩子逗得不行，在那儿闹成了一团。看着他们笑得那么开心，海伦这当妈的反倒像个外人一样，完全插不进话去。看着这温馨的一幕，海伦这心里真不是滋味，手里的托盘都快被捏变形了。孩子们围着威尔赫米娜，又是撒娇又是求抱抱，甚至还想让她来教课，这简直是没把这个亲妈放眼里。威尔赫米娜倒是挺会说话，提醒他们妈妈平时很忙，还说等冬天一过她就会回来。结果俩孩子根本不买账，抱怨说妈妈整天就知道忙，根本没时间像这样陪他们玩。紧接着女儿冒出一句更扎心的话，她说真希望威尔赫米娜才是他们的妈妈。这话一出，海伦手里的托盘直接摔了个稀碎。女人虚弱的躺在床上，叫着海伦的名字，可接下来的话却一点温情都没有。她说海伦根本不配，真正适合海伦其实是另一个身份。海伦这辈子最不想要的就是这个头衔，可既然生在皇家，这就是她躲不掉的命，也是她手里最后剩下的一点东西了。本以为守住这份责任就能这么过下去，谁能想到连这最后的一条路都被人给断了。看着对面那个女人，海伦心里清楚，现在自己已经彻底一无所有了。海伦这回是真死心了，多一秒都不想待，转身走的那叫一个干脆。威尔赫米娜急了，在后头大喊：海伦你等等！结果还没等他冲过去，直接就被拦了下来。侍从挡在前面，语气硬得像块石头，对公爵夫人放尊重点，为了您好，还是请您往后退退吧。看着海伦走得这么绝情，威尔赫米娜心里彻底慌了。她一个人在屋里坐了很久，这事儿闹成这样，谁心里都没底。就在这时候，米内瓦凑了过来，这孩子明显是被吓着了，连话都说不利索。威尔赫米娜安慰道：没事的，米内瓦，不用担心。米内瓦还是不放心，可是妈妈……威尔赫米娜反倒冷静了下来。你之前不是也跟你哥哥吵过架吗？这语气听着像是要把这事儿当成普通的吵架了。威尔赫米娜拉着米内瓦的手，轻声安慰他说：既然是母女，哪有隔夜仇？只要你肯认错，海伦肯定会原谅你的。米内瓦听得直点头，这孩子心里其实比谁都后悔，只要把心里话说出来，这道坎儿总归是能迈过去的。等安顿好了孩子，威尔赫米内一个人坐着出神。米内瓦这孩子平时挺懂事，能闹成今天这样，说明海伦和孩子之间的裂痕已经不是1天2天了。海伦平时对孩子没话说，可在这个家里想正儿八经感受点亲情，确实比登天还难。窗外的雪越下越大，罗兰看着这天色，心里总觉得不踏实，这场大雪恐怕不是什么好兆头。皇帝明天下午就要到了，这消息一出，舞会还得按原计划办下去。威尔赫米娜这会儿想起边境伯爵之前给的评价，那位皇帝可不是个好伺候的主。伊索农直摇头说，那人脾气硬得很，眼里只有权力和荣誉，最喜欢看别人争个你死我活。虽然爱听漂亮话，但一般人根本糊弄不了他。要是没点真本事，在他面前连头都抬不起来。他这人就喜欢大场面，越热闹越乱，他反而越兴奋。威尔赫米娜听完都懵了，这横看竖看不就是个暴君吗？伊索农倒是看得很开，虽然性格确实不怎么样，但作为统治者，他绝对够格。说白了，伯爵就是在给他打预防针。这位皇帝虽然是个明君，但那脾气真不是一般人能受得了的。威尔赫米娜喝了口茶，心里已经有了计较，管他皇帝是什么脾气，只要明天的演讲不出岔子，剩下的事儿就跟他没多大关系了。罗兰看着他这身打扮，开口问了一句：舞会那天您就打算穿着身去演讲吗？威尔赫米娜无奈地笑了笑，中间却是出了点意外，情况比预想的要复杂。罗兰听完他的解释，倒是挺佩服，能想出这种法子来解决，确实不简单。威尔赫米娜客气了一句：您过奖了。罗兰突然放下了茶杯，语气变得严肃起来：公爵夫人。威尔赫米娜应了一声：怎么了？罗兰盯着他的眼睛说：等明天的舞会一结束，全帝国的眼睛可就都要盯着你转了，到时候你见过谁寄了什么信，甚至家里来了什么客人，哪怕是一丁点的小事，都会被别人拿放大镜看。这也就意味着你以前那种安稳日子算是彻底到头了。这次舞会和演讲就是他翻身的最好机会，只要这步棋走稳了，他这个公爵夫人的位子才算真正坐实了。罗兰拉住他的手，语重心长的交代：能不能在社交界站稳脚跟，全看明天的表现了。威尔赫米内点点头，身边能有这么一位老师指点，确实是他的福气。这番话他记下了。
镜头一转，外面的雪下得更紧了。凯内斯队长一边赶路，一边忍不住抱怨：这种鬼天气还要行军，那位皇帝陛下真是一点都不体谅下属。就在这时，前面的士兵大喊一声：队长，咱们到莱顿庄园了。凯内斯应了一声，总算是赶到了莱顿庄园。看着这气派的大宅子，他心里却直打鼓，就怕待会儿两边真掐起来。说起来，那位公爵夫人明天还得当众演讲。凯内斯越想越觉得这女人不容易，当初就是被卖进来的，在家里还没人待见，简直就是个被嫌弃的累赘。摊上这种日子已经够难了，现在还得被推出来撑场面，这公爵夫人的名头真不是好当的。凯内斯实在看不下去了，大着胆子问了皇帝一句：陛下，咱们这么利用他，是不是有点不地道？结果皇帝头都没回，语气听不出一点情绪。这事儿谁说的准呢？看着漫天大雪，皇帝随口问了一句：他真的没问题吗？毕竟在这种场合出一点差错，那都是对皇室的大不敬。皇帝倒是一点不担心，直接带头往里走。随着侍卫的一声高喊，皇帝正式入场了。这气场一开，接下来的舞会可就有看头了。皇帝这一进场，立马就发现了不对劲，这里的贵族跟京城那些草包完全不同，一个个站得笔直，明显是受过正儿八经的军事训练。米哈伊尔带着海伦迎了上来，开口就是一通高级马屁，说这西部的风雪再大也挡不住皇帝这辆太阳战车。皇帝也是个会接话的，笑着说：这西边的女王确实够狠，刚才还以为有人对她下了咒，非要把她拦在半道上。米哈伊尔哈哈一笑，顺着话茬说：那是女王脾气不好。可这两人看着是在客套，实际上每句话都在交锋。毕竟当年的西边也是个独立的王国，结果被初代皇帝给打服了，曾经的王室这才变成了现在的莱顿家。皇帝刚才那番话，明摆着是在敲打米哈伊尔，暗示他们家对皇室有二心。米哈伊尔也不是省油的灯，传闻他是在魔鬼公爵手下长大的，虽然脸上一直挂着笑，但举手投足间一点都不卑微。他不仅听懂了皇帝的弦外之音，还能应对的滴水不漏，这第一印象确实给得够深。米哈伊尔侧过身子，把皇帝引向早已准备好的主座，这排场摆得相当到位。皇帝这一坐，整个大厅的气氛瞬间变了。米哈伊尔带头致欢迎词，开口就是帝国的支柱，太阳的后裔。这马屁拍的全场都能听见，可这表面上的恭敬到底能维持多久？台上的致辞已经开始了，可凯内斯却被身后的动静吸引了注意。这个女人一开口就直呼公爵夫妇的名字，还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对着皇帝的亲卫道辛苦。凯内斯这下反应过来了，能这么说话的，除了那位老莱顿公爵夫人威尔赫米娜·莱顿，还能有谁？看来他是在等第二场致辞。而此时台上的皇帝已经结束了那套官方的场面话。等一下，这情况不对啊！米哈伊尔这番致辞，听得台下的亲卫们全都傻了眼。整场演讲下来，竟然一个字未提到皇帝，这哪是欢迎词，这分明是把皇帝当空气了。皇帝就这么坐在主位上，看着米哈伊尔在下面侃侃而谈，公爵通篇都在夸西部的贵族有多能干，甚至连一句客套的祝陛下万岁都没有。这下底下的贵族们也坐不住了，大家交头接耳。这公爵胆子也太大了，这已经不是没礼貌，这是明摆着要跟皇权叫板啊！皇帝的亲卫手都按在剑柄上了，最担心的局面还是发生了。这西部果然是要变天。就在这剑拔弩张的时候，威尔赫米娜突然动了，奈塔所农下的赶紧想拦住他，说这太危险了。可侍卫话还没说完，整个人就愣住了。他盯着威尔赫米内的衣服，半天没反应过来，这位公爵夫人到底穿了件什么样的衣服，能让见惯了大场面的侍卫露出这种表情？谁能想到威尔赫米娜竟然穿了一身军装，在满是礼服的舞会上，这身打扮简直就是在砸场子。他就这么大步流星地走到了皇帝面前，这气场压根没把皇权放在眼里。皇帝坐在高位上，死死盯着这个女人，手里的动作都停了。这西部的人真是一个比一个疯。威尔赫米娜当众挥起手，开始讲述那段血腥的历史。他说，以前帝国的敌人就在那座大山后面，那时候太阳帝国的子民被践踏被奴役，那是整个帝国都抹不掉的伤疤。台下的贵族们全听傻了，尤其是看到他胸前那条项链，这可是当年战场上的功勋，他这是在用命换来的荣誉。当面质问皇帝啊！威尔赫米娜越说越激动，直言当初面对那种怪物般的敌人，他们根本退无可退，只能选择死战到底，因为他们没法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同胞受苦。就在那个最黑暗的时候，西部升起了一轮新的太阳。威尔赫米娜这番话一出口，全场的气氛唰的一下就变了。如果说刚才米哈伊尔的致辞全是在给自家脸上贴金，那威尔赫米娜现在的每一句话可全是在给皇帝和帝国表忠心。这下大家总算看明白了，他为什么要穿这身军装，因为他要聊的是那些在边境拿命换来的胜利，是在皇帝陛下的英明领导下才夺回来的荣耀。这番话直接说到了人心坎里，凯内斯听得整个人都僵住了。谁能想到，在这么个歌舞升平的舞会上，竟然还有人记得那些死去的同袍。威尔赫米娜越说越慷慨激昂，他要求所有人都得记住那些被敌人迫害的同胞，更要向这位给大地带来光明的飞昂帝国皇帝陛下献上绝对的忠诚。这招简直是神来之笔，直接把米哈伊尔挖的大坑给填得平平整整，甚至还把皇帝捧到了最高处。皇帝在高台上看着这一切，原本僵持的局面竟然被这个女人几句话就给化解了。可这事儿真有这么简单吗？威尔赫米娜这么卖力地表忠心，到底是真心想当皇室的挡箭牌，还是在给接下来的大动作打掩护？这西部的戏真是越来越看不透了。他不卑不亢地开口，向陛下问好，我是威尔赫米娜，
莱顿。这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分量可比刚才的长篇大论重多了。这不仅是自我介绍，更是代表莱顿家族在表态。再看皇帝这反应，刚才还阴沉着脸，现在竟然笑得这么灿烂，这老狐狸心里到底在想什么？看来刚才那番演讲效果比预想的还要好，连肥皂剧里的台词都派上用场了。这下可好，周围全是凑过来套近乎的贵族，有人打听他在学院的成绩，有人盯着他这身亮眼的制服问东问西。威尔赫米娜随口应付着，说自己成绩一般，衣服也只是家里裁缝做的。其实他心里烦得要命，根本不想跟这帮人扎堆，甚至还有人没眼力见，问他是不是打算去参军。旁边的人听了都觉得离谱。威尔赫米娜笑了笑，直接下了逐客令，说自己累了，有事以后写信再聊。虽然在首都的名声是打响了，但接下来的麻烦恐怕才刚刚开始。那些西部贵族的眼神就像刀子一样扎过来，全是算计和提防，这说明大家都在重新站队，要么想拉拢他，要么想离他远点。罗兰子爵夫人早就提醒过，这场舞会之后，他就是全场的焦点，哪怕一丁点小动作都会被这帮人盯着不放。这种时候走为上策，省得别人说他在拉帮结派，结果还是被没眼力见的缠上了。男人假惺惺的凑过来，说什么老公爵走得太可惜，话里话外都在看笑话。这种人真是多看一眼都烦，真想直接把酒泼他脸上。好在有人过来解围，夸他刚才的演讲简直绝了。见到罗兰子爵夫人，他赶紧把功劳都推过去，说全靠夫人的指点。看来这社交场上的博弈还没完呢。罗兰冷哼一声，说这里混进了不该出现的人。这眼神一扫过去，刚才还想看笑话的男人吓得扭头就跑。罗兰转过头劝公爵夫人赶紧去休息，剩下的烂摊子他来收拾。毕竟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威尔赫米娜现在的状态确实不太好。威尔赫米娜本来还想客气两句，结果还是被罗兰给劝走了。他一边往回走一边纳闷，自己表现的有那么明显吗？其实这身制服穿着确实遭罪，勒得他根本喘不过气，正打算找个地方换衣服，身后突然传来皇帝的声音。皇帝夸他今晚表现得很好，还问他是不是要去换装。这冷不丁的一句话让威尔赫米娜整个人都僵住了。谁能想到在这儿拦住威尔赫米娜的竟然是皇帝本人。这一声陛下叫出口，刚才那种想逃跑的气氛一下子全没了。皇帝倒是挺随和，说刚才在大厅那一面印象已经够深了，不用再行礼。他盯着这身制服夸的那叫一个直接，甚至还想让他整场舞会都穿着。既然皇帝都这么说了，这身勒死人的衣服看来是脱不掉了。这皇帝怎么跟传闻中不太一样，甚至有点不着调。他还要亲自送威尔赫米娜去休息室，这哪是皇帝该干的事？外面还有一堆贵族等着他呢。可皇帝根本不在乎，说那些应酬自然有人去管。最关键的是，他提到了威尔赫米娜脖子上的宝石，说他手里也有一个一模一样的。这宝石到底什么来头？竟然能跟皇室扯上关系？皇帝这话题转得够快，突然聊起刚才那场演讲，还打听他是不是在学院里练出来的。威尔赫米娜赶紧把功劳全推给了莱顿家族，说是多亏了那边的指点。结果皇帝听完直接笑了，说那位公主可不像会帮忙的人，这语气明显是在试探。这下威尔赫米娜心里彻底没底了，完全猜不透这位陛下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皇帝倒也没打算逼他，直接伸出手提醒他别忘了刚才说好的护送。这胳膊一搭，想跑也跑不掉了，只能跟着他往前走。皇帝最后还补了一句，说他早就看好他，知道他今天肯定能撑住场面。这突如其来的夸奖反而让人心里更不踏实了。威尔赫米娜客气了一句，说能达到陛下的预期是他的荣幸。皇帝听完直接乐了，说咱俩还没熟到那份上，你不信我也正常。其实威尔赫米娜心里跟明镜似的，他知道皇帝是想拿他当棋子，虽然这是他现在的保命符，但他绝不想当个没脑子的傀儡，所以这男人的话一个字都不能全信。结果皇帝接下来的话更离谱了，他觉得威尔赫米娜窝在这儿是浪费，直接问他要不要一起合作。这下他是真没反应过来。皇帝接着开价，说他缺个聪明又果断的战友，只要他答应，能给他的位子可比现在的公爵夫人要大得多。谁能想到这位陛下完全不按套路出牌，他要的不是听话的下属，而是能并肩作战的伙伴。威尔赫米娜赶紧往后缩，说这差事他可接不住。威尔赫米娜现在压力山大，只要走错一步，身边所有人都会跟着遭殃。可皇帝根本不吃这一套，他只相信自己看到的，甚至直截了当的夸他，说他是个很有魅力的人。其实这次来公爵岭，皇帝心里一直惦记着两件事。第一件就是想看看老熟人海伦，他想知道海伦成了他的臣子之后，是不是还像以前那么嘴硬。至于这第二件嘛，就是为了见见这位威尔赫米娜，毕竟能让那位眼高于顶的家伙开口夸奖的人，这世上可没几个。皇帝本来还挺纳闷，查了背景，这姑娘明明出身落魄贵族，看着也没什么特别的。他甚至一度怀疑是不是自己那个老伙计到了青春期，开始对威尔赫米娜产生什么不切实际的幻想了。可现在亲眼一见，他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这西部的局势怕是真要变天了。刚才那场演讲一结束，威尔赫米娜整个人都不一样了，那种自信可不是装出来的，仿佛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皇帝这下总算明白了，罗汉之前夸他的话还真不是在吹牛，这姑娘确实有点东西。为了让他放松警惕，皇帝故意抛出橄榄枝，口口声声说要拿他当战友，其实心里早就打好了算盘。他觉得只要自己稍微给点甜头，这世上哪有威尔赫米娜敢拒绝皇帝的邀请。
他甚至已经开始盘算怎么把这颗棋子彻底收入囊中。可还没等他得意多久，威尔赫米娜直接一盆冷水泼了下来。他语气平淡却非常坚决，说自己压根就没打算再婚。这下轮到皇帝傻眼了，居然会被拒绝的这么干脆。堂堂一个皇帝，竟然被人当面给绝了。皇帝这下真急了，我可是皇帝啊，凭什么不行？结果人家根本不吃这一套，客客气气行了个礼，直接就把话给堵死了。祝您今晚玩得开心，这明摆着是赶人走呢。皇帝也是头一回见这种场面，这女人还没正式进社交圈，应付人的手段倒是一流，看来是个深藏不露的主。眼看对方要走，皇帝赶紧抛出个诱饵，说能帮他搞定和海伦的关系，甚至连他住在别馆的事都查得一清二楚。这下他是想走也走不掉了。皇帝这回是真下血本了，连自己的名号都肯借出去，就为了帮他平了家里的烂摊子。他就不信这条件开出来还有人能拒绝。结果威尔赫米奈还是那副样子，客客气气的把话顶了回，说怕自己飘了会做傻事。这软钉子碰的皇帝心里反而更痒了，越是得不到就越想弄到手。皇帝干脆换了个套路，说不用搞得那么严肃，两个人各取所需就行。这摆明了是在给他台阶下，可人家根本不领情，觉得自己现在过得挺好，还反问皇帝到底缺什么。皇帝这回是真豁出去了，直接把话挑明，只要有他护着莱顿家族，这世上就没人敢动他。他还想再打感情牌，说自己是真心为了莱顿家好，让威尔赫米内别再拒绝他，这距离都要贴到脸上去了。结果威尔赫米娜根本不吃这一套，直接伸手把他给拦住了。陛下，您听过鸽子占了喜鹊窝的故事吗？这话一出，皇帝直接懵了，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威尔赫米娜就开始下逐客令，说陛下您该回舞池了，再待下去对您的名声可不好。威尔赫米娜这招是以退为进，祝您今晚玩得开心。说完转身就把门给带上了。门这一关，皇帝直接被晾在了走廊里，这还是头一回有人敢这么对他。结果他不但没生气，反而笑出了声，看来这威尔赫米娜是真勾起他的兴趣了。罗汉直接摊牌了，陛下请您别再利用他了，离他远点。皇帝倒是挺淡定，抱歉了罗汉，说完头也不回的走了。这场晚宴办得相当成功，首都和西部的贵族们总算能坐在一起喝杯酒了。临走前，皇帝还特意找了米哈伊尔，说是要跟他重归于好。威尔赫米娜这会儿正躲着吃点心，他现在只想这辈子都别再见到皇帝了，管他看上自己哪一点，他可没兴趣去当皇帝无聊时的消遣。就在这时候，门外突然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公爵夫人，这大半夜的又是谁找上门来了？原来是安娜急匆匆跑了进来，怀里还兜着一大堆信件，全是给威尔赫米娜的。这晚宴才刚散场，客人们就等不及要套近乎了，又是舞会请帖，又是相亲邀请，威尔赫米娜现在可是全城的焦点。不过这事儿透着古怪，这些信居然没走主城的正规渠道，这帮人是想绕过监管，私下搞小动作啊。威尔赫米娜心里跟明镜似的，他可不打算坏了规矩，直接吩咐安娜回信全部送回主城去封印。这招一出，那些想钻空子的人怕是要白忙活一场了。安娜听完有点不敢相信，您这是打算把所有的邀请都推掉吗？威尔赫米娜回答得很干脆，目前来看确实是这样。这话一出，安娜整个人都蔫了，威尔赫米娜反倒有点纳闷，这小姑娘怎么比自己还失望。安娜赶紧解释，她只是觉得晚宴上明明有那么多人都对自家小姐改观了，现在全推了，实在太可惜。就在这时候，娜塔索农在一旁把实话给戳破了。安娜这是被小姐之前的表现圈粉了，尤其是想到外面那些难听的传闻，她就想让大家都看看现在的威尔赫米娜到底有多优秀。被这么一揭穿，安娜急得直跳脚，赶紧喊了一声娜塔大人。威尔赫米娜听完没说话，开始重新琢磨这件事了。看来有些事光躲着确实不是办法。威尔赫米娜心里也有了主意，既然要扭转名声，确实得找个机会露露脸。他决定先从简单的开始，办个小规模的读书会，地点就选在咱们这别馆里。威尔赫米娜笑着问安娜，既然你这么想让我参加社交，那我就办一个。这话一出，安娜简直要激动坏了，连旁边的内塔都看愣了。威尔赫米娜也是没辙，办个小聚会就能高兴成这样，要是回了主城，那阴丑还不得把你累趴下。安娜可不管那些，只要自家小姐愿意出门，让她干什么都行。既然清静日子没了，那就主动出击。威尔赫米娜打算办个读书会，把这帮贵妇名媛全聚到一起。罗兰子爵夫人和伊丽娜小姐都在邀请名单里，不过最后这位才是重头戏，金德莱尔家的简，也是威尔赫米娜正在投资的对象。简显然没反应过来，真没想到你会邀请我。威尔赫米娜笑了笑，你可是名门千金，请你来不是理所应当吗？虽然他还在犹豫，但我可没打算给他退缩的机会。简这次是真拼了，为了这场读书会，连这种大部头都啃了下来。不过那本《冰山大公的秘密》其实是安娜安利的，这种带点颜色的言情小说在哪儿都挺受欢迎。正说着呢，罗兰子爵夫人到了，这可是今天的第一位贵客。场面话还没说两句，夫人的视线就转到了简的身上，这位又是谁？简赶紧上前行礼，自报家门说是金德莱尔家的。结果罗兰子爵夫人一听这姓氏，脸色就不太对了，说最近听了不少关于他们家的闲话，这种时候我肯定的站出来，直接告诉夫人，简是我信任的人。有了威尔赫米娜这句话担保，夫人的态度立马就变了，笑着跟简打了个招呼，这第一关总算试过了。还没等这边聊完，伊丽娜就风风火火地跑了进来，那叫一个激动，说能参加我的读书会简直是荣幸。她还提到了年底的舞会，说她父亲回去之后对我那是赞不绝口。威尔赫米娜只能客气地应了一声。
伊丽娜这风风火火的性子，带个朋友过来倒也不奇怪。这位叫克洛伊·提利姆的小姐，礼数周全的让人有点压力，连没带礼物都要专门道个歉，说之后一定补上。我赶紧让她先坐下，这种小事哪用得着放在心上？伊丽娜在一旁解释说，他们也是刚认识不久，这位提利姆小姐家里管得严，平时根本没机会出来社交，这次还是看在我的面子上，家里才肯放人。但我越看越觉得不对劲，这性格文静也就算了，可她身上这身衣服和首饰，怎么看都像是上个时代的旧款。这位克洛伊小姐穿的实在太素了，简直就像是想把自己彻底藏进背景里一样。正琢磨着呢，女仆们把茶点端了上来。伊丽娜一看到这些甜点，眼睛都快放光了。但我端起茶杯的时候，突然发现不对劲，桌上怎么摆了5只客用茶杯？算上我在内，今天明明只请了4个人，多出来的那1只到底是给谁准备的？罗兰子爵夫人这反应，看来我是真的犯了个不该犯的错。罗兰子爵夫人开口了，说在他们西部这边聚会，起码得凑够5个人才行。这规矩听着就挺离谱，非要说没5个朋友就不算贵族，这不就是变相的社交绑架吗？我这下是真尴尬了，功课没做足，差点闹了笑话。结果夫人倒是挺客气，把责任全揽到了自己身上，说是她没教好，毕竟现在全城的人都盯着我呢。就在这冷场的时候，简突然举手了，问要不要他去叫个人过来凑数。我还没反应过来呢，他就说他的护卫刚好就在外面，让个护卫来参加贵族读书会。罗兰子爵夫人明显有点迟疑，简倒是挺有信心，说那人不仅人品好，而且书读的比谁都多。说完他就风风火火的跑出去领人了。简环真把人给领进来了，这脚步声一响，屋里几个人的注意力全被勾了过去。这位护卫大哥看着挺扎实，就是这刘海长的把大半张脸都给遮住了。他站在那儿半天没动弹，小声嘟囔着，觉得自己跟这地方格格不入。简在一旁急得不行，凑过去小声教训他，说这可是个难得的机会，让他别只把自己当个看门的。看这架势，简是铁了心要让他入伙，还特意跑来问我的意见，看这样此行不行？我倒是没什么意见，多个人说话也热闹。可问题是，这毕竟是女人们的聚会，罗兰子爵夫人真的能让一个大男人坐下来吗？罗兰子爵夫人盯着他看了半天，半个不字都没蹦出来，这可太奇怪了。他平时最讲究规矩，这会儿居然一点反对的意思都没有。再看这位护卫大哥，把头发撩开之后，这模样确实有点扎眼，尤其是那双眼睛，看着就不像个普通人。今天这读书会办得可真够热闹的。身为女主人的威尔赫米娜正忙着给大家伙做介绍，除了罗兰子爵夫人，还有简小姐、伊丽娜和克洛伊也都到了。这圈子里的名媛算是聚齐了。可谁能想到，这话题聊着聊着，竟然扯到了旁边的守卫身上。罗兰子爵夫人突然开口，问这守卫跟了简小姐多久？这一下把威尔赫米娜都给整不会了。这问题来得太突然，根本不在计划里。守卫也不是好惹的，直接反问了一句：“我有义务回答你吗？”罗兰这摆明了是话里有话，他说自己常来，却从来没见过这位骑士。面对紫罗兰的盘问，罗汉倒是淡定得很，他说自己根本配不上骑士这个称呼，只是简小姐手下的一个打杂的，平时也就干点搬运的体力活。罗兰听完这话，虽然嘴上说着是自己看走眼了，但那怀疑的劲儿一点都没消下去。坐在一边喝茶的威尔赫米娜心里也开始犯嘀咕，这男人的气质怎么看都不像个普通搬运工，倒像是小说里那种隐姓埋名的落魄贵族。更奇怪的是，这声音听起来总觉得在哪听过。威尔赫米娜正琢磨着，突然发现对方好像在看自己。男人自我介绍说他叫罗汉，威尔赫米娜仔细打量了一下，确定自己没见过这种体型的人，看来真的是想多了。读书会总算回到了正轨，大家聊得热火朝天。简小姐不愧是专业的，几句话就把气氛带起来了。结果这气氛一好，安娜就开始整活了，她这股子兴奋劲儿根本停不下来，点心一盘接一盘的往上端。威尔赫米娜看着这一桌子甜品，头都大了，这么多东西哪吃得完啊？最后全靠罗汉在那儿兜底。安娜在那儿求了半天，罗汉倒也干脆，直接开启了扫货模式。看他这吃相，简直就是个行走的碎纸机，不管端上来多少，他都能给解决的干干净净。这一通折腾下来，天色也不早了。伊丽娜和克洛伊礼貌告别，约好了下次再聚。威尔赫米娜站在门口送客，这忙碌的一天总算是要收尾了。客人刚走，罗兰就凑了过来，开口就问威尔赫米娜是不是早就认识那个叫罗汉的。威尔赫米娜也是一头雾水，说简小姐确实带他来过几次，但今天之前俩人连话都没说过一句。可罗兰这双眼睛毒得很，他说这事儿不对劲，那男人的反应分明就是认识威尔赫米娜。威尔赫米娜这下也犯嘀咕了，刚才确实感觉到他在看自己，难道真在哪见过？罗兰又提了个可能，说威尔赫米娜以前在王都学院待过，会不会是那时候的就相识？一提到学院，威尔赫米娜直接把话堵死了，那地方对他来说可没什么好回忆。他甚至开始怀疑这男人是不是莱顿家族派来的间谍，专门来打探消息的。结果罗兰直接笑出了声，说要是为了打探消息，他根本没必要带，再别管。最关键的是，他看威尔赫米娜的那个眼神，这里头藏着的事儿恐怕没那么简单。威尔赫米娜一脸纳闷，问罗兰子爵夫人到底在笑什么。临走前，罗兰还特意交代了一句，要是以后真跟那个罗汉聊上了，一定要告诉他。威尔赫米娜更糊涂了，难不成夫人还在怀疑那男人的身份？罗兰摆了摆手，说只是觉得有趣，总算能看到威尔赫米娜像个学生该有的样子了。结果罗兰头也不回地上了马车，直说这只是他这种老太婆平时的一点小消遣罢了。
看着马车渐渐远去，威尔赫米娜站在门口直犯嘀咕，这话里的意思难道是下次还得把罗汉请过来？等他回到屋里，才发现身边少个人，纳塔骑士跑哪去了？安娜赶紧过来解释，说纳塔大人刚才有急事，已经先走一步了，要不要现在去把人追回来？威尔赫米娜还在琢磨夫人的话，这事儿越想越不对劲。另一边，简小姐正带着罗汉往外走，这气氛尴尬的都能抠出30亿听了。简小姐心里直打鼓，刚才突然把她叫过来，这位爷该不会是生气了吧？看他那张脸，完全猜不透在想什么。早知道就不该多管闲事，现在想后悔都晚了。就在这时，罗汉突然停下了脚步，简小姐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唰的一下，一道寒光直冲两人飞了过来。这下麻烦大了，罗汉这反应是真快，唰的一下就把飞过来的东西给截住了。简小姐还没回过神，仔细一瞧，这偷袭的东西居然是把木剑。罗汉这下是真火了，问对方到底是什么意思。没想到后头传过来一个声音，说这话该我问你才对。简小姐转头一看，整个人都傻了，这不是刚才说有急事已经先走一步的那塔骑士吗？那塔索农这会儿可没打算客气，盯着罗汉直接问他到底是谁。男人还想继续装下去，说自己叫罗汉，是跟着简小姐过来的护卫。那塔索农根本不吃这一套，当场就把他的谎话拆穿了。原来从他们进大门开始，那塔索农就一直在盯着他。当时守卫想确认他的身份，他竟然偷偷用了干扰认知的魔法。等进了别馆见到公爵夫人，他才把魔法撤掉。那塔索农步步紧逼，一个给商人打工的护卫，怎么可能会这种高级魔法？简小姐在旁边听得心惊肉跳，没想到那塔索农这么快就发现了。那塔索农再次发出警告，问他接近公爵夫人到底有什么目的？谁能想到，原本用来隐藏身份的宝贝，现在反而成了最大的麻烦。男人这回算是踢到硬骨头了。那塔索农不光是身手好，他对魔法的直觉简直离谱。原来从进门那一刻起，男人的伪装就成了笑话。那塔索农已经没耐心了，既然给脸不要脸，那就别怪他不客气。男人还是咬死不松口，说自己给不了答案，这简直是在火上浇油，简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他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那塔索农直接把话挑明，问他是不是公爵夫人的敌人。这个问题要是答不好，今天谁也别想走出这间屋子。屋里的对峙暂时告一段落，但这事儿在那塔索农心里还没翻篇呢。他一个人在雪地里走着，满脑子都是刚才那个可疑的男人，结果走着走着就撞见了正主。伊索农早就等在那儿了，看你这一脸心事重重的样子，是在琢磨什么呢？那塔索农这才回过神来，赶紧上前行礼。大人，在这个节骨眼上碰到伊索农，他是该实话实说，还是先把那个男人的秘密压下来？伊索农主动搭话，问那塔索农是不是刚从夫人那回来。那塔索农点点头，说自己没能参加年终舞会，所以特意过来看看夫人的近况。他还为刚才没能及时迎接，向伊索农道了个歉。伊索农倒是挺大度，说自己早就不是他的上司了，没必要搞得这么客气。那塔索农顺势问起，大人刚才和夫人聊得怎么样？伊索农想起刚才的事就想笑，夫人竟然把他当成了圣诞老人。不过玩笑归玩笑，伊索农心里也清楚，夫人现在的日子并不好过，肩膀上的担子实在是太重了。奈塔索农听完也沉默了，毕竟坐在那个位置上，很多事情根本由不得自己。米内瓦对着威尔赫米娜喊了一句：“真希望你就是我们的妈妈。”自打那天起，莱顿公爵夫人对这边的敌意那是越来越藏不住了。公爵夫人自己也挺感慨，想要个不讨厌儿媳的婆婆，看来确实是自己想多了。为了躲开这些烂事儿，她连最热闹的新年舞会都没去，整天就把自己关在屋里。不管是去冰湖散心，还是去花园里找什么宝贝，她现在是一点兴致都没有，只想离那些是非远点。奈塔索农心里很清楚，这种暂时的平静根本解决不了问题，有些事儿必须得查个水落石出。他看向身边的伊索农，大人，您知道那个自称罗汉的男人到底是什么底细吗？伊索农一眼就看穿了，奈塔索农心里藏着事儿，他笑着反问，你是不是已经察觉到什么了？不过他没急着给答案，而是想先听听纳塔索农对那个男人的评价。纳塔索农也没绕弯子，直截了当地说，那人是个非常强悍的骑士，甚至可能比我还要强，尤其是在剑术这方面，他几乎是无敌的存在。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伊索农也不再打哑谜，承认自己确实知道对方的底细。他突然提起了当年的往事，问内塔索农还记不记得收复第2占领区的那场仗？纳塔索农当然记得清清楚楚，那是伊索农的成名战，他单枪匹马杀入敌阵，亲手解决了对方的大将。当时大部队损失惨重，正处于撤退的紧要关头，是伊索农一个人留下来断后，才保住了所有人的命。那场仗打得确实漂亮，甚至成了骑士团里的传说。可谁能想到，当年的真相根本不是那样。伊索农叹了口气，说出了那个藏了很久的秘密。其实那天帮我死里逃生的，正是那个叫罗汉的男人。纳塔索农整个人都听傻了，这怎么可能？难道罗汉是什么隐士的高手？伊索农听完直接乐了，说你这是小说看多了吧，哪有那么多世外高人？其实当时大家只是各取所需，我想把那些占领者赶走，而他只想要西边的和平。虽然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隐姓埋名，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能让这种大人物甘心当个小保镖，这背后的水怕是比咱们想的还要深。纳塔索农回想起之前的交涉，当时他直接摊牌，问那个人到底是不是敌人，结果对方不仅一口否认，还表现得特别有礼貌。那个男人说，作为夫人的护卫，让你这么费心，
真的很抱歉。这话听着是在客气，可实际上却露了底。他越是表现得这么卑微，那塔索农就越敢肯定。闹了半天，他从一开始就是奔着夫人去的。大雪封山的，伊索农这会儿正带人往回赶呢。他突然交代了一句：“罗汉的事儿，谁都别往外传。”那塔索农听得一愣，怎么？那家伙真有传闻中那么危险？伊索农倒是挺淡定，危险是一方面，关键是那小子自己想藏着。再说了，这可是老头子我难得的乐子，能亲眼看他栽个跟头，那才叫有意思。算算时间，他现在估计正忙着在东边办舞会呢。伊索农那边还没念叨完，东边这头的舞会早就已经热闹上了，大伙儿都在里头推杯换盏，罗汉却一个人躲在露台上，看样子是在想事情。就在这时候，后头突然传来了动静，皇帝推门进来，笑着调侃道：“老朋友见面，连个招呼都不打算打吗？”见罗汉没反应，他走上前压低了声音：“你这次又是找了替身吧？老这么干，早晚得露馅。”罗汉倒是一点不担心，谁会蠢到在舞会上行刺皇帝？皇帝听完直接乐了：“你在皇宫里见过的疯子还少吗？”说起来，他还真没想到罗汉会离开西部大老远跑来参加这场舞会。罗汉随口回了一句：“我要是不来，手下那帮人可就难办了。”皇帝凑过去打趣道：“难道就不是因为我在这儿？”罗汉连头都没回：“你觉得呢？”看着外面这片灯火，皇帝感叹：“现在的威尼斯可比以前稳多了。”罗汉却没打算停下，这还远远不够，要做的事还多着呢。皇帝笑了笑：“既然老公爵已经不在了，这世上恐怕没人能再拦住你了。”皇帝盯着他问：“我说的没错吧？”罗汉一句话都没接，这反应倒是在意料之中。只要遇上不想答的话，他准保会变哑巴。皇帝笑了笑，突然换了个话题，说起来，我在西边见到那个女人了，威尔赫米娜·莱顿。这话一出口，露台上的气氛一下子就变了。皇帝继续在那儿念叨：“确实是个挺招人喜欢的女人，跟你说的一样，胆子大，人也冷静。看来那些情报全都是瞎编的，没一个字准。”罗汉这下彻底没法装下去了。皇帝看着他的样子，忍不住笑出了声。看到罗汉反应这么大，西奥恩反倒笑出了声，问他把自己想成什么人了。罗汉这下是真的坐不住了，直呼西奥恩的大名，说老莱顿公爵死后，你已经利用过他一次了，难道这还不够吗？罗汉语气冷得吓人，是不是忘了之前的警告，让他离远点？西奥恩倒是一脸淡定，说：“既然你这么好奇，不如咱们交换一下情报。他也想多了解了解这位威尔赫米娜。”罗汉刚想发火，西奥恩又抛出一个重磅消息，他说他手里有一份名单，全是那些不怀好意接近夫人的贵族。罗汉整个人都愣住了。西奥恩接着说：“有个男人凑到他跟前，问他一个人寂不寂寞。”这话一出，罗汉的眼神彻底变了，咬着牙问那个人是谁。西奥恩这回是彻底拿捏住了，他问罗汉到底想知道什么，其实要求也不算过分，就是想听听罗汉当初是怎么注意到夫人的，两人之间又发生过什么。罗汉这下没法躲了，只能把那些陈年旧事翻出来。原来他们两个当年是在首都的学院里认识的，那地方叫马丁学院，全帝国的贵族子弟都在那儿，但身份和身份之间差别可太大了。罗汉是公爵家的继承人，可威尔赫米娜就不一样了，他家里当时欠了一屁股债，在那些娇生惯养的孩子眼里，他跟个平民没什么区别。那帮自命不凡的小贵族觉得跟他坐在一起简直是耻辱，就开始变着法子欺负他，甚至故意当着他的面说那些难听的话。那帮人排挤起人来真是没底线，连课表都不愿意跟他共享。这种小孩子把戏现在看确实挺幼稚的，可威尔赫米娜根本没当回事。那时候的他跟现在一样冷静，好像这些破事都跟他没关系。但这帮孩子看他没反应，反而变本加厉了，红色的墨水直接泼在裙子上，这下谁都看出来是在针对他了。周围的人其实都看在眼里，可没一个人敢站出来，谁都怕下一个倒霉的是自己，只能眼睁睁看着他受欺负。西奥恩听到这儿忍不住问了：“那当时你在干什么呢？”罗汉没法反驳，说：“那时候家里正乱着，他根本没多少时间待在学院。”西奥恩一下子就明白了，那是公爵家争家产最凶的时候，罗汉自己都顾不过来，哪还有心思管别人？可学院里的霸凌还没完，甚至已经不满足于泼墨水了。就在威尔赫米娜走在走廊的时候，一双黑手直接推了过去。原本只是泼墨水，可这帮人越玩越过火，终于闹出了一件连学院导师都没法装下的大事。就在众目睽睽之下，有人从背后下了死手，直接把威尔赫米娜从高高的楼梯上推了下去。这事儿要是再闹大点，估计就要按谋杀罪论处了。罗汉怎么也没想到，这么小的年纪，心肠竟然能硬到这种地步。当时那个女孩刚回教室，就发现自己的椅子已经被人砸成碎片，随手扔进了垃圾桶。男人盯着那堆烂木头，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旁边的女生就开始偷笑，这明摆着就是故意的。就在这时候，教室里突然传出一声异响，大家伙儿全愣住了。谁也没想到，威尔赫米娜竟然是这副样子回来的，浑身上下全是血迹，连裙摆都被染红了。讲台上的老师直接看傻了，赶紧问他到底出了什么事。结果他头也不抬地回了一句，说是刚才被狗给咬了。这话一出，旁边的西奥恩差点没笑出声，这哪是在说狗啊，这分明是当着全班的面把那个罪魁祸首骂成了畜生。既然自己的椅子被砸烂了，他也没打算委屈自己，直接走到讲台前问老师能不能借他的椅子用。还没等老师反应过来，他已经伸手把那把最显眼的椅子给拽走了。威尔赫米娜就这么当着全班的面把那把沉甸甸的椅子一路拖到了教室的最顶端。这一路上的动静听得全班鸦雀无声，连罗汉都看愣了。
他选的位置很有讲究，坐在那个最高的地方，底下所有人的小动作全都能被他看得一清二楚。威尔赫米娜淡淡的说了句：“打扰大家上课了，请继续吧。”可这话谁听了都觉得后背发凉，看他这副满脸是血的样子，大伙儿心里都清楚，他今天根本不是来听课的，他是来抓那只狗的，而且不把对方揪出来，这事儿绝对没完。就因为这一身血，威尔赫米娜这个名字从此在学校里变了味儿，大家都管她叫血腥威尔赫米娜，这外号算是彻底传开了。镜头一转，西奥恩在那儿笑得停不下来，罗汉一脸无奈地问他：“这事儿真有那么好笑吗？”结果西奥恩反问了一句：“你是不是也回头看他了？”罗汉倒也坦诚说：“她确实漂亮的让人移不开眼，要不是还得记笔记，估计真得一直盯着看。”西奥恩直接把罗汉的老底给揭了，原来他的初恋竟然就是那个被人推下楼梯的女孩。面对威尔赫米娜那一身血，罗汉竟然一点都不觉得奇怪，反而觉得这才是他的风格。西奥恩看他这副淡定的样子，忍不住追问那些凶手的下场，可罗汉已经不想再多说了，他的心思根本不在这上面。这时候罗汉突然变了脸色，提醒西奥恩别忘了正事，在西奥恩一当上皇帝，他们之间的交易就算彻底结束了。西奥恩只是淡淡的回了一句：“我知道。”可西奥恩还是替他焦急，总不能一辈子当个假护卫吧？到底打算什么时候才跟威尔赫米娜坦白身份？总不能指望哪天在街上偶遇，人家就能一下子爱上你吧？罗汉听完这话，眼神里透着一丝无奈，他太了解威尔赫米娜了，只要是他不感兴趣的人，他连记都懒得记。要是没点大动静，估计在那姑娘眼里，他永远都只是个路人甲。罗汉根本不想多废话，直接甩下一句：“这事儿跟你没关系。”转身就要走。可西奥恩显然没打算放过他，紧跟着追问：“那个杀了公爵还想造反的贵族，你打算怎么处理？难道真要亲自动手？”罗汉停下脚步，语气里透着一丝警告：“殿下，您这话要是让别人听见，可是会产生误会的。在他嘴里，这顶多算是一次普通的税务调查，毕竟在这帝国里，哪有完全干净的贵族？”随着大门关上，西奥恩看着罗汉离开的背影，忍不住感叹了一句：“真是人不可貌相。”谁能想到呢？这个看起来平平无奇的护卫，竟然就是那个传闻中的弑君者罗汉诺斯。当初那个带头造反的公爵，就是死在了他的剑下。谁能想到，他这一剑下去，不仅拿下了整个东方，还给自己杀出了个名号——罗汉诺斯。这个名字背后，全是数不清的血债。他现在可是实打实的掌权者，可就是这么个狠角色，现在满脑子想的，竟然全是那个叫威尔赫米内的女人，还有他婚后那点让人揪心的遭遇。西奥恩站在露台上，看着远处的万家灯火，心里却在犯嘀咕：这东方和西方本来就是两个世界，罗汉想跨过这道坎去追爱，谈何容易？都说初恋没好结果，不知道这位杀伐果断的弑君者，最后会不会也落个伤心收场？西奥恩看着罗汉离开的方向，显然没打算就这么算了。你越是这么拼命护着他，反而让我对他更感兴趣了。这茶喝着喝着，威尔赫米娜就开始打听了，他想知道伊丽娜在首都学院过得咋样。伊丽娜这回答也是绝了，直接说自己当时成绩一般，实在没法给学校打分，说是办了3次读书会，结果因为没人来，最后全变成了他们几个人的下午茶。不过伊丽娜心里有数，克洛伊可是杰斯的亲学姐，这辈分一下子就拉开了。提到杰斯，边境伯爵上次去看他，这孩子哭的那叫一个惨，根本没法好好说话。谁能想到，克洛伊看着比伊丽娜大不了几岁，居然已经结婚1年多了。说到克洛伊结婚这事，威尔赫米娜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克洛伊还专门写了封信，说是家里有事，暂时出不了门。按理说结了婚的女人，开口闭口都该是婆家的情况，可克洛伊对此一个字都不提，这背后肯定藏着什么秘密。不光是他，今天简也没能过来，说是太忙了抽不开身。就连一直跟着简的护卫罗汉，也因为过年回家休假去了，这读书会才办了3次，人就陆续凑不齐。威尔赫米娜甚至在想，干脆直接取消算了。罗兰开口问了：“简小姐的护卫以后还来吗？”威尔赫米娜摇了摇头：“我必须另外再找个人了。”罗兰听完叹了口气：“那还真是挺可惜的。瞧瞧伊丽娜这小表情，一看就是抓到了什么了不得的八卦。”威尔赫米娜也没打算瞒着，他说：“罗汉这人确实不简单，当初在读书会里，他可是个实打实的才子，不管是聊艺术还是讲历史，他都能说的头头是道。这件事哪像个整天在外面跑的护卫啊？”罗兰这耳朵可真尖，他立马抓住了话柄。你说他文武双全，聪明劲儿大家看得到，可这身手你是怎么看出来的？还没等威尔赫米娜解释，伊丽娜又开始脑补了。她一口咬定这罗汉绝对是个大帅哥。威尔赫米娜也是纳闷了，这又是从哪儿看出来的？结果伊丽娜的理由更离谱，她说戏台上都是这么演的，凡是那种蒙着脸不让看的，面具底下肯定长得特别勾人。看着伊丽娜在哪儿犯花痴，威尔赫米娜这下是真接不上话了。送走了伊丽娜和罗兰，威尔赫米娜总算能松口气了。这读书会办到最后，果然还是变成了茶话会。虽然聊得挺累，但好在点心准备得够给力。威尔赫米娜还琢磨着得去后厨好好谢谢那位甜点师。安娜在旁边乐得不行，只夸主城的资源就是好，招待客人一点都不丢面。伊丽娜更是被彻底征服了，一边吃一边感慨，这味道简直跟童话里的一模一样，甚至还想再打包一份带走。威尔赫米娜听了，心里也有底了，既然大家都这么满意，那这甜点是确实的重赏。
正打算去厨房打个招呼，威尔赫米娜突然想起件急事，得赶紧去集市一趟。可还没等他出门，厨房那边就传来了动静，吵吵闹闹的，像是在砸场子。威尔赫米娜心里咯噔一下，这大白天的，难不成后厨还能打起来？他赶紧推门进去查看，结果眼前的景象让他整个人都愣住了。威尔赫米娜推门一看，后厨这两个人正吵得不可开交，一见主子来了，俩人吓得赶紧立正站好。威尔赫米娜皱着眉头问：“大老远就听见你们在嚷嚷，这是起内讧了？”女厨师低着头，一副闯了大祸的样子。她说：“今晚要用的食材到现在还没送过来，本来约好早上就该到的商人，这会儿连个人影都瞧不见，后厨这帮人全乱套了。”为了救急，他们赶紧派跑腿的小伙子去催，甚至都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实在不行就亲自去集市抢购。可谁能想到，这跑腿的不仅没把事办成，还把备用的应急资金全给弄没了。女厨师气得指指对方鼻子，那可是留着保命的钱啊！这下倒好，食材没见着，钱也没了，今晚这顿饭怕是要出大乱子了。男厨师这下老实了，一个劲儿的道歉。他说自己也是想让大家吃点好的，结果好心办了坏事。威尔赫米娜可不吃这一套，他当场立了规矩，在厨房里主厨的话就是他的命令，至于怎么惩罚，全看主厨的意思。看着俩人垂头丧气的样，威尔赫米娜也没再多废话，他扫了一眼空荡荡的货架，问到底缺了什么。女厨师赶紧汇报，缺的是这一周的面粉和黄油，最关键的是还有一批刻意订的蘑菇。听到蘑菇，威尔赫米娜愣了一下，原来是因为他之前夸过那道蘑菇汤，厨师们才想着趁季节没过，再给他做最后一次。这一说，威尔赫米娜想起来了，那味道确实像极了家乡的香菇，可现在钱没了，货也没了，这顿饭要是开不了火，闹了半天，厨师们是怕威尔赫米娜吃不到蘑菇汤会生气，才一直不敢开口。威尔赫米娜倒没往心里去，这种事哪能怪到厨师头上，大不了明年冬天再吃。正夸着今天的点心做得好呢，话还没说完，门就被安娜撞开了。看这架势，外头准是又出乱子了。安娜急得不行，说简小姐这回惹上大麻烦了。伊丽娜一下子没反应过来，简，她不是因为忙着生意才没来参加今天的读书会吗？这下事情可严重了，府里的面粉全是简小姐在供货，她要是到了，这后厨的锅可就真揭不开了。安娜这一嗓子直接把在场的人全喊懵了，简小姐的店竟然遭贼了。伊丽娜一听这话，这事儿可就彻底闹大了。小偷在这个节骨眼上出这种事，那可不只是丢点东西那么简单。后厨这帮人也全傻了眼，谁能想到居然会闹贼？而且这贼胆子也太大了，偷谁不好，偏偏去偷金鬼商会的东西。安娜赶紧汇报，听说那个小偷还是商会内部的人，这下事情可就复杂了。威尔赫米娜当场决定，必须立刻去见简一面。她吩咐安娜赶紧去准备马车，一刻都不能耽误。外面这会儿正下着大雨，马车在雨里跑得飞快，直接奔着目的地去了。等车一停，威尔赫米娜顾不上雨大，拎起裙摆就冲了下去。刚下车就看到简一个人瘫在雨里，这哪还有平时在商会干练的样子？威尔赫米娜看着这一幕，这事儿显然比预想的还要糟糕。娜塔索农还想跟着保护威尔赫米娜，直接把伞接了过来。接下来的路他要自己走，让娜塔就在这儿守着。简正蹲在泥水里，一片片捡着地上的碎渣，这东西碎了，恐怕就再也拼不回去了。威尔赫米娜撑着伞走过去，轻轻叫了他的名字，简这下才反应过来。约翰推门走了进来，笑着跟简打了个招呼。简正忙着手里的活儿，约翰递过来一封信，说是刚才在门口捡到的，看样子是专门留给他的。简接过来道了声谢，可这信封一拆开，里面的话可就不太友好了。对方在信里威胁说，如果不把那个泄露账本信息的内鬼交出来，就要让他付出惨痛的代价。简这下全明白了，这是多曼商会的报复，肯定是因为他发现了对方在账目上造假的证据，这帮人是彻底坐不住了。简也没想到，只是提了一句要公开账本，对方的反应居然这么大，看来他们是认定商会内部出了叛徒。他把信收好，觉得这帮人就是眼红。结果旁边的约翰突然开口问是不是多曼商会送来的信，还说是因为客人都跑简这边了，对方才急眼了。简这下真愣住了，这小孩是从哪儿听来的？约翰倒是说的头头是道，当初开东部分会的时候，多曼商会就没少找麻烦，现在两边实力拉开了，外面都在转，多曼商会已经快撑不住了，所以这会儿正极度的发狂。看着约翰分析的这么认真，简忍不住笑了一下，这孩子确实聪明，就是还没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了个厉害的情报员。不过简心里清楚，对方这么狗急跳墙，肯定还有别的原因，毕竟做了亏心事的人最容易疑神疑鬼，但只要金鬼商会还在跟公爵家做生意，这帮人就翻不了天。约翰突然提了一句，说外面都在转，简要成金鬼商会的继承人了。继承人？简听完并没觉得多高兴，因为他心里清楚，家里那位老爷子从来就没满意过他的表现，当初父亲可是冷着脸让他赶紧收手回家，别再折腾这些没用的。但在简看来，只要能证明自己的经商能力，父亲早晚会认可他的价值。比起虚无缥缈的名号，他现在更想把店直接搬到最繁华的大街上去。约翰一听这话，那是打心底里佩服，直呼绝对支持。简笑了笑，问他今天是不是又要买药草。约翰赶紧要了2捆，简特意多塞了一些进去，让他拿回去好好照顾妹妹。这生意做的那是既有买卖又有人情味儿。简刚送走客人，就发现约翰在店里到处乱瞅，像是在找什么人。约翰忍不住开口问，那个人今天不在吗？简一下子就反应过来了，他问的是罗汉吧？看约翰这副关心的样子，
简环故意逗他，说等罗汉回来了，一定告诉他约翰想他了。约翰被说的直不好意思，赶紧摆手说不用，但他心里其实一直有个疙瘩，他总觉得罗汉在隐藏身份，毕竟简平时对他说话客气的有点过头了。简听完笑了笑，解释说那是因为自己还欠着罗汉的人情。当初简刚开始做生意，很多门道都是罗汉教的，算起来那可是他的领路人。作为回报，简才给了他一个商会护卫的身份当掩护。可这所谓的人情，真的只是教做生意这么简单吗？简现在算是看透了，罗汉绕了这么大的圈子，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想方设法接近公爵夫人。虽然简有心想帮他撮合，可罗汉这性格实在太闷，一到夫人跟前就跟变了个人似的，半个字都憋不出来。这哪是普通的看对眼啊？罗汉这架势，分明是打算把命都搭进去，也要护着夫人的周全。可这就奇怪了，夫人身边到底有什么危险，能让他防备到这种程度？看来这两个人之间绝对有一段还没翻开的陈年旧账。简正想得入神，突然大喊一声，把旁边的约翰吓得一哆嗦，差点把正经事给耽误了。今天还有件重要的东西，必须得给夫人送过去。约翰赶紧凑过来打听，到底是什么稀罕玩意儿。结果简把盖子一掀，居然是满满一盒蘑菇。简特意挑了最好的蘑菇，准备给公爵夫人送过去，毕竟夫人最喜欢这一口。约翰在旁边看着，心里那叫一个羡慕，这待遇确实没谁了。正事办完，约翰打了个招呼准备离，简笑着刚想送他，结果约翰这步子迈得太急，还没等出门就撞上了一个硬邦邦的胸膛。约翰吓得赶紧道歉，可抬头一看，整个人都愣住了。门口站着的这位穿着考究，眼神犀利，一看就不是好惹的主。简看清来人后，更是吓得倒吸一口灵气，这不正是他那个一直反对他做生意的父亲吗？这位不速之客一露面，气氛一下子降到了冰点。看这派头，摆明了是来找麻烦的。挡路的人被他一把推开，在他眼里，这里的一切都不值一提。简赶紧迎了上去问：“父亲，您怎么到这儿来了？”金德莱尔男爵根本没打算叙旧，只是冷冷地打量着四周。这些辛苦经营的心血，在他看来就像是小孩子过家家。金德莱尔男爵冷冷地开口：“你居然还在折腾这些没用的！”简环想为自己争取一下，父亲，虽然店面看着不起眼，但我们的业绩……金德莱尔男爵直接打断了他：“我当然知道，毕竟你的账本我都看过了。明年我们要进军新市场，主街那家大餐厅的合同我已经拿下了。”简还在细数自己的功劳，不仅搞定了供油商，还抓住了对手公司的把柄，觉得这下总能证明自己了。结果金德莱尔男爵根本不买账，重重的一拐杖下去，直接把简的话给堵了回去。金德莱尔男爵冷冷地甩出一句：“你简直是太愚蠢了！”简这下彻底懵了，完全没明白自己错在哪儿。金德莱尔男爵接着训斥道：“你还要玩这种过家家到什么时候？真以为卖点油就是商人了？你抢了别人的生意，丢的可是咱们家族的脸！”简环想为自己辩解，说这只是正常的商业竞争，但在父亲眼里，他做的这一切根本就是个笑话。金德莱尔男爵越说越火大，直接冲着简吼了起来：“我让你管这间店，是让你学着怎么打理家业，可不是让你真去当个商人。”在他眼里，简首先是个女孩，然后才是他的孩子，这种根深蒂固的偏见，压根就没打算改。金德莱尔男爵指着简的鼻子骂：“你根本不是什么商人，你只是我的女儿。就算这家店业绩再好，跟整个家族的生意比起来，那点钱根本就不够看。”金德莱尔男爵一脸嫌弃地问：“就这么点零花钱，你到底在得意什么？”简环想最后挣扎一下，小声反驳说：“不能只看眼前的利润，这里的增长潜力很大。而且那家餐厅虽然是凭命去的，但在当地名气响当当，只要能把咱们的产品放进去，那就是最好的活招牌。”可这话还没说完，金德莱尔男爵就彻底爆发了：“你是不是忘了自己是个贵族？我让你学数学和人文，是为了让你以后能撑起一个家，而不是让你去搬面粉袋，更不是让你在这儿跟别的商会玩这种小孩子把戏。”简这下算是看透了，不管他做得多出色，在父亲眼里，这些努力根本一文不值。金德莱尔男爵冷冷地命令道：“既然玩够了，就把店关了，跟我回去，别再做这些不切实际的梦。”更过分的是，他还要简把赚到的钱全交出来。金德莱尔男爵理直气壮地说：“这地方是我给你的，你赚的每一分钱都该归我。走之前把账目都清了。”简听完没吵也没闹，只是淡淡的回了一句：“我知道了。”这反应反倒让金德莱尔男爵愣住了。可还没等他高兴太久，简接下来的话直接撕开了他的真面目。简盯着他问：“你这是终于找好下家，准备把我卖个好价钱了吧？”简心里很清楚，父亲从来没想过要承认他是个商人。简心里比谁都清楚，父亲之前那些所谓的培养，不过是怕他嫁不出去。毕竟一个暴发户的女儿，在那些老牌贵族眼里，根本就上不了台面。金德莱尔男爵一直有个野心，想靠做军火生意挤进上流社会。正好最近矿产行情大涨，原材料多得满大街都是。可这行早就被大佬们垄断了，新人想插手，简直比登天还难，除非能找到一个突破口。简直接点破了他的心思。比洛家族这话一出，金德莱尔男爵整个人都僵住了。那家的儿子是个出名的败家子，早就把家底赔了个精光，这在金德莱尔男爵眼里简直是送上门的肥肉。只要把女儿当成筹码送过去，他就能顺理成章地把整个比洛家族吞进肚子里。原来在父亲眼里，他就只值这点价钱。简这下彻底不装了，既然你打算把我卖给比洛家那个废物，那这乖女儿他是不打算当了。金德莱尔男爵听了这话气得够呛，让他更火大的是，简竟然敢对未来的未婚夫这么出言不逊。可简根本不打算退让，他直接把底牌亮了出来：“你到底有没有仔细看过我的业绩？不到1年的时间，我赚的比哥哥多，甚至比你最看重的西区店还要多。”
结果呢？金德莱尔男爵冷笑一声，骂他是个无可救药的蠢货。在他看来，这点小钱根本不值一提，因为在这个圈子里，有样东西比钱更重要。金德莱尔男爵理直气壮地吼道：“地位才是一切，只要有了身份，这种没用的生意趁早关门大吉。”简这下彻底爆发了，这生意对他来说绝不是没用，那是他全部的心血。他看着父亲，态度非常坚决：“你想要的成功，也许是靠算计，但我只想靠自己的努力。”堂堂正正地站起来。金德莱尔男爵听完直接气炸了，他指着简大骂：“你真是个无可救药的蠢货！没我的钱，你以为这店能开得起来？你所谓的成功，离了我的资助，根本就是个笑话。”简还想争辩几句，说自己拼命工作，就是为了证明他的投资没白费。可金德莱尔男爵根本不听，他直接把话堵死了：“那我养你这么多年投的那些钱怎么算？”简一下子愣住了，他怎么也没想到父亲竟然会把亲情也当成一笔账。金德莱尔男爵还没打算停手，他指着简，语气越来越刻薄：“你穿的、吃的，哪样不是我给的？这笔账你打算怎么还？”这老爹是真把话说绝了，在他眼里，简这些年享受的优渥生活，可全都是要记账的。约翰想劝两句，可这种时候，谁敢上去出这个眉头？金德莱尔男爵越说越离谱，他觉得简能有今天，全靠他这个当爹的在后面砸钱。既然当初投了资，现在找他要回报，简直天经地义。这脚步声一响，准没好事。金德莱尔男爵大手一挥，让手下把东西全搬走。简赶紧冲上去拦着，说这可是要送给夫人的。可现在谁还听他的？连家里的佣人都敢直接推开他。简还在呐喊，让他们赶紧放下。金德莱尔男爵冷笑一声，骂他是蠢货，接着反手就是一巴掌。这一巴掌下去，简最后的尊严算是彻底被打碎了。这一巴掌把简最后一点力气都打没了，他瘫在地上，半天没动弹。这一幕全被躲在暗处的约翰看在眼里，他知道光靠简一个人根本拦不住这群强盗，得赶紧走，必须把这件事告诉莱顿家族的人。他1秒钟都不敢耽误，扭头就往外跑。这要是晚了一步，简可能就真的没救了。大雨说下就下，简就这么跪在雨里，看着满地的狼藉。这日子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看来约翰没白跑，莱顿家的公爵夫人还真亲自赶过来了。简愣在雨里，开口第一句竟然是道歉，说原本今早要送的东西全都被抢走了。威尔赫米娜倒是没生气，说出了这种事，换谁都没法继续谈生意。简这下更急了，说那份盖了章的契约自己没能守住，全落到了别人手里。可威尔赫米娜接下来的话让简心里凉了大半截，他说这些根本不重要。简只能跪在泥水里求情，说只要再给他一点时间，他一定会把欠的债还清，重新把生意做起来。威尔赫米娜这一开口，简整个人都愣住了。原来威尔赫米娜今天过来，压根就没打算取消契约，更没想过要追究那些丢了的货。他只想听听简现在到底想说什么。简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提起了两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夫人说过要投资他。简在雨里求一个机会，只要能给他买10袋面粉的钱，3个月时间，他绝对能把局面扭转过来。可威尔赫米娜却冷冷地问了一句：“这点钱真的够吗？”威尔赫米内的意思很明白，既然要投，那就要把之前亏掉的全都成倍的赚回来。威尔赫米娜接着问：“光是拿回这点东西，难道你就满足了吗？今天受的这些窝囊气，难道就这么算了？”简一下子没反应过来，呆呆地看着威尔赫米娜。威尔赫米娜撑着伞，语气越来越冷，眼看着心血全毁了，连姓氏都被人夺走，还得在泥地里打滚，你心里难道就不恨吗？简这下总算听明白了，这位公爵夫人可不是单纯来发善心的，她要的不是一个可怜虫，而是一个能成大事的人。威尔赫米娜最后提醒他，现在最不该做的就是在这儿摇尾乞怜，得想办法利用一切把属于自己的东西全都抢回来。威尔赫米娜低头看着简，问他现在知不知道该说什么了。简看着眼前的女人，觉得她不像救苦救难的天使，反而像个能实现愿望的恶魔。虽然要把人带进地狱，但这诱惑实在太甜了。简终于从泥地里站了起来，他不再求那点面粉钱，而是问威尔赫米娜能不能帮他一把。简这回是真豁出去了，他说自己要报仇，要让那个狠心的父亲后悔，要证明自己比那些哥哥，比所有的商人都强。可威尔赫米娜听完，只是冷淡地回了一句：“还有呢。”简咬着牙说要把属于自己的东西全拿回来，店铺、契约，还有那些货，一个都不能少。但这还远远不够，贵族是把爵位传给长子，可商会不一样，谁有本事谁才是主人。既然那个当爹的想把简的一切都抢走，那简也没什么好顾虑的了，他要把整个金鬼商会全都从父亲手里夺过来。看到简这副样子，威尔赫米娜总算露出了笑脸，这才是他想看到的眼神。威尔赫米娜当场拍板，这笔买卖他投了。威尔赫米娜一开口，先问起了简的情况。安娜赶紧汇报说，简刚才又是淋雨又是折腾，这会儿已经睡下了。等安娜退出去关上门，屋里就剩下了自己人。威尔赫米娜看向纳塔索农，提起了之前没说完的话题，关于那个金鬼贸易公司到底是怎么发家的。纳塔索农反问了一句：“您知道他们家是怎么拿到贵族头衔的吗？”这话一听就有猫腻，威尔赫米娜立刻反应过来，这里面肯定出过事。纳塔索农也没打算瞒着，当年的金鬼贸易公司可不像现在这么风光。纳塔索农说，当年他们是靠给西边送军需才混到了男爵的头衔，
尤其是翻山越岭送物资那次，直接成了整场战役的关键。威尔赫米娜听出了不对劲，一个做生意的公司冒这么大风险去前线，这买卖怎么看都不划算。纳塔索农点头说：“我们也觉得这是奇怪。”结果顺着线索一查，发现当年的真相完全是两码事。其实西边的驻军根本不缺粮，人少还能就地补给，物资多的根本用不完。可经轨贸易公司非要雇几百个佣兵去送粮，这哪是去做生意啊？这背后肯定藏着更大的秘密。纳塔索农接着说：“那些被派过去的佣兵，其实全是被送去送死的，死的人实在太多了，多到上面根本没法装下，只能给经轨贸易公司记上一大功。”威尔赫米娜听明白了，这就是强行送礼，再把这礼物的分量吹上天，逼着对方不得不给赏赐。可这招有个大前提，那就是仗必须打赢才行。他们真敢拿命去赌这个万一？纳塔索农点头说：“这是最阴的地方，在于那些佣兵死掉的责任全被扣在了西边驻军的头上，在外人看来，就像是驻军指挥官下令让这些佣兵去冲锋一样。驻军那边要是敢说没下过令，就会显得自己见死不救。这哑巴亏吃的简直是没地方说理去。靠着这种下三滥的手段，他们才拿到了想要的爵位。这事儿传开以后，军营里到处都在说，经轨贸易公司眼里只有钱，根本不把人命当回事。更绝的是，他们刚拿到爵位，转头就把跟驻军的合同给撕了。这过河拆桥的速度，简直让人叹为观止。”威尔赫米娜听得直皱眉，他问纳塔索农：“当时他们公司规模那么小，驻军怎么会放着大公司不选，偏偏跟他们签合同呢？”纳塔索农冷笑一声：“这还不简单，当然是靠砸钱开路了。据说当年的贿赂规模大得惊人，他们甚至直接给驻军高层送了几百袋的面粉。”威尔赫米娜这下听明白了，合着这合同全是靠这种见不得光的手段硬生生拿下的。纳塔索农却摇了摇头，说：“这可不是什么非法勾当，这叫公平的贿赂。”威尔赫米娜整个人都听傻了，贿赂就贿赂，这玩意儿居然还能跟公平沾边？纳塔索农解释说，这其实是圈子里的潜规则，反正贵族们收了钱，那是稳赚不赔的买卖。威尔赫米娜听得直冷笑，合着在这个世界，想拿大合同全靠砸钱，压根没人关心这公司到底靠不靠谱，这简直是乱成一锅粥了。可他突然反应过来，这事儿没准儿对咱们更有利。既然这帮贵族签合同，压根不看对方有没有真本事，那捡的机会不就来了？只要把捡的才华和这帮人的贪婪结合一下，那些只会搞小动作的公司，好日子就算到头了。威尔赫米娜心里已经有了主意，这回他要让这帮人知道什么才叫真正的降维打击。窗外的雨还没停，简这一觉睡得可够沉的。等他迷迷糊糊睁开眼，还没等完全清醒过来，威尔赫米娜问：“睡得好吗？”这一下可把简吓得够呛，整个人直接从床上弹了起来。简慌慌张张的喊：“公爵夫人，对不起，我不知道您在这儿。”威尔赫米娜倒是一点没生气，反而温温柔柔的劝他：“雨还没停呢，你再多休息一会儿吧，要不要喝点热茶？”简这才稍微放松了一点，小声应了一句：“好，麻烦您了。”威尔赫米娜顺嘴就把话挑明了：“外面的传言我听了不少，但我更想听听你亲口说的版本。关于你父亲还有那家贸易公司，我想知道所有的细节。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我问的太多了？”简这下彻底想通了，现在除了眼前这位公爵夫人，没人能帮得了他。他没打算再藏着掖着，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也没什么好隐瞒的。接下来的这些秘密，我全都告诉您。简是家里最小的女儿，上面还有2个哥哥，大哥管着总店，二哥守着中心区的生意，家里的产业基本都被占满了。再说说我父亲尤尔查斯金德莱尔，在外人眼里，他就是白手起家的典范，只用了20年就从商人变成了贵族。但这风光的背后，全是冷冰冰的算计。在他眼里，人命根本没有金币值钱，仇家更是多得数不清。可偏偏就是他的这份贪婪，让我看到了机会。只要豁得出去，这家里未必没有我的位置。在咱们这儿，普通人家的女儿想上学，那是难如登天，除非生在贵族家里，否则根本没机会接受正规教育。我那2个哥哥倒是从小就学，我就没那么走运了。直到我父亲拿到了爵位，我才终于有机会接触到算术和经营。我那个父亲眼里只有钱和名声，我拼了命地想证明自己，就是觉得只要我够优秀，他就能让我进自家的商会。结果呢，现在我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他却非要让我把店关了，赶紧找个人嫁了。哎呀，您别误会，我不是说结婚不好，只是我的梦想还没实现。威尔赫米娜听明白了，所以你父亲是想拿你的店当筹码，把你送去当贵族夫人。毕竟商人就算有了头衔，也很难挤进上流圈子，但只要嫁进真正的名门，你就有资格举办自己的社交宴会了。说白了，我这桩婚事就是给2个哥哥铺路的垫脚石，好让他们有机会接触到真正的名门千金。威尔赫米娜端起茶杯，问得非常直接：“多曼商会的账目问题是你自己看出来的？”没错，我手里可没安插什么间谍，全凭本事抓住了他们的狐狸尾巴。可对方显然没那么好糊弄，直接管我要证据。我现在手里的东西确实还不够，但只要顺着这条线查下去，绝对能让他们现原形。话说到这份上，心里难免有点打鼓，万一这位大人觉得我平白无故去招惹多曼商会太蠢了呢？结果威尔赫米娜根本没接这茬，反而抛出一个更惊人的问题：要是给你足够的时间，你是不是连其他商会的底也能一起摸清楚？这话一出，简直接愣住了。威尔赫米娜倒是一脸淡定，既然你说只要查就能有证据，那咱们就花点时间把这事儿彻底搞清楚。看简这反应，威尔赫米娜还以为自己说错话了，其实
这姑娘刚才一直悬着心，生怕这位大人觉得自己太爱管闲事。现在看来，这步棋是走对了。威尔赫米娜放下茶杯，胃口比想象中还要大。既然多曼商会有猫腻，那领地里其他的商会估计也干净不到哪儿去。简也是个明白人，直接交了底。10家商会里头，起码有8家都在账本上动了手脚。威尔赫米娜盯着他，抛出了最关键的问题：除了明面上的账本，你还能从别的地方抓到把柄吗？简坚定地说：“我相信我是可以的。”威尔赫米娜听完笑了：“既然你这么有信心，那咱们直接开始下一步。”简当场就懵了，下一步怎么节奏突然拉得这么快？看着窗外这阴沉沉的天气，他心里其实一点底都没有。咱们真能办成吗？威尔赫米娜倒是稳如泰山，只要你把分内的事做好，剩下的就看那个男人够不够聪明了。咱们还有多少时间？威尔赫米娜伸出3个手指，3个月，他还得去安排见面，这事儿急不来。3个月时间要把那些商会的底细全摸清，确实有点赶。但简这姑娘也是个狠人，直接拍胸脯保证：“交给我吧，这活儿我肯定干得漂亮。”威尔赫米娜很满意，以后咱们就用书信联系，等雨一停，你就赶紧搬出别馆，我会给你找个新住处。毕竟这计划要是漏了风声，咱们谁都别想好过。正式谈完了，威尔赫米娜起身要走，简却突然把人叫住：“大人，您跟我说话的时候能不能别这么客气？”威尔赫米娜点点头，改个称呼而已，这对我来说并不难。但简心里还是犯嘀咕，就为了这点小事，您至于这么郑重其事地拜托我吗？威尔赫米娜一把拉住他的手，语气非常严肃：“这事儿很重要，毕竟咱们现在是合伙做生意，只要牵扯到钱，该有的礼节和规矩绝对不能乱。我会一直把你当成重要的伙伴来对待。”听到这话，简心里其实挺不是滋味的。一开始他还觉得挺高兴，觉得自己终于被看中了。可一转头看到威尔赫米娜和伊丽娜小姐在那儿亲密的喝茶聊天，他这心里就开始泛酸了。那种亲近劲儿根本不是什么合作伙伴能比的。他突然觉得那些所谓的客气和礼貌，反而像是一道推不开的墙。威尔赫米娜看着他这副样子，忍不住笑了，真是个可爱的孩子。行吧，既然你这么想拉近关系，那从今往后我就不再跟你说那些客套话了，你觉得怎么样？正事总算交代完了，威尔赫米娜摆摆手，时间不早了，你赶紧去休息吧，咱们明天见。威尔赫米娜前脚刚走，屋里一下子就安静了，简一个人站在那儿，半天没回过神来。刚才那句我相信你，现在还在他脑子里转个不停。从小到大，连亲爹都没给过他这种肯定，可公爵夫人却连怀疑都没怀疑过。简现在是彻底被收服了，他对着空气小声念叨：“夫人，能遇到您，真是我这辈子最大的福气。”威尔赫米娜指着准备好的材料：“这就是咱们接下来要做的3样东西。”这话一出，旁边的厨师们全听傻了，这乃是做菜啊？这活儿难道不该去找炼金术师吗？带头的厨师倒是挺看得开，他说：“这煎炒烹炸跟炼金也没啥区别，就当是换个法子搞研发了。”威尔赫米娜顺势又给了一颗甜枣，只要这事能办成，之前甜点师范的错就一笔勾销。一听能免了责罚，大家这下总算有了干劲。不过看看这研究的课题，穿越、附身还有转生，这哪是进厨房，这分明是要研究怎么改命啊！这主角到了异世界，到底靠啥挣钱？无非就是利用现代知识搞点化妆品或者新式菜谱，可材料从哪儿来呢？女孩倒是想得开，既然那个世界有魔法和炼金术，找点替代品还不是手到擒来？合着她当初来参加这个手工班，就是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啊！威尔赫米娜看着眼前的景象，忍不住感慨：要是那位老师也穿过来了，凭他那双巧手，肯定比自己混得强。他笑着跟厨师们打招呼：“接下来的事儿就拜托各位了。”厨师们哪敢怠慢，赶紧点头哈腰的应着。可这公爵夫人天天钻厨房，在外人眼里，终究还是有点不务正业了。安娜还是觉得不稳妥，让威尔赫米娜亲自去试这些新玩意儿，万一出点事儿怎么办？威尔赫米娜倒是没当回事，说这点东西还伤不到他，而且现在有个更要紧的任务，非安娜不可。安娜这下可来劲了，只要能帮上夫人的忙，让她干什么都行。结果威尔赫米娜一开口，安娜直接就没话了。原来这任务就是收衣服，而且接下来的整整1个月，他们都要在洗衣房里死磕。谁能想到这大费周章搞了半天，最后竟然是去洗衣服。日子一天天过去，转眼1个月就这么过去了。1个月没见，这便宜儿子还是老样子，一见面就笑得花枝乱颤。欢迎回来，母亲。威尔赫米娜看着眼前这张脸，心里忍不住吐槽：这小子怎么还是自带特效，整个人闪得让人眼晕。米哈伊尔一边引路一边套近乎，说自从新年舞会之后，就再没机会跟母亲好好聚聚，这不连点心都提前备好了。等于米哈伊尔话锋一转，说今天还请了位客人来谈生意，想让威尔赫米娜也见见。还没等威尔赫米娜反应过来，一个面色阴沉的中年男人已经等在屋里了。对方恭恭敬敬地行了个礼，自我介绍说叫利希特，目前正管着公爵领地的财政大权。一听是管钱的，威尔赫米内的眼神立马就变了，这公爵府的账本怕是没那么好翻啊。利希特这眼神摆明了没把威尔赫米娜放在眼里，在他看来，这不过是个外行在瞎胡闹。威尔赫米娜倒是一点不虚，既然人都坐在这儿了，那就把话彻底摊开说。米哈伊尔还在那儿打圆场，问是不是为了别管的事儿，还说管事的这几天不在，等人家回来了再商量。威尔赫米娜直接把话堵死了，这事儿跟别人没关系，今天他就是冲着生意来的，他也不想浪费时间。茶还没端上来，就示意安娜把准备好的东西拿出来。这一开口，全场都静了，他竟然要跟这帮老狐狸谈合作。
米哈伊尔直接听愣了，利希特心里更是冷笑，一个养尊处优的贵妇人，居然想玩商业投资，在他眼里，这简直就是个天大的笑话。既然要谈生意，那就先看看这个吧。威尔赫米娜直接把计划书推了过去。利希特现在越是瞧不起他，对他来说反而越有利。要是像米哈伊尔那样满脸期待，万一拿出的东西不够惊艳，那才真是砸了招牌。米哈伊尔整个人都愣住了，这真是您亲手准备的？利希特更是半天没说出话来，这上面的内容完全超出了他的认知。威尔赫米娜倒是淡定得很，说别管那边没个正经文书，这些活儿平时都是他自己顺手干了。米哈伊尔盯着那张折线图，这种呈现方式他还是头一回见。威尔赫米娜心里咯噔一下，坏了，这现代化的图表是不是拿出来的太超前了？利希特盯着那张图表，脑子明显有点转不过来。威尔赫米娜一看这架势，得赶紧趁热打铁，省得他们回过神来问东问西。他清了清嗓子，直接甩出杀手锏，除了这份计划书，我还研发了3样新玩意儿。桌上摆着3个精致的小盒，2款润肤霜，外加一个除臭剂。米哈伊尔和利希特都愣住了，这跨度是不是有点大？刚才还在聊报表，怎么转头就开始带货了？威尔赫米娜手里把玩着样品，这架势明显是志在必得。我的要求很简单，就是要卖掉这些东西，这就是传说中的强行推销吧。这护手霜主打的就是一个实用，专门针对那些干粗活狩猎的人，原料用的是西南那边的仙人掌，长得快，成本低，这生意绝对稳赚不赔。威尔赫米娜接着又拿出了面霜，不仅加了草药，能提亮肤色，还能针对敏感肌搞定制化生产，这考虑的确实周到。最后这个才是他的杀手锏。威尔赫米娜从红盒子里拿出1小瓶粉末，说是他最有信心的产品，其实就是身体除臭剂，也就是咱们常说的爽身粉。这下把对面2个男人给听懵了。威尔赫米娜看他们没反应，还以为是自己说的太含糊，赶紧补充说这东西能涂在腋下或者胯部那些容易出汗的地方。这话一出来，对面的表情可就精彩了。米哈伊尔这下是真坐不住了，赶紧拦住他说，母亲，咱们能不能矜持点？威尔赫米娜可不吃这一套，现在是谈生意，讲什么矜持不矜持的，他心里很清楚，只要能搞定利希特，这事儿就算成了一大半。他指着计划书对米哈伊尔说，你当骑士的应该最清楚，整天穿着盔甲骑马，大腿根那地方肯定磨得难受。米哈伊尔这下没话说了，只能老实承认，确实是这样，有时候还得特意脱了盔甲去擦汗。威尔赫米娜顺着话头往下说，普通士兵在战场上哪有这条件？难道就只能硬抗着吗？现在的除臭剂对皮肤刺激太大，如果不处理，那些红疹子只会越长越多。利希特听完这番话，心里终于有了底，这东西要是真做出来，绝对不愁卖。纳塔索农听得老脸一红，这话题确实有点劲爆。他直言这东西就是给骑士们解决那些说不出口的麻烦。他还顺带开了个玩笑，说自己是仙女，自然没这些凡人的烦恼。但这生意面向的是大众，受众群体可大着呢。紧接着，威尔赫米娜又把目光投向了那些养尊处优的贵妇。别看他们表面光鲜，那束腰勒的连气都透不过来，再加上那磨脚的高跟鞋，这罪可一点不比士兵少受。这下逻辑全通了，不管是战场上的糙汉子，还是舞会上的娇小姐，全都是咱们的潜在客户。威尔赫米娜直接上手演示，把粉末轻轻拍在利希特手上，这动作干脆利落，就是要让他亲身感受一下。利希特凑近闻了闻，这味道确实不一般，淡淡的玫瑰香气，闻着就让人觉得高级。威尔赫米娜解释说，这是用雨后的春玫瑰做的，主打一个废物利用，而且香味还能根据客户需求随时进行定制。这生意经验到这份上，利希特还能坐得住吗？米哈伊尔试了试，这手感确实没得说，又软又干爽。威尔赫米娜笑了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最近这鬼天气，雨下个没完，到处都潮得不行，这种时候哪怕只是一点爽身粉，那也是救命的宝贝。为了这几样东西，威尔赫米娜可没少费心思，光是跟那帮固执的炼金术士就不知道吵了多少回，铺垫了这么多，终于到了正题。威尔赫米娜直截了当地提出，想让利希特帮忙把这3样产品推向市场。利希特没急着答应，心里显然在盘算着什么。他先开了口，想请教几个专业问题。威尔赫米娜转头看了看米哈伊尔，问他有没有什么想说的。米哈伊尔摇了摇头，说自己的问题比较特殊，打算等利希特问完再说。威尔赫米娜心里就有数了，这小子估计不是在关心产品，而是在纳闷，以前一直待在别馆不出门的母亲，怎么突然转了性，开始折腾起生意来了。威尔赫米娜点了点头，示意利希特尽管开口。利希特也是个行家，一眼就瞧出了门道，这东西里加了玉米淀粉吧？可问题是，西边这块地方压根就没多少人种玉米啊！利希特一眼就看出了问题，这地方不产玉米，原材料要是从东边运过来，那成本可就太高了。威尔赫米娜早就想好了对策，咱们不运生玉米，直接从东边进口加工好的淀粉，这样不仅省事，保质期还能长不少。毕竟东边那帮人的加工手艺确实是没话说。利希特翻着手里的资料，越看越觉得不对劲，这种提纯甘油的方法，他以前压根就没见过，忍不住问了一句：“这法子难道是夫人您自己发明的？”威尔赫米娜面不改色的撒了个谎，说是在学院里学到的。利希特还是不信，这种能完美去除杂质，还能高效压缩油脂的技术，怎么听都不像是普通教材里的东西。威尔赫米娜主打一个死不承认，反正问就是学院教的。利希特虽然满肚子疑问，但也只能先记在心里。接着又问起了高岭土的事，米哈伊尔在旁边听得一愣一愣的。这2人聊得热火朝天，全是些听不懂的专业术语，
他只能在一边闻闻香味，顺便感叹一下，这两人凑在一起，简直就是棋逢对手。利希特最后抛出了个最关键的问题：既然是抹在皮肤上的东西，怎么证明它是安全的？万一用出问题了，这责任谁也担不起。威尔和米娜等的就是这句话，他慢条斯理地戴上手套，这动作看着就让人心里发毛。他淡淡的回了一句：“为了测试安全性，这1个月以来，我一直都在用最强效的洗涤剂洗衣服。”威尔和米娜二话不说，直接把手套给摘了。这一下把米哈伊尔和利希特都看傻了。为了证明这东西好使，他拿自己的手当试验品，右手什么都不抹，左手天天涂护手霜，就这么折腾了1个月。结果显而易见，利希特简直不敢相信，堂堂公爵夫人居然亲自跑去洗衣服，放着家里那么多仆人不用，非要自己遭这个罪吗？当时家里都乱套了，安娜急得直跺脚，连娜塔都不知道该怎么劝，可谁也拦不住威尔和米娜的性子。威尔和米娜心里清楚，想要说服这帮精明的商人，光靠嘴说可不行，他得拿出点真本事来，这就是我的诚意。威尔和米娜一边重新戴上手套，一边解释说，既然我是研发者，就要亲自做实验才够严谨，总不能让仆人整天洗衣服，那样变量太多，数据就不准了。利希特听完这话，整个人都愣住了，他盯着威尔和米娜看了半天，愣是没说出话来。旁边的米哈伊尔忍不住笑出了声，这气氛一下子就变了。利希特无奈地摇了摇头，自言自语道，我现在总算明白，为什么别管的那些随从一个个进去了就不想出来。威尔和米娜没听清，随口问了一句，你说什么？利希特赶紧摆摆手，说没什么。接着他神色一正，既然夫人这么有信心，那我也没什么好犹豫的了，只要您觉得这生意能做，我一定全力支持。威尔和米娜谦虚了一句，您真是过奖了。正事谈得差不多了，利希特也很识趣，主动提出先走一步，把剩下的时间留给这对母子单独聊聊。利希特这一走，屋里可就剩下这母子俩了。威尔和米娜这下是真慌了，刚才谈生意那股劲儿全没了，谁能想到利希特居然真把他一个人丢这儿了。米哈伊尔笑得那叫一个灿烂，母亲，现在是不是该轮到我来提问了？他一边让人把甜点端上来，一边客客气气的请威尔和米娜坐下。两人这会儿总算坐下了，威尔和米娜心里直犯嘀咕，米哈伊尔居然为了这次谈话把别的工作全推了，他到底在打什么算盘？米哈伊尔先开了口，说他确实被惊到了，没想到威尔和米娜竟然能搞定那个财务顾问。威尔和米娜还想谦虚一下，说是人家通情达理，结果米哈伊尔连连摇头，说那家伙可是出了名的冷酷，这回是真的被他给镇住了。听着这些夸奖，威尔和米娜反而觉得不自在，这种诚恳简直让人心里发毛。紧接着米哈伊尔又补了一句，要是早知道他这么聪明，当初绝不会把他关在别馆里。这话一出，以前受的那些罪难道就这么算了？这番话到底什么意思？是想故意气那个海伦，还是打算以后盯着人不放？米哈伊尔突然话锋一转，说他真的很纳闷，费这么大劲折腾这些，难道是为了那个较简金德莱尔的女人？看来他早就盯上别馆了。米哈伊尔笑得挺客气，说毕竟是一家人，谁进进出出他肯定得知道，但他还是没看明白这生意跟简到底有什么关系。威尔和米娜直截了当说自己只是想给他个机会，米哈伊尔这下更不解了，难不成要把这生意拱手让人？威尔和米娜把球踢了回去，这事儿他可没打算做主，最后到底给不给还得看米哈伊尔自己的意思。威尔和米娜这回是真打算拉简一把，他想让简在生意里占个位置，毕竟接下来的竞争会非常激烈，不管是粮食、矿石还是玻璃运输，各大商会肯定都想来分一杯羹，所以他直接跟米哈伊尔安排了这份蛋糕的权利，他得拿在手里。第一步就是先办个舞会，给20家商会发邀请函。威尔和米娜一口气提了3个要求，首先这20家公司得由他来挑，2个月后再进行一次大考核，最后到底谁能留下，还是由米哈伊尔说了算。这算盘打得确实响，米哈伊尔听完也没急着表态，他心里清楚，这种考核一旦放出去，外头那些人肯定会觉得这就是看谁送的礼更重，这生意场上的水可比想象中深多了，私下里收点好处也就算了，要是真把这事儿摆到明面上，那帮贵族肯定的集体炸锅。米哈伊尔还是觉得这事儿不靠谱，金德莱尔现在根基太浅，就给他2个月时间，能折腾出什么名堂来？威尔和米娜倒是一点不慌，他说等考核那天，结果自然会让他心服口服。米哈伊尔还是不松口，这事儿对莱顿家族也没好处，家里本来就有固定的合作伙伴，没必要为了这点风险把家族的名声给搭进去。这种反应全在威尔和米内的预料之中，不过他接下来要打的这张牌，米哈伊尔绝对拒绝不了。威尔和米娜直接放了大招，这次生意的所有利润他一分不要，全给家族。这下米哈伊尔彻底坐不住了，威尔和米娜直接把合同推了过去，说从现在起，这份报告和方案全归他了。米哈伊尔还没反应过来，威尔和米娜接下来的动作更狠，他当着面直接把自己的名字给划掉了，这可是块大肥肉，谁见了不眼红？米哈伊尔急得直问他到底想干什么，这生意明摆着是暴利啊！威尔和米娜却表现得云淡风轻，他说自己对现状很满意，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拿了反而会招来祸害。他把这份大礼往米哈伊尔手里一塞，这意思很明白了，功劳和钱都给你，我只要我想要的那个结果。米哈伊尔盯着手里的合同，最后实在没忍住笑出了声，他是真没想到自己这个母亲竟然这么不按套路出牌，这买卖到底做不做？威尔和米娜直接把球踢了过去，米哈伊尔这回倒是爽快，他说这种送上门的好处，当家主的怎么可能往外推？
既然事情谈妥了，威尔和米奈一刻也不想多待，起身就准备走人。米哈伊尔显然还没回过神，这就聊完了。就在他快出门的时候，米哈伊尔还是没忍住，他说想问最后一个问题，明明有更省事的办法，能直接帮到姐，为什么要选这么费劲的路子？威尔赫米娜给出的理由很简单，有些事必须得亲自动手，这样才不会留下遗憾。毕竟靠别人帮着报仇，心里那口气永远顺不了，对自己也没什么实质性的帮助。他说这只是自己的个人见解，可话还没说完，米哈伊尔的反应就不对劲了。这眼神一出来，刚才还算和谐的气氛一下子就降到了冰点。刚才那句话显然是把天聊死了。走在空荡荡的院子里，刚才那一幕还在脑子里转。在我的印象里，米哈伊尔从来没露出过那种表情，没有笑意，更没有半点温度。这根本就不是我认识的那个米哈伊尔，他不是海伦的丈夫，也不是我的继子，更不是什么莱顿公爵。现在的他简直就像是一头盯上猎物的黑豹，只要稍微动一下，他就能直接锁喉。而我就是那只毫无还手之力的兔子。跑！现在脑子里就这一个念头，得赶紧离开这儿。刚才那个眼神简直要把人给生吞活剥了。可还没等跑出几步，身后那个声音又跟上来了。米哈伊尔不紧不慢地开口：“您说的对，母亲，谁都不喜欢自己的东西被抢走。”这语气听着客气，实际上全是威胁。他一边说着，一边慢慢逼近。下次再见吧，母亲，到时候我们一起吃个饭，海伦肯定也很期待。说完这话，他头也不回地走了。米哈伊尔最后那句再见，听着简直让人后背发凉。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人已经退到了走廊外面。刚才那阵压迫感太强了，差点让我忘了，比起海伦那种把敌意写在脸上的人，米哈伊尔这种看不透的才最危险。现在的我就像走在薄冰上，只要稍微走错一步，后面就是万丈深渊。我想一个人静静，别跟着我，一会儿我就回去。为了躲开那些视线，威尔赫米娜甚至把安娜都甩在了身后。安娜在后面急得直喊：“夫人，您要去哪儿？”刚才被米哈伊尔吓得不轻，只想赶紧找个地方躲起来，结果刚转个弯就撞见个熟面孔，这不是简身边的那个护卫吗？我记得名字好像是叫罗什么的。心里正琢磨着事，一个没留神，差点直接摔个大跟头。幸好罗汉手疾眼快，这一下要是摔实了，今天这脸可就丢大了。等站稳了才发现，两人的距离实在有点太近，这气氛一下子就变得微妙起来。罗汉赶紧往后退了一步，低头说了句：“抱歉，是我失礼了。”刚才这一下扶的还挺及时。罗汉解释说：“我看您刚才脸色不太好，还以为要晕倒了。”威尔赫米娜赶紧摆摆手：“不用管我，我没事。”说来也奇怪，刚才被米哈伊尔吓得够呛，现在见到罗汉，心里反而踏实了不少。我记得你不是在休假吗？怎么提前回来了？是替简过来打听消息的。罗汉低声回答：“名义上我还在休假，但我还是想亲眼来看看情况。看来简这次真的很看重这件事，你能这么负责，确实挺让人放心的。”威尔赫米娜笑着叮嘱他：“回去告诉简，合同谈得很顺利，正打算各走各的。”我突然注意到他身后那匹马，你是骑他过来的？罗汉点点头：“没错。”看着这高头大马，威尔赫米娜忍不住问了一句：“能让我摸摸它吗？”罗汉没说话，只是轻轻点了点头。虽然我对马没什么研究，但也能看出来，这绝对是一匹训练有素的好马。看来简为了犒劳你，真是下了不少血本。提到马，威尔赫米娜这心里其实还有点阴影，毕竟以前听人说过，这种级别的马，每一匹都抵得上一座庄园。就在我感慨的时候，罗汉突然开口问我，要不要上去骑一圈？这下轮到威尔赫米娜愣住了。我这样真的没问题吗？罗汉看出了威尔赫米娜的顾虑，低声补了一句：“我会抓紧缰绳的。”既然他都这么说了，那威尔赫米娜也没什么好犹豫的了。原来坐在马背上是这种感觉，罗汉在前面牵着马，走得很稳。威尔赫米娜这悬着的心也算放下了，换个心情出来走走，确实挺舒服的。难怪大家都喜欢骑马。罗汉低着头，小声嘀咕了一句：“幸好我没来晚。”威尔赫米娜没听太清，问他刚才说了什么，他赶紧改口说：“您觉得开心就好。”结果话音刚落，天边就传来了闷雷声，这雨说下就下，一点预兆都没有。威尔赫米娜赶紧叫住罗汉：“快扶我下去，咱们得找个地方躲雨。”罗汉二话不说，直接解下自己的披风，严严实实的裹在威尔赫米娜身上。这雨下的又急又大，他却连个遮挡都没有，就这么任凭雨水打在身上。威尔赫米娜还没反应过来，整个人就被他带进了怀里。他这是打算用自己的身体帮他挡雨。看着他被淋透的样子，威尔赫米娜这心里真不是个滋味。明明是在休假，却还要跑来遭这份罪。罗汉一句话也没说，只是这么静静的护着威尔赫米娜，好像只要威尔赫米娜不淋雨，其他的都不重要了。雨越下越大了，罗汉带着我躲进凉亭，这雨一时半会停不了。看着他浑身湿透的样子，我心里挺不是滋味的。要不是为了把斗篷给我，他也不至于淋成这样。威尔赫米娜小声说：“你衣服全湿了，连斗篷也弄脏了。”罗汉倒是一点不在意，他说：“就算自己穿着，肯定也得湿透，让我别放在心上。既然走不了，那就先在这儿避避雨吧。”这气氛真是尴尬到了极点。威尔赫米娜坐在长椅上，罗汉就这么一动不动地守在旁边，谁也不说话，只能听见外面的雨声。说实话，我对罗汉这个人根本不了解，谁能想到我们会突然陷入这种境地？他平时话就少，想找个话题聊聊都难，现在只能盼着这雨赶紧停了。不过比起尴尬，还有件更要命的事，我肚子居然在这个时候叫了。刚才米哈伊尔明明准备了点心，可我当时只想快点离开，连碰都没碰一下，早知道就顺手带点出来了。现在回去拿肯定是不行，只能在这儿硬扛着。好在刚才那股郁闷劲儿倒是散了不少。就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
罗汉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他从怀里拿出了个东西，虽然不是什么大餐，但他居然随身带着这个。罗汉突然开口：“这是给您的。”我还没反应过来，他居然现在要送我东西。只见他拿出一个精致的红盒子，罗汉解释说：“这是东方那家出名点心铺的零食，您要尝尝吗？”这简直是雪中送炭啊！威尔赫米娜刚才还在发愁肚子饿，没想到他连这个都准备了。罗汉这人比想象中要细心多了。威尔赫米娜赶紧接过来：“那我就不客气了，正好我也饿了。”威尔赫米娜拍了拍旁边的位置：“你也坐下来一起吃吧。”罗汉犹豫了一下，还是坐到了威尔赫米娜身边。他又拿出一瓶水：“这是水，我也放在保温容器里了，您一起喝点。”威尔赫米娜接过盒子，说了声谢谢，打开一看，居然是这种带巧克力碎的小饼干，这味道确实地道，不愧是东方来的名产。威尔赫米娜一边嚼一边夸：“这可不是因为我饿了才这么说，是真的好吃到能拿去招待贵客了。”看威尔赫米娜吃的这么香，罗汉一直紧绷着的脸总算松动了一点，他居然偷偷笑了。就在我低头吃东西的时候，他突然凑了过来，伸手帮我拧了一下头发上的雨水。这一下，两边都愣住了。罗汉赶紧把手缩了回去，连声道歉。他说：“看我头发实在太湿了，刚才没过脑子就动了手。”威尔赫米娜倒没觉得有什么，反而盯着他的脸看了半天。“能不能问你个事儿？你干嘛老是用头发遮着脸啊？明明长了这么漂亮的一双眼睛，就这么挡着，实在是太可惜了。”罗汉被问得愣了一下，他沉默了半天，突然冒出一句：“您觉得我长得好看吗？”好家伙，这话问得威尔赫米娜差点没接住。看他现在这副样子，简直就像那种在台上故意找粉丝要夸奖的大明星，这谁顶得住啊？威尔赫米娜赶紧把那些乱七八糟的想法压下去，认真的告诉他：“我本来还以为你是想遮住脸上的伤疤什么的，结果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只要不是瞎子，都能看出来你这双眼睛有多漂亮。以前总觉得你这人冷冰冰的，现在看来完全是我想多了。”罗汉盯着我看了半天，突然小声嘀咕了一句：“你怎么一点都没变？”威尔赫米娜正吃着点心呢，压根没听清他在说什么，下意识就问了一句：“你刚才说啥？”罗汉笑了笑，摆摆手说：“没什么。”直接把话题给岔开了。可看着他现在的样子，我心里突然冒出一种特别强烈的既视感。这种眼神，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我绝对在什么时候见过？难道在很久以前我们就已经认识了？罗汉就这么静静地看着我，手上的动作虽然停了，可那眼神简直要把人给吸进去。威尔赫米娜忍不住问了一句：“咱们以前是不是见过？”可还没等他回答，我这脑袋就开始发晕，眼前的罗汉一下子变得模糊起来，这感觉太不对劲了，就像是掉进了深水里，周围的一切都在离我远去。罗汉吓得大喊一声：“公爵夫人！”我能感觉到他在拼命喊我的名字，可我这身体根本不听使唤，意识一点点在消失，就像有什么东西要把我拽进另一个世界。威尔赫米娜这一声喊得撕心裂肺，可我最后看到的只有他那张写满了惊恐的脸。这一滴水声像是敲开了记忆的大门，威尔赫米娜就这么一直往深处掉进了这片看不见底的蓝。就在这时候，一个声音响了起来：“米娜，威尔赫米娜，你不该看到这些的。”到底是谁在说话？那个声音还在自言自语，说自己当初太蠢了，这到底是在后悔什么？这声音听着也太扎心了，怎么全是委屈和难过？威尔赫米娜盯着头顶那道光，总觉得只要再加把劲就能彻底够到了。他忍不住想问，到底是谁在说话？能不能再大声点？说来也怪，这地方明明是头一回见，怎么心里反倒觉得挺怀念？眼看就要摸到真相了，结果对面突然翻脸，不行！那声音听着特别急，死活不让他再往前走一步，甚至还命令他：“威尔赫米娜，把刚才看到的全部忘掉。”这下他是彻底懵了，这人到底是谁啊？就差那么一点，明明那道光就在手边，可最后还是没能抓得住。等意识再回到现实，周围的一切全变了，刚才那些奇怪的声音就像从来没出现过一样。这是哪儿？我刚才难道是睡熟了？还没等威尔赫米娜反应过来，他才发现自己现在的处境比刚才那个梦还要离谱。这下麻烦大了，他这一惊一乍的跳起来，直接跟对方撞了个正着。这下尴尬了，威尔赫米娜整个人都懵了，自己刚才居然一直躺在罗汉腿上。他赶紧在脑子里复盘，刚才明明是出门散步，结果遇到了罗汉，两人还一起骑马躲雨吃点心，结果倒好，聊着聊着自己居然就这么睡死过去了，甚至还弄脏了人家的衣服。这要是传出去，堂堂大公夫人的名声还要不要了，简直是大型社死现场。威尔赫米娜赶紧道歉，问罗汉的下巴有没有被撞坏。罗汉倒是没计较，说没关系，既然雨停了，这地方确实不能久留。罗汉主动提出送他回去，这尴尬的一幕总算要翻篇了。威尔赫米娜客气了一句：“多谢你的体谅。”这一路走得还算顺当，总算回到了大宅子门口。结果还没进门，安娜就火急火燎地冲了出来，大喊着：“夫人，您可算回来了！”安娜急得不行，说：“您一个人出门，真是要把人给担心死。”威尔赫米娜赶紧安慰他，说：“我没事，让你操心了安娜。”安娜还特意叮嘱，下次再出去，好歹得把护卫带在身边啊。威尔赫米娜笑着应了下来，说：“行，下次一定听你的。”可就在这时候，罗汉却一直没吭声。安娜还在旁边念叨，说：“夫人，您连饭都没吃就跑出去，肚子肯定饿坏了吧？”威尔赫米娜没接话，只是转过头看向一直护送他回来的罗汉：“多谢你送我回来，这一路上真是给你添了不少麻烦。”他还没忘了叮嘱一句：“记得帮我给简也带个话，就说我平安到家了。”就在罗汉准备离开的时候，威尔赫米娜又叫住了他。他说：“等你的假期结束了，要是有空的话，欢迎来参加下次的读书会。”罗汉笑了笑，说：“只要不给您添麻烦，我一定准时到。”这客套话刚说完，罗汉就准备转身告辞了。可谁能想到，他这前脚
刚要走，后脚就出事了。看着罗汉离开的背影，威尔赫米娜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刚才那场偶遇真的只是个意外吗？那些断断续续的画面，就像是拼图一样，开始往回凑。不管是之前的亲近，还是那种说不清的熟悉感，都在提醒他，这男人的身份绝对不简单。结果罗汉还没走远，整个人就突然停住了。看他这副样子，明显是想起了什么不得了的事。威尔赫米娜赶紧收回心思，笑着跟旁边的安娜搭话。可谁能想到，这平静的表面下，早就已经暗流涌动了。日子过得飞快，转眼间外头的风向就全变了。在米哈伊尔的安排下，生意上的筹备工作总算步入了正轨。威尔赫米娜也没闲着，他带着自己亲手设计的机，当众给那些学者和官员们做了演示。这下谁也不敢再小看他的本事。这段时间，他一直跟简保持着书信往来，两人反复打磨方案，总算把这桩大买卖给彻底敲定了。不知不觉，跟简约好的3个月期限已经到了。就在这关键时刻，米哈伊尔主动伸出了手：“母亲，咱们进去吧。”看他现在这副笑眯眯的样子，好像之前那些闹心的事儿全都被他抛到脑后了。威尔赫米娜心里很清楚，哪怕现在万事俱备，也绝对不能掉以轻心。毕竟这3个月的努力，成败全看这一哆嗦了。评估正式开始了，米哈伊尔带着威尔赫米娜直接成了全场的焦点。威尔赫米娜本来打算躲在后排，结果根本没得选。米哈伊尔劝他，既然是母亲您的事业，还是亲自到场看者比较好。再加上他主动提出要当护花使者，这下真是推都推不掉，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奇怪的是，海伦这次没来，说是每到周日晚上，他总有些推不掉的私事。威尔赫米娜一直在观察今天的米哈伊尔，看着挺正常，完全没有上次那种吓人的感觉。这副样子看着也不像是在演戏，可越是这样，反而越让人捉摸不透了。米哈伊尔笑着说：“希望我准备的位置您能满意。”威尔赫米娜虽然不敢说看人100%准，但一个人是不是在演戏，他还是能分辨出来的。现在的米哈伊尔看着确实不像在装模作样，如果他真是那种笑里藏刀的人，自己不可能一点违和感都察觉不到。可问题就在这儿，之前见到的那个他，简直就像变了个人，那种感觉就跟被谁下了咒一样，完全不是现在的样子。威尔赫米娜没再多想，轻声说了句：“我们进去吧。”既然想不通，那就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可等他真的踏进大厅，眼前的景象还是让他一下子愣住了。米哈伊尔特意把宴会厅布置成了产品展示台的样子，他笑着问威尔赫米娜：“母亲，您觉得怎么样？”威尔赫米娜环顾四周，这地方确实够气派，一眼看过去，所有东西都清清楚楚。可还没等他站稳，一群商人就疯了似的围了上来，有人拿着南方的瓷器，有人捧着亮瞎眼的珠宝。这帮人完全顾不上礼仪了，全都在那儿拼命推销。威尔赫米娜心里很清楚，对这些人来说，这次评估就是翻身的唯一机会，只要能搭上公爵家这艘大船，下半辈子的荣华富贵就稳了。看看这些堆成山的宝贝，哪怕是那些顶级的大商会，这手笔也实在太夸张了，简直就是在砸钱买前程。看来这次评估，大家都是动了真格的。面对这阵仗，接下来的每一步都不能出半点差错。尤其是金德莱尔男爵带队的金鬼商会，盯着贵族头衔可不是1天2天了。今天的评估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一块肥肉。米哈伊尔倒是淡定，他笑着打断了大家的寒暄，说：“既然是来评估的，那些客套话还是留到晚宴再说吧。”这话一出，刚才还吵吵闹闹的商人们一下子全没声了，谁都看得出来，这位公爵继承人是要动真格的了。米哈伊尔体贴地扶着威尔赫米娜，让她坐到了主位上，这当妈的排场算是给足了。随着主持人宣布正式开始，全场的空气都紧绷了起来。这不仅是生意的较量，更是身份的博弈。就在这时候，威尔赫米娜注意到了旁边的简，这女人果然还是混进来了，而且看样子准备的相当充分。威尔赫米娜倒也不慌，既然大家都到齐了，那就看看接下来的这出戏到底谁才是最后的主角。米哈伊尔轻声说：“虽然我还没见过那位简小姐，但听母亲这么夸她，那肯定是个了不起的商人。”威尔赫米娜接话道：“她确实比我要聪明得多，而且很快，她的本事就不再是我一个人的秘密了。”随着主持人一声令下，各大商会的代表轮番上阵，这大厅里一下子就热闹起来了。这帮人一开口就是老一套，不是吹嘘刚挖出来的矿山宝贝，就是在那儿显摆能赚多少利润，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有钱。威尔赫米娜在旁边看着，心里却是一阵冷笑，说是正儿八经的评估，其实跟小孩子聚在一起吹牛没什么两样。这种场合说白了就是看谁送的礼厚，看谁背后的关系硬。这种靠贿赂拿权的戏码，他早就看透了。金德莱尔男爵这老狐狸终于上场了，他大摇大摆地亮出身份，说是金鬼商会的会长。为了讨好威尔赫米娜，他特意献上了一份所谓的厚礼，说是从西北弄来的稀有蘑菇，还口口声声说听说公爵夫人最喜欢这个。这话听在威尔赫米娜耳朵里，简直比吃了苍蝇还恶心。这东西明明就是他从简手里偷来的，见过不要脸的，没见过这么明目张胆抢功劳的。就在全场都以为金德莱尔男爵稳了的时候，主持人突然宣布，还有最后一位评估者要进场。底下的商人们全懵了，该来的不都到齐了吗？这半路杀出来的到底是哪尊大佛？随着一阵清脆的脚步声，简穿着那身显眼的黄色礼服，不紧不慢地走进了大厅。这下子，真正的好戏才算正式开场。本来以为是王者降临，结果简这一脚踩空，直接在全场面前表演了个平地摔。这下子，连见惯了大场面的米哈伊尔和威尔赫米娜都看傻了，这出场方式确实够特别的。大厅里瞬间炸开了锅，嘲笑声差点没把房顶掀了。大家都觉得这女人就是来砸场子的小丑，
简倒是没慌，他不紧不慢地爬起来，顺手拍了拍裙子上的灰。简抱歉地笑了笑，说自己是因为太紧张才失了态，其实心里早就把这身碍事的礼服骂了800遍。虽然开局就丢了这么大个脸，但他这副不卑不亢的样子，反而让接下来的气氛变得更微妙了。米哈伊尔看着简这副样子，忍不住感叹：如果刚才那一摔是演出来的，那这女人的演技也太吓人了，一下子就把全场紧绷的气氛给化解了。威尔赫米娜却没那么乐观，她看着简那红得发烫的脸，心里直犯嘀咕：这哪是演戏啊，分明是真觉得丢脸丢到家了。简深吸一口气，缓缓掀开了面纱，他大大方方地自我介绍，说自己叫简，只是经营着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商会。他先是礼貌地感谢了威尔赫米娜能给他这个机会参加这么重要的聚会。这番话虽然说的滴水不漏，但在座的都是些老油条，这帮商人一眼就看出来了，简根本就是个没见过世面的新手。大家嘴上不说，心里早就把他看扁了，觉得他不过是来凑数的。金德莱尔男爵在旁边冷眼瞧着，心里更是得意的不行，这种对手对他来说简直一点威胁都没有。可谁也没想到，简这副看似柔弱的外表下，其实藏着一个巨大的计划。简一开口，姿态放得极低，说自己刚才失手坏了大家的兴致，想求个情，让这事儿翻篇。周围这帮人倒是笑得挺欢，说他们不介意，但规矩不能乱，得问问公爵大人的意思。简倒也干脆，转头就去请示米哈伊尔。米哈伊尔这头一点，这事儿就算翻篇了。简到了声线，直接亮出了底牌。他说自己叫简金德莱尔，还要送上一份大礼。这话一出口，底下的人全坐不住了。简指着身后的卷轴，直接摊了牌。他说那些操纵市场的商人，犯罪证据全都在这儿了。这话一出，台下的商人们全炸了锅，谁也没想到这姑娘竟然敢当众掀桌子。简转头看向米哈伊尔，语气非常坚定，他说为了领地的繁荣，请公爵大人过目，做出最正确的选择。米哈伊尔就这么看着他，一句话也没说，谁也猜不透这位公爵大人到底在想什么。简刷的一下把卷轴彻底拉开，让所有人看得清楚，这上面写的明明白白，全是关于偷税漏税还有恶意记账的调查报告。这下台下的人彻底傻眼了，原来简准备的根本不是什么礼物，而是一份针对在场所有人的起诉书。看着眼前这一幕，威尔赫米娜心里很清楚，这场局简是彻底赢了。原来这一切全是威尔赫米娜在背后出谋划策。他告诉简，想要彻底翻盘，就必须站出来当那个举报人，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这计划从一开始就是一场赌上全部身家的豪赌。威尔赫米娜心里很清楚，一旦简公开指控那些同行，就等于自断财路，以后在这片地界恐怕再也没法做生意了。而且这帮商人个个有背景，就算被告了，大多也是交点钱就能脱身。简也明白这个道理，毕竟现在到处都是这种烂摊子，与其反抗，很多人觉得同流合污反而更轻松。所以威尔赫米娜强调，证据必须无懈可击，只要在评估会上拿出铁证，这帮人就一个也跑不掉。威尔赫米内的要求就一个，就是要够狠够扎心。他直接给出了3个月的期限，问简到底行不行。简这头也是信心十足，只要钱和时间给到位，这事儿绝对能办成。但威尔赫米娜紧接着又提醒了一句，以前那些老路子肯定是断了，现在必须得找人从东边进货，要是简搞不定，他甚至打算亲自安排个中间人。结果简一口就回绝了，他说这事儿自己能处理。威尔赫米娜倒也大方，既然你这么有把握，那就全权交给你了。可简这心里却泛起了嘀咕，这到底是巧合，还是威尔赫米娜早就看穿了一切？因为进货需要的那些东边门路，简的手里刚好就有一个关系极深的熟人。简心里已经盘算好了，等罗汉一回来，人手的问题就能解决。但现在最让他纳闷的是，自己在这场局里到底算什么？简干脆把话挑明了问威尔赫米娜，你到底想让我干什么？威尔赫米娜没急着给答案，反而提到了一个老掉牙的预言，问简知不知道牧羊人的智慧。这故事简小时候就听过，讲的是牧羊人丢了猎狗，为了不让羊群被吃掉，他竟然找了一只聪明的狼，把它训成了新的守卫。威尔赫米娜笑着打了个响指，简这下全反应过来了，你这是打算让我去当贵族们养的那头狼？可威尔赫米娜接下来的话却让简彻底愣住了，这头狼的任务可不只是守着羊群那么简单。威尔赫米娜直截了当地告诉简，我要你当那头披着正义外壳的狼，去保护那些被欺压的人。在那个寓言故事里，狼教会了牧羊人怎么对付同类，还带着羊群在平原上奔跑，听着挺美好吧？可威尔赫米娜话锋一转，现实可没这种童话结局，只要你点了头，就再也回不去当个普通商人了，你的公司会变成附属品，同行们会把你当成叛徒，恨不得把你撕碎。即便这样，你还敢接吗？简想都没想，直接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反正那些人的白眼，他早就已经习惯了。再说了，现在的他根本没得选，与其被那些贪婪的狼吃掉，不如干脆站在牧羊人这边，把那些狼一只只全给宰了。既然决定了要当这头狼，简的动作比谁都快，他直接甩出一叠厚厚的账本，把过去1年里那些见不得光的勾当全翻了出来，操纵物价42次，做假账15次，甚至还虚报了100多个幽灵员工，这一桩桩一件件，全都是在场这帮人的罪证。简拿着教鞭指着黑板，语气冷得像冰，他说在座的这20个人没一个是干净的。底下的商人们这下全炸了锅，一个个急得跳脚，大声质问简到底想干什么。简根本没打算给他们留面子，直接点名了那个所谓的奶海工会，说他们明明土豆大丰收，却为了抬高物价搞虚假交易。更离谱的是，那4成土豆的买家竟然是个从来没做过生意的新面孔。
简冷笑一声，直接揭开了最后的遮羞布。那个所谓的买家，居然是工会会长才5岁的亲侄子。这种拿皮包公司左手到右手的把戏，简直把大家都当成了傻子。坐在一旁的威尔赫米娜就这么静静地看着这场好戏。简接着揭露这些商人的骚操作，为了在账本上做手脚，他们竟然把卖不掉的货直接埋进地里，就为了维持那个虚假的高价。威尔赫米娜在旁边看得明明白白，这出戏演得非常成功，因为他发现米哈伊尔已经被彻底勾起了兴趣。只要这位大人物开始关注，那接下来的事情就好办了。威尔赫米娜现在最想看的就是这群贪婪的狼为了自保，开始疯狂的互相撕咬。简这一开口，直接把商会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全给抖了出来，每一桩每一件都清清楚楚。台下那帮商人全听傻了，根本想不通这些绝密情报是怎么泄露的。这下子他们是彻底踢到硬石头上了。威尔赫米娜心里最清楚，再大的商会也没法盯着每一个底层员工，而简最厉害的地方就在这些没人注意的死角。谁能想到简为了挖出这些烂账，私底下什么都干，潜伏、跟踪，甚至去套话，只要能抓到把柄，他什么手段都能使出来。证据都甩在脸上了，这帮人还在那儿垂死挣扎。带头的商人急得直跳脚，非说这全是巧合，还想把锅甩给手下的人。结果话还没说完，就被人当场给怼了回去。这帮商人现在是彻底慌了，面对简甩出来的铁证，他们连个屁都放不出来。一个戴帽子的商人指着对方鼻子骂：“难道这里还有谁不知道你们工会这些年干的那些烂事吗？”这下可好，为了自保，这帮人开始狗咬狗了。那些竞争对手为了搞垮对方，一个个都抢着出来当证人。被指责的商人急红了眼，大声嚷嚷着：“那你们工会又好到哪去？起码我们比你们这帮混蛋强！”威尔赫米娜和简就在旁边冷眼看着，他们手里握着的可不只是这些商人的内斗，还有那些被开除的员工和被坑惨了的农户。现在证据链已经完全闭合了，这帮人根本无路可逃，更别想抵赖。就在全场乱成一锅粥的时候，第一个看清局势的人出现了。一位老商人拄着拐杖往前一站，那气场一下子就把所有人给镇住了。这位老狐狸心里最清楚，今天这场局可不是吵几架就能了事的。老商人一看局势不对，赶紧举手打断了公爵。他这老狐狸反应倒是快，立马换了一副嘴脸。老商人恭敬地开口：“公爵大人，看来我之前的指控是个天大的误会，能不能让我先回工会一趟？”他接着在那儿开空头支票，只要给我3天时间，我一定能带回证据，证明我自己的清白。威尔赫米娜在旁边听得直冷笑，这老头儿想得倒挺美，真当大家都是3岁小孩呢。威尔赫米娜直接对了回去：“你说话可真有意思，现在还没轮到你发言吧？”这一下直接把老商人的后路给堵死了，老头儿当场就没话说了。威尔赫米娜可没打算放过他，他盯着伊索农一字一句地说道：“关于你的那些罪名，我心里大概已经有数了。看来这位年轻的小姐对你可没什么误会，反倒是你该好好想想怎么交代了。”老商人这老狐狸眼看硬的不行，干脆当众开始卖惨。他低声下气的哀求：“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他甚至还想当面行贿，说下次一定会带着清白的账本，还有一份难得的厚礼回来报答公爵。威尔赫米娜听完直接笑了，他一针见血地翻译了这老头儿的潜台词：“所以你的意思是，你需要时间去造假账，让那些员工闭嘴，顺便把所有证据都烧个干净？”米哈伊尔坐在旁边，脸色已经难看到了极点。这老头儿真是把大家都当傻子耍。他冷冷地打断了老商人：“别做梦了，关于这次评估的所有结果，今天就在这儿定死。”老商人整个人都傻了，他还没反应过来，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米哈伊尔转头看向威尔赫米娜，语气坚定地表示：“这是我们之前就约好的。”毕竟在场的这些商人压根就不知道，其实威尔赫米娜和米哈伊尔早就私下达成了协议。这场评估从一开始就不是简单的走个过场，米哈伊尔要求他必须给出最客观的评价，并且当场定下最终人选，这摆明了是要快刀斩乱麻。老商人这下终于反应过来了，原来从他们踏进这扇门开始，就已经掉进了人家挖好的坑里，现在想跑门儿都没有。其他工会会长只能眼睁睁看着一个接一个的黑料被爆出来，最后终于轮到了简的老东家，也就是那个叫金鬼的工会。简手里掌握的内部资料，那可比其他工会多得多。这下金德莱尔男爵坐不住了，这老头儿倒是反应快，他唰的一下站起来，对着公爵就开始邀功，说这些证据全是简收集的，还口口声声夸简是工会的骄傲，这变脸速度真是让人叹为观止。刚才还一副要大难临头的样子，现在居然想把这功劳全揽在自己工会头上。威尔赫米娜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这老狐狸是想把坏事变好事，强行给自己贴金啊！金德莱尔男爵直接冲到公爵面前卖惨，求公爵再给他女儿一个机会。威尔赫米娜在一旁看得透透的，这老家伙心里打的算盘全写在脸上了。他觉得女儿的功劳就是他的，还想把简骗回去继续当牛马。可简根本不吃这一套，当众就开始报账单，偷税漏税，操纵交易，甚至还利用贵族身份赖账。这一桩桩一件件，全是金鬼工会的死罪。金德莱尔男爵这下彻底破防了，气得直喊简的名字。米哈伊尔可没耐心听他咆哮，冷冷的让他闭嘴。金德莱尔男爵还想垂死挣扎，说自己是为了工会好，结果米哈伊尔一开口，全场一下子没声了。公爵的话可不是在跟你商量。威尔赫米娜微微一笑，这出戏演到现在，总算到了收网的时候，毕竟这可是他们早就商量好的。米哈伊尔冷冷的发话了：“既然金鬼工会的会长没话说了，那就老老实实坐回去。”
金德莱尔男爵刚才还气焰嚣张，现在整个人像被抽了魂一样，瘫在椅子上一动不敢动。他知道这回是真的踢到硬茬了。全场死一般的寂静，简却像没事人一样，继续冷静地汇报着那些足以让在座各位破产的证据。表面上看，这似乎是简一个人的胜利，但台下那些老狐狸们肯定已经在盘算着怎么脱罪了。就在大家以为快结束的时候，简突然话锋一转，说还有最后一份重要的报告要呈给公爵大人。随着卷轴刷的一声拉开，上面的大字让所有人倒吸一口冷气，那是关于领地市场改良的提案。这下子全场彻底炸锅了，谁也没想到简手里竟然还握着这种王牌。米哈伊尔也认真了起来，想看看这姑娘到底还有多少惊喜，毕竟这可不是简单的告状，这是要直接掀了旧势力的饭碗。简面对着公爵，语气坚定地表示，光靠揭发罪行是不够的，那就像一场阵雨，只能洗掉地表的脏东西，却留不住长久的清白。既然旧的规矩已经烂透了，那就要有人出来立个新规矩。威尔赫米娜在旁边看着，这姑娘果然没让他失望。这出戏最精彩的部分现在才真正开始。简接下来的这句话直接让全场的人都傻眼了。他说，既然要找个人来监督和管理所有的商人，那这个位置非他莫属。金德莱尔。简当众宣布要由他来管理和监督其他商人，这摆明了是要把权力收回自己手里。底下的老家伙们直接炸锅了，这丫头刚才说什么？看来他是打算靠这种手段上位了，简直跟他父亲一模一样。简心里很清楚，指望现有的规矩去惩罚这些贪污犯，顶多也就是不痛不痒的教训一下，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如果明知道市场烂透了还不去管，那这生意就彻底没救了。他必须得站出来。米哈伊尔看着眼前的简，再次确认道，你真的打算亲自接手承担起这份责任吗？简这回是真豁出去了，他说自己有商人的骄傲，为了整顿这乱糟糟的生意，他愿意拿上全部身家去赌。米哈伊尔却给他泼了盆冷水，说你父亲可不是这么想的，这话里的意思很明白，老子贪污，当女儿的能干净到哪去？简一点没退缩，直接把亲爹给卖了。他说自己早就交代了父亲的罪行，难道大家还要去相信一个罪犯说的话吗？这招确实狠。简接着表态，他不要什么独家经营权，也不想当什么项目负责人。现在的领地最缺的其实是一个看门人，一个跟工会没半点关系，却能把那些烂账翻个底朝天的人。威尔赫米娜和米哈伊尔都在看，看这姑娘到底还能拿出多少底牌。最后简把球踢了回去，谁才是那个最合适的人选，就看两位怎么裁决了。他压根不信米哈伊尔，他信的是当初向他伸出援手的威尔赫米娜。这下子金德莱尔男爵彻底坐不住了，他猛地一拍桌子站起来，大喊着绝对不行。在他眼里，简再怎么折腾也只是他的女儿，他甚至搬出了所谓的古老法律，说孩子必须无条件服从父母。这话一出口，全场都安静了。米哈伊尔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这老家伙怕是急疯了。周围的人都在小声嘀咕，老领主才走不到1年，米哈伊尔刚接手位子，这人居然敢在公爵面前谈什么服从？在领地里，公爵才是最高权力，他想用家长的身份压过领主的决定，这已经不是家事了。金德莱尔男爵终于反应过来，自己刚才那句话等于是当众挑衅公爵的权威。金德莱尔男爵这下彻底慌了，赶紧解释说自己没那个意思，还想拍马屁说米哈伊尔比老领主更强，结果这马屁直接拍到了马蹄子上。米哈伊尔冷冷地叫出了他的全名，尤尔查斯·金德莱尔。这语气一出来，全场的气氛直接降到了冰点。他直接把话挑明了，公爵家的事情轮不到一个外人在这儿指手画脚。这下子金德莱尔男爵彻底没法接话了，周围的人也全被这股气势给镇住了。谁也没想到米哈伊尔狠起来居然这么吓人。威尔赫米娜在一旁看着，他发现这真的不是错觉，米哈伊尔确实变了，这种让人不敢直视的压迫感简直跟当年的老领主一模一样。他说你需要好好反省一下，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再听这老头狡辩纯属浪费时间。米哈伊尔直接下了死命令，让骑士把金德莱尔男爵抓起来。威尔赫米娜在旁边看着，这雷厉风行的手段确实让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这下金德莱尔男爵彻底瘫了，一边被拽走一边拼命求饶，一会儿喊公爵大人，一会儿又求威尔赫米娜救命。可现在谁还会理他呢？等闲杂人等都被清理干净，米哈伊尔刚才那股狠劲儿一下子全收回去了。他有点不好意思的跟威尔赫米娜解释，说自己刚才确实有点失控，下手可能重了点。威尔赫米内只是淡淡的回了一句，我知道。这简简单单3个字其实已经说明了一切。米哈伊尔处理完那个老头，转头看向了简，他直呼其名，这语气里透着一股公事公办的劲儿。米哈伊尔说，你的本事我确实看在眼里，不管背后是谁在帮你，这些材料确实没得挑，而且你说要整顿市场，这事我也认同。简本来以为这事儿稳了，结果米哈伊尔话锋一转，他敲了敲桌子，语气变得特别严肃。米哈伊尔问，但是我凭什么要信任你？给我一个理由，你到底凭什么觉得自己跟那些唯利是图的商人不一样？这问题可不好回答，要是说错一个字，之前的努力就全白费了。结果简连犹豫都没犹豫，直接甩出2个字，忠诚。这话一出来，连米哈伊尔都愣住了，在生意场上谈忠诚，这姑娘到底在打什么算盘？简这番话说的那是相当硬气，他说自己虽然是个商人，但最基本的良知还是有的。原来当年他落难的时候，是莱顿公爵家救了他的命，这份恩情他一直刻在骨子里，所以
他能给出的东西，别的商人根本给不了，那就是一种想要报恩的绝对忠诚。看着威尔赫米娜，简想起了那场大雨里的相遇，那是他人生的转折点，也是他效忠的开始。米哈伊尔听完没说话，他在衡量这个女人的决心到底值不值得信任。简最后直接把话撂这儿了，不管是能力还是真心，他都会证明给公爵看，绝对不会出差错。这下子压力全给到米哈伊尔这边了，他会给简这个机会吗？简这番表白实在是太硬核了，听得威尔赫米娜在旁边直犯嘀咕，这哪像是谈生意啊，简直就像是在大庭广众之下求婚，真诚的让人有点招架不住。米哈伊尔听完先是愣了一下，接着竟然直接笑出了声，他一边笑着一边还鼓起了掌。米哈伊尔说：“简，金德莱尔，你这个回答确实很有意思，既然你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那我就给你这个机会。不过空口无凭可不行。”米哈伊尔决定要亲自考验一下，看看这份所谓的忠诚到底能不能经得起折腾。随着米哈伊尔的一句欢迎，简总算是拿到了入场券，正式成为了莱顿公爵领的一员。这下子威尔赫米娜身边总算有了个靠谱的帮手。